因太过无敌，被天道降下天劫。面对可灭仙神的诛仙剑，无敌老祖仅靠手指就将其夹住，霸道的诛仙剑竟被他生生夹爆。老祖的手段惊呆了后辈。紧随其后的是第二重劫难，他们是天道意志化成的天兵神兽，可叶璇依旧觉得没有压力，他将手中碎石射向苍穹，天兵神兽再次被他生生打爆。叶璇明白天道要出手了，刹那间无数道天雷砸下，叶璇被雷海包围，后辈认了出来，这是10万天劫，只要度过此劫，叶璇便可永生不灭。此时他双手大开，摆起了战斗姿态。随着叶璇一声大喝，他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这一刻，无数道掌印冲向天空，而每一道掌印都要接下一道雷劫。但随着毁天灭地的神光砸向地面，叶璇还是败了，他还是没能度过这道长生劫。叶璇眼中有些不甘，又有些释然，对后辈留下最后的嘱咐后，叶璇彻底消散在了这万千世界。古往今来最强的叶璇老祖竟还是败了。长生劫终究是一道生死劫，叶璇陨落后，万界发生了巨变，隐居无数岁月的荒古大地，沉睡了数万年的雷尊者，还有万妖之王，他们全部复苏了。没了叶璇守护的万界再也没了威胁。此时圣域，一位女子喃喃轻语：“你若不在9界，定将大乱。可我知道你不会轻易死去，无论你在何方，我都会等你，等你回来。”时光似箭，沧海桑田，距叶璇陨落已过去了万年之久。今天是清玄宗报道的日子，人群中一位男子轻声自语：“清玄宗还真是无比怀念啊。”他竟是在万年前渡劫失败的叶璇，而这清玄宗正是叶璇老祖所创，当年是大陆第一大宗。正在叶璇感叹时，一位小乞丐来到他身前：“大哥哥，你为什么要自言自语啊？是不是生病了？”叶璇有些惊讶，这小乞丐竟是稀有的双生道体，没想到刚刚下界就遇上了个好苗子。这时小乞丐指向天空，他看到了一条大蟒蛇，但却引来了路人的嘲笑，因为天上啥都没有。双生道体感知极其敏锐，叶璇知道今日城内要大乱了，快看，天上是什么东西？只见一条遮天蔽日的大蛇出现，报名的人也不报了，全部开始逃命。大蛇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取武者们的气血，以此来进行突破。竟是知渡劫期的妖兽。突然数道身影出现，大蛇渡劫需要武者之血，看来你这妖畜盘踞附近多时了。他是清玄宗韩林。韩林话不多说，带着师妹们就冲向了大蛇。大蛇一脸不屑地喷出口气，妹子们当场就被束缚，全身无法动弹。紧接着他又在城中大肆破坏，众人全部疯狂逃窜，除了人群中的叶璇。小乞丐害怕地闭上了眼，小手紧紧抓着叶璇的衣服。这时大蛇的身躯已经落下，但让小乞丐意外的是，眼前这个大哥哥竟用手就顶住了大蛇。区区小蛇也敢这么嚣张，仅仅是一击大蛇就被打废。此时的他就如同一条小虫。妹子们一脸震惊，他们甚至没看清发生了什么。没多久，大蛇就彻底失去了生机。这是大蛇兽合化成的妖丹。叶璇看着妖丹，心中有些疑惑，大蛇背后应该还有人指使。大哥哥，你手中的小蛇好可爱啊！这东西对叶璇没用，他送给了小乞丐。小乞丐接过小蛇，他名叫小溪。突然，叶璇看向天空，只见数名清玄宗之人赶了过来。此人是宗内长老之孙沈云飞，是年轻一辈的天才。韩林连忙朝师兄行礼。几人检查后发现兽核跟妖丹都不见了踪影，大概率是刚才趁乱被人夺走了。沈云飞直接质问下方的师妹：“要不是这2样东西对我都有大用，不然我才懒得管你们这群废物的死活。”韩林如实回答，他也不知道，一个师弟唤出了显灵镜，任何宝物都能被他显化，而拿着兽核的小溪自然被照了出来。小溪看着众修士有些害怕，没想到兽核竟在这个小乞丐身上。突然那张显灵镜当场爆开，沈云飞直接下令将2个臭乞丐拿下。想不到现在的清玄宗竟出现了你们这样的人。随着叶璇大手一挥，2人当场摔了个狗啃泥。清玄宗万年来的道统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路人震惊，一个炼体境的修士竟如此厉害，区区一个炼体废物倒是有点东西，但好在东西并没丢失。本公子心情不错，你就用这把剑主动斩断自己的双腿吧。要是你敢不从，可就不是断手断脚那么简单了。突然一只手拦在了叶璇面前，韩林表示叶璇只是个路人，不知者不罪，还请放过他。但沈云飞面子挂不住，直接拒绝。那我只能将此事禀报圣母，由他亲自决定了。一瞬间，沈云飞霸气四射，一头雄狮幻象浮现，师弟们吓得瑟瑟发抖，韩林更是被压制得无法呼吸。这时沈云飞朝韩林发起了攻击，多谢姑娘仗义直言，但不过是个玄破境罢了，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强。沈云飞的怒火彻底到了顶点，我今天让你看看乞丐和武者间的差距，是吗？叶璇摘下了斗笠，那就快让我见识见识吧。只见一道恐怖无比的幻象浮现，沈云飞当场惊出一身冷汗。目无长幼尊卑的东西，有点天赋便骄横跋扈，不知廉耻。叶璇直接给他来了一波老祖的教育，万年过去，清玄宗就培养出了你这种货色，真是让我感到痛心疾首啊！沈云飞再也没了跋扈的样子，流着泪大喊救命，还请阁下高抬贵手，我代表清玄宗向您道歉。幻象外传来了一道声音，能通过幻象传音，说明对方有点东西。既然有人求情，叶璇决定饶他一命，但幻象中发生的事情是不能被人知道的。叶璇清空了沈云飞的记忆，然后他便被踢出幻象。与此同时，走来了一位女子。路人们见状直接心动，若再次对无辜百姓动手，就算你爷爷是长老，我也会将你杀掉。这位女子就是当今清玄宗圣女叶灵烟。沈云飞依旧跋扈，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在这时，一把利剑刺来，
仅仅是见光就散发出了剧烈的寒气。我好像没允许你开口吧？随后叶灵烟让人把沈云飞交给执法堂处理，紧接着他来到了叶璇面前，为刚才之事进行赔礼道歉。大哥哥，这个小姐姐好漂亮。叶璇有些惊讶，此女竟有世间罕见的绝世剑体，而且也姓叶，还是圣女，难道是自己大徒弟叶青的后人？漂亮又有什么用？现在一身疾病，我看就快要香消玉殒了。灵烟震惊的有些说不出话来。韩林连忙呵斥：“我师姐救了你，你不但不感谢，还满嘴疯话。”叶璇拉着小溪就要走，十绝剑气可不是那么好练的，要是想解决麻烦，就给我们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而且务必在晚上亥时单独来我房间一趟。圣女去乞丐房间，众人都觉得叶璇疯了。十绝剑气是祖师爷叶青所创，外人绝不可能知道。一番思考过后，灵烟答应了下来。吃瓜群众再也不能淡定，留下懵逼的众人后，叶璇就先行离开了。夜晚亥时，客栈内，亥时刚到，灵烟准时前来赴约，来的还算及时。再晚一些，你体内的烈源一旦爆发，神仙来了也难救。灵烟心中再次一惊，为何这个男人会知道这些？纯阳烈源会不定期在他体内爆发，每次发作就痛苦无比。但全宗只有掌教一人知道此事，虽然你能看出来，但他已经被掌教帮我压制。听到压制，叶璇笑出了声，他要用纯阳剑做个测试。灵烟没有拒绝，接了下来。叶璇催动熊熊烈焰冲向灵烟，与此同时，他口吐淤血，体内的烈源突然爆发。他不明白为何会这样。你那狗屁掌教没告诉过你，叶祖师留下的十绝剑气只有残篇，是不能瞎练的吗？再这样下去，你必死无疑。灵烟不愿相信，掌教怎么会骗自己？既然如此，那你觉得我的纯阳剑气和你掌教的比起来，谁的更强？炼体境就有如此猛烈的玄火，灵烟的世界观直接崩塌。你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且你又不是我媳妇，我为何要救你呢？除非叶璇挑起了灵烟的下巴，除非圣女愿意做我的侍寝丫鬟，以后负责我的吃住起居。乞丐竟让圣女当自己的丫鬟，可圣女不仅没拒绝，还让乞丐检查身体，只因圣女体内有一道陈年暗伤，而这道伤只有叶璇能治，但代价就是作为丫鬟伺候叶璇半年。随着真气流入，灵烟发出了痛苦之声，但在门外的韩林却羞红了脸。难道圣女跟那个乞丐有情况？一想到这里，他就再也无法淡定。几个时辰后治疗完毕，好在及时，否则这丫头性命不保。隔日，灵烟将叶璇带回内门，师兄妹们都在讨论昨晚的奇怪声音。叶璇要跟灵烟一起御剑飞行，灵烟红着脸答应了下来。随后三人去往了考核点。圣女对一个乞丐如此恭敬，这让韩林更觉得两人有猫腻了。片刻后，清玄宗考核地，要我说，你不如把我们安置到你的圣女峰好了，也方便伺候我。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有你昨晚对师姐做了什么？师姐为什么喊你这个臭乞丐叫公子？孤男寡女还能做什么？无非是些不可描述的风月之事罢了。你要是不懂，我可以给你演示。灵烟转移话题，他会尽快给叶璇安排住所，但现在要先准备新生考核。此时清玄宗广场已经围满了人，这要等多久？小丫鬟快去给本公子弄个躺椅来。公子遵命。灵烟不敢不从。随后考核开始，但没一人能通过，还没参加的被吓得都想弃权了。长老有些失望，都太平庸了，你们这届弟子也太难带了吧，一点困难就畏缩不前，真是成何体统啊！圣女竟在服侍乞丐，长老怀疑他是圣女的亲爹，但乞丐又太年轻，这让群众酸得不行。让一个小丫头伺候我这个万岁老人，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就在这时，有人通过了考核，他们号称外宗三杰，来这里就是为了一亲圣女芳泽。这三人天赋极高，现在已经对叶璇产生了敌意。韩林歪嘴一笑，现在看你这个臭乞丐怎么收场。能被圣女照顾，想来实力也不一般，不如你也上来让我们开开眼界。众人大喜，都期待看到乞丐丢人现眼。不就是个凡人都能破的阵吗？不知道你们在得意什么？既然说的这么简单，那不如让我们见识见识。粉毛连忙跟着附和：臭乞丐，你别告诉我你不敢。叶璇直接无视，而是有些生气的让灵烟倒酒。虽然心里很不爽，但表面只得答应。只不过他对叶璇的话还是有些质疑。见大家都这么好奇，叶璇决定让众人长长见识。他叫住了正在玩石头的小溪。叶璇把过阵的方法说了一遍，然后小溪就走向了法阵。有没有搞错？他自己不去，而是让一个小孩去。交代完，叶璇再次舒服地躺回了躺椅。三杰不信，认为叶璇是怕丢脸，才让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乞丐去破阵。小溪看了看地上的法阵，他一脚踏出，强大的能量喷薄而发，紧接着又按叶璇的方法在场中蹦蹦跳跳。这时四阵之一的玄武出现，面对玄武的攻击，小溪依旧轻松，他躲闪，蹦蹦跳跳，又闭上了眼。再倒数3声，最后朝玄武走去。凶猛的玄武竟当场变成了一只小龟，好可爱的龟龟，以后就跟我一起玩吧！观众惊掉了下巴，这过阵方法也太奇葩了。随后小溪又破了朱雀阵、白虎阵以及最后的青龙阵，就这样4项大阵全部过关。小溪还顺便收服了4只宠物。拼命过关的三杰此刻失去了思考，路人更是不可置信。叶璇答应了小溪要养宠物的想法，其实这是叶璇当年抓鸟时创造的简易法阵，并没太多考核的意义。灵烟满上酒，公子要不你替清玄宗布置一道更好的法阵，先把我伺候舒服了，也许清玄宗就多了一道新的法阵。又是心里很不爽，但只能笑脸相迎，这里也没太多意思了。叶璇打算四处逛逛，
公子清玄宗有很多危险之地。叶璇回头一笑，这地方我可比你熟。留下懵逼的林烟后，叶璇就前往了一处主峰。只见此处摆满了酒，没想到清玄宗还有人会酿灵酒，但味道如何，只有尝了才知道。就在这时，一只大手抓住了叶璇，哪里来的小娃娃，竟敢偷喝老夫的酒！1万岁小萝莉在酒池泡了8000年，近万年过去，她终于被人发现。她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叶璇并没急着去追，鼎里的灵泉之气几乎被他全部吸收，这也导致灵泉变成了废水。叶璇决定给残暴天物的丫头来个教训。屋外的酒老头正在痛哭流涕，刚才他被叶璇来了一波爱的教育，现在面对叶璇的提问，他只能如实回答。得到想要的答案后，叶璇去了下个地点，这是一座荒废了8000年的大殿，殿内叶璇的雕像早已布满了灰尘。叶璇来到一个标记点，地上开启了一道尘封多年的暗示，室内有一具白骨。清玄宗把我饿了8000年，谁能来救我？叶璇认出了白骨的身份，他是8000年前的魔族大能，还有当年的江南大盗和大妖。与此同时，深处传来了哭泣声。8000年过去，你真的把我忘了吗？把我骗来关在这里也就罢了，你好歹来陪陪我呀。她名为唐悠悠，是魔宗的魔女。8000年前被叶璇关在了此地，这里被叶璇封印，没人知道此地，所以悠悠只能偷偷跑出去吸收灵气，但她也快被饿死了。终于有人发现此地了吗？悠悠听到了脚步声，他立马放出了蛊惑之气。叶璇一阵无语，看来去上界前封印此地是正确的，不然此界定会被他搅乱。悠悠一阵坏笑，上钩了。随后他用最后一丝灵气使出了变身术。叶璇，等我出去定要寻到你，然后把你变成我的玩物，一生一世都别想分离。小哥哥，你是来救我的吗？灵泉被他毁了，叶璇要先算这笔账。虽然没有听懂，但他直接进行言语魅惑。酒有什么好喝的？小哥哥要是能放我出来，你就能对我做任何事情。说完还不忘舔了舔舌头，连我都敢蛊惑。8000年不见，胆子变得有些大呀。悠悠不懂，他以为对方就是个新入宗的弟子，堂堂魔女只会靠眼识人了吗？突然悠悠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这竟然是叶璇的气息，但还是有些区别。你竟然是叶璇的后人，你母亲是谁？竟敢和老娘抢男人，抢了还派你过来炫耀，真是可恶至极。叶璇一脸懵，他可不记得自己结过婚。悠悠越说越委屈，甚至哭出了声。叶璇伸出手给他来了个脑瓜崩，还没察觉到吗？我就是叶璇，虽然长得很像，但叶璇压根就没修为。他不信，等一下，你说你是叶璇，难道你想冒充你父亲来跟我那啥？那种事情绝对不行。叶璇怀疑他被关傻了，然后他挥动大手，悠悠直接被吸到铁栏上，紧接着叶璇一掌挥出，悠悠变回了原样。8000年前你就应该知道，你那套对我无效，你为何能解除我的变身？叶璇再次伸出大手，好好的娃娃不当，非要当大人，你是不是忘记上次魅惑我的下场了？当年悠悠第一次魅惑叶璇，结果被他抓住，腚都被打开了花。还有一次偷偷在叶璇洗澡水里下药。当年悠悠在魔宗眼里只是一个炉鼎，最后救他出来的人也是叶璇。听完这些尘封多年的往事后，悠悠流出了泪水。他边哭边问，为什么要把我丢在这里这么久，现在才回来？叶璇一声轻叹，转过了身，但被悠悠拉住。他这次绝不会再让叶璇离开。这些年他一直一个人，没人说话，没有吃的，一直一个人。叶璇有些愧疚，当年他是个武师，在此界没了对手后就去了上界。悠悠问为何长相也变了，因为当年死了一次。好在叶璇留了些后手，虽然重组肉身时出了点问题，但好歹活了下来。悠悠听完大吃一惊，你居然死了一次！女孩被困在地牢8000年，这些年没人跟她说话，也没有食物，一直孤身一个人。如今她终于等到了那个男人。悠悠不明白叶璇为何现在才回来，叶璇有些愧疚，因为他当年死过一次。悠悠一脸担忧，生怕叶璇伤到了本源之力。叶璇现在只有1层的实力，但在此界横着走还是没问题的。话说你一个小娃娃，别总是自称老娘老娘的。听完这话，悠悠可不服了，不管是年纪还是其他我都不小。寒暄过后，叶璇准备带他离开，但有3个条件：第一，不许随地大小便；第二，不许离开叶璇5步之外；第三，不许自称老娘。这也太简单了。璇璇，我们走。随后2人离开了地牢。与此同时，清玄宗广场4大长老和太上长老全部到齐，只因石碑测出了小西是双生道体，闭关多年的太上长老要亲自收他为徒。大哥哥说除了他没人配做我师傅。粉毛连忙解释那人是个臭乞丐，并且圣女还亲自服侍他，给他当丫鬟。太仓听完当场发怒，这丢的可是清玄宗的脸，此人绝不能留。你说谁不能留？这时叶璇走了过来，我很好奇，说来我听听。粉毛表示此人就是那个乞丐。小西一脸兴奋，大哥哥你回来了。等一下，这个小丫头竟是双生道体，难道说她是你新收的徒弟？叶璇点了点头，真有你的，这种好苗子都能找到。突然小西拍了拍悠悠的头，好可爱的小妹妹，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师妹了。悠悠直接傻眼，我哪里小了？我明明很大，我咋一点都不信啊？还有你应该叫我师娘才对。林烟一脸惊恐，对方还只是个孩子。然后叶璇给悠悠来了一拳，让他闭嘴。与此同时，太仓睁大了双眼，他想起了曾经的往事，当年无数人对着一个女人俯首称臣，她就是擅长魅惑之术的魔女唐悠悠。当时年轻的太仓也是她的脑残粉。想到这里，他打算偷偷溜走，绝不能被魔女发现，但被粉毛拉住。太上长老绝不能让这个臭乞丐留下来。被粉毛这么一搞，悠悠立马就认了出来，
这不是小苍苍吗？你竟然也在，我应该没有看错，你就是小苍苍。众人大叫，小丫头竟叫太上长老的小名，都8000年了，她怎么还记得？然后她以认错人为由连忙离开。她不是叫太仓吗？太上长老的确叫太仓。悠悠的鼻子记人很灵敏，尤其是以前跟过他的小弟小苍苍，现在混得不错呀。我记得你以前天天被人欺负，最后还是我帮你教训了那些人。这一刻，太仓的千年英名再次毁于一旦。八卦的几位长老连忙提笔记录。太仓指向了叶璇，悠悠大姐，这位是？悠悠惊讶对方竟不认识叶璇，但仔细一想也正常，当年太仓只是个小渣渣，没资格见识大人物。在悠悠准备开口之际，叶璇动了动眼神，他明白叶璇不希望暴露身份，然后他抱住了叶璇，他是我的夫君。竟然是夫君！众人当场石化。小苍苍，快带我去吃饭，我都快饿死了。然后太仓带着几人前去干饭，留下了一脸不爽的粉毛。随后他四处散播谣言，称圣女被人抓住了把柄，他要让叶璇成为众人之事。另一边，悠悠跟小西正在疯狂干饭，叶璇摸了摸小西的头，让他吃慢点。悠悠有些吃醋，要跟小西换位置，然后拿起叶璇的手再放到自己头上，紧接着一副求喂的样子，自己吃啊喂。叶璇塞来一根鸡腿，但悠悠却把叶璇整只手都吞了进去。你吃东西就吃东西，别乱来啊！悠悠仔细品尝着鸡腿，一脸享受。就在这时，门外闪起了一道剑芒，剑芒直指屋内的众人。女孩口中的鸡腿被夺走，鸡腿再由男人射出，然后竟贯穿了剑芒，如同一枚寒冰利剑。百年老树竟被鸡腿生生射断。悠悠有些不满，要叶璇再补偿一个鸡腿。这时搞事之人也走了过来，林烟当场认出这是自己的舔狗梁凡，他认为其中有误会，自己会去解决。梁凡听闻女神给人当丫鬟，前来讨要说法，但林烟却说当丫鬟都是自愿的，并没人强迫。梁凡不信，要让叶璇出来单挑，但林烟不乐意了，直接拔出利剑，见无法沟通，梁凡觉得只能用武力解决。林烟话不多说，朝梁凡冲去，太快了，仅仅只是一剑就将百年老树洞穿。梁凡甚至还没出手就败了，放下狠话后，林烟便回了屋内。但梁凡不死心，他要看看女神服侍的人是谁。随着他这突然的一击，屋内的饭菜全被打烂。悠悠哭了，他才刚开始吃，还没吃饱，难道没人教过你，食物是很宝贵的吗？悠悠握紧拳头，长剑被他生生捏碎。紧接着他单手举起千斤石桌，此等威压太过恐怖。梁凡以为见到了魔王，为什么要回我食物？我让你回我食物。碎石飞剑，梁凡被揍得鼻青脸肿，然后他又抬起一张石桌，但被太仓拦住。悠悠大姐，我再给你准备一桌饭菜便是。然后把梁凡踢飞，也相当于将他救下。片刻后，众人来到了一处庭院，林烟为刚才之事进行赔礼道歉，魔女和圣女都对他毕恭毕敬。太仓对叶璇的身份更好奇了。刚才林烟施展的是大成十绝剑气，林烟回应多亏了公子相助。太仓不信，十绝剑气几乎不外传，但叶璇表示这东西太过简单。敢问小友，你是从何处习得我宗绝学？我教的怎么了？悠悠有些不爽，姑奶奶，这可是我宗绝学，不能乱传啊！小苍子多年不见，你胆子变大了不少啊！被大姐这么一盯，太仓也不再敢问。片刻后，一桌美食端了上来，两人立马化身饿死鬼，疯狂干饭。太仓举起酒杯，这位小友，老夫还不知道你名字呢。林烟和小西也有些好奇，他们也都不知道。悠悠传音可以帮忙岔开话题，但叶璇觉得没关系，我姓叶明玄，名字为叶璇。两人当场震惊，因为清玄宗老祖就叫叶璇，你可知我清玄宗老祖也叫叶璇？你是故意冒充我宗老祖，还是别有用心？悠悠听完捂住了嘴巴，你放心好了，我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不会笑，除非……刚说完他就控制不住的狂笑了起来，除非真的太好笑了。悠悠边笑边拍桌子，结果吃了叶璇一拳。面对太仓的提问，他笑得根本说不出话来。这位小友可否解释一下，你这名字有何深意？叶璇如实回答，他从出生起就叫叶璇。难道你想告诉我，你就是我清玄宗老祖？你若这样理解倒也没问题。太仓当场暴怒，他不允许有人冒充老祖。虽然现在宗门大不如前，但开山老祖绝不许被人辱没。叶璇有些欣慰，看来这么多年过去，宗内之人对自己还是挺尊敬的。这时太仓拿出了一幅画，这是上古年间传下来的祖师画像，只有每一代太上长老更替时才能掌管。随后太仓打开了老祖画像，只见画中一位美男孤身饮酒，他就是这清玄宗的开山老祖叶璇。看着二人盯着画像愣愣出神，太仓笑呵呵地说道：“看到了吗？这等气质，这等姿容，也是寻常之人能够冒充的。”随即指向叶苍玄，傲娇地说道：“就你，连我祖师一分容貌和气质都模仿不出来，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叶苍玄？”唐悠悠看了看画像，又看了看叶苍玄，忍不住再次大笑了起来，当真是笑死我了！我咋不知道你以前有这么帅？在唐悠悠面前丢尽了脸。叶苍玄有些汗颜地看着太仓询问道：“这幅画像是谁画的？”闻言，太仓一脸神气地介绍道：“此画乃是我清玄宗开山祖师叶苍玄的大弟子青叶祖师所画，一直流传至今，绝不会有假。”听到这话竟是出自青叶之手，叶苍玄和唐悠悠同时想起了曾经的往事。当年青叶还只是个小娃娃时，就曾给二人画过画像，只不过那画的简直惨不忍睹。二人对视了一眼，心中不禁有些怀疑，此画当真是出自青叶之手。
青叶何时能画出这种水平了？不过对此叶苍玄也并不关心，太苍信不信他是开山祖师，他根本不在意。随即拉着唐悠悠就向着远处走去。今日可是月圆之夜，正是最好的筑基时间，刚好可以给新收的弟子希儿筑基。一行四人没有理会满头雾水的太仓，径直向着清玄宗后山走去，来到了一处名为月阁的塔楼前。只不过与曾经的辉煌相比，如今的月阁却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看到眼前的一幕，叶苍玄眉头轻挑，询问叶灵烟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圣女叶灵烟的口中，叶苍玄得知700年前沧州曾爆发过一次兽潮，那时的清玄宗还是沧州第一宗门，于是便组织其他宗门共同抵御兽潮。可谁曾想那次的兽潮是前所未有的猛烈，一场大战整整持续了3年之久，弟子们死伤无数，格外的凄惨。在清玄宗那一任宗主的带领下，人族最终战胜了妖兽。可让清玄宗没想到的是，这场灾难根本就是一场阴谋，是由数个宗门联手策划好的。那一任的宗主在毫无防备之下被奸人刺杀，紧接着10大门派便立刻杀上了清玄宗。所幸青叶老祖战力非凡，一人独占10大宗门的宗主，虽然最终保住了清玄宗的香火，但清玄宗还是被这群强盗给洗劫一空。12帝兵除了印刻在云霞峰上的阵图无法带走外，其他的帝兵全被洗劫一空。青叶老祖伤势过重，在将清玄宗安顿好后离开了宗门，至今渺无音讯，生死未知。本打算带希儿来到月阁，利用月阁中12帝兵之一的月鼎来为希儿铸造完美的根基，却突然知晓了清玄宗被人欺压的往事。叶苍玄脸色阴沉，双眼通红，充满了杀气。怪不得清玄宗会落魄到这种程度，看来他们是忘了清玄宗曾经是如何成为沧州第一宗门的了。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他们算。随即转头看向身后的树林，开口说道：“听了这么久还不出来，是准备让我来请吗？”曾经贵为天下第一宗门的清玄宗，鼎盛时期弟子百万，实力强绝，却遭遇了10大宗门围攻，沦为了2流势力。开山老祖叶苍玄归来得知，是要血洗天下，让那些趁其不再欺辱宗门的宵小明白，当年的清玄宗是如何成为天下霸主的。就在叶苍玄考虑先从哪家下手时，突然发觉身后的树林中有人偷听。听了这么久还不出来，是准备等我来请吗？树林中藏匿之人闻声走出，为首之人满脸的陪笑道：“刚刚听闻圣女聊起清玄宗那段悲愤的历史，觉得不便打搅，便没有现身。此人乃是清玄宗云霞峰峰主梁一笑，身后跟着的正是被魔女唐悠悠给揍得鼻青脸肿的梁非凡。不久前，作为清玄宗2世祖的梁非凡，被一个小女孩给揍得满地找牙。一向嚣张跋扈的他，何曾受过这种屈辱？于是便回到云霞峰，找到父亲梁一笑为他做主。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得知自己要对付的人是由太上长老太仓亲自宴请的贵客后，父亲梁一笑不但不为其出头，竟还出手再次教训了他一顿，声称如果再敢在这关键时期为非作歹，导致接下来的计划出现问题，哪怕你是我梁一笑的儿子，我也亲手宰了你。梁非凡虽然不知晓父亲口中所说的计划是什么，但也明白此事定然极为重要，只好老老实实跟着父亲来向贵客登门道歉。哪知对于梁非凡这种小角色，叶苍玄直接选择了无视。他从圣女叶灵烟的口中得知，梁一笑此人是在600年前成为云霞峰峰主的。他记得想要成为云霞峰峰主的条件之一，是需要从封印阵图中领悟至少一门阵法。而600年前正是清玄宗被10大宗门围攻后的时间段。要说此人没有问题，他叶苍玄绝不相信。看着道完歉带着梁非凡离开的梁一笑，叶苍玄眉头微皱，心中想着，过2天还是要去云霞峰一探究竟。若此人真是内鬼，绝不能留。而眼下还是先为希儿打好根基最为重要。另一边，从后山离开的梁一笑满脸阴沉的自语道：“入宗第1天便被太仓那老家伙亲自宴请，而且还对清玄宗的事了如指掌。此人恐怕是清玄宗开山祖师那一脉的人。重点是他有种预感，自己被那人给盯上了。明明只剩下最后1年了，眼看阵法封印马上就能破解，却突然来了这种人物，是巧合吗？”与此同时，叶苍玄轻车熟路地带着众人来到了清玄宗饲养妖兽的峡谷中。10大地气之一的月鼎被人夺走，眼下想要为希儿筑基，便只能另辟蹊径了。当得知叶苍玄打算用兽血为希儿筑基后，叶灵烟满脸的不解。希儿虽然是双生道体，但她的双生体质更接近灵体和法体，属于感悟类和修炼类的体质。兽血的狂暴又如何是希儿的血脉能够承受得了的？闻言，叶苍玄笑呵呵地说道：“兽血筑基，其中的学问大了去了，你放心看着便是。”随即与肩膀上的魔女唐悠悠走进了峡谷中。让叶苍玄意外的是，这兽堂的妖兽个个满眼通红，看着叶苍玄的到来，口中流着哈喇子，于是转头询问远处的叶灵烟：“丫头，你们这是怎么喂食的？怎么感觉这群妖兽跟饿了几天几夜一样？”叶灵烟闻言急忙解释道：“这群妖兽吃饱了就喜欢闹事，让他们饿着就没有力气去冲撞封印阵法了，一般都是7日才会投喂一次。”听到这话，叶苍玄摇了摇头，无语地说道：“妖兽吃饱了闹事，那是他们的野心还在，如果把他们当作家畜来养，不但不会闹事，而且还会变得乖巧。”说话间，一群妖兽眼露凶光，直接朝着叶苍玄扑来。见状，叶苍玄神色淡然，不急不慢地说道：“这样饿着他们，若是有朝一日阵法出了问题，这些妖兽跑出去可就麻烦了。就像现在这样，如果换成普通弟子进来，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说时迟那时快，面对数千头妖兽的扑食，叶苍玄抬手间漫天的掌印冲天而起，一连串的打击声在溪谷中不断响起。叶苍玄在打晕这些暴躁的妖兽的同时，还有时间将这些不同种类的妖兽给分类开来。虎类血脉狂暴的丢向一边，蛇类气血阴冷的堆到了一起。这是一头体型巨大的白熊，挥舞着利爪向着二人呼啸而来。见状，肩膀上的唐悠悠眼露金光，流着口水欢喜地说道：“居然还有白熊啊！这妖兽烤起来最好吃了。”伸出娇嫩的小手，竟徒手接住了白熊呼啸而来的巨爪，下一秒一个翻身，直接将白熊给撂翻在地。这时，一道身影闪电般的向着二人冲去。唐悠悠鼻子用力地嗅了嗅，说道：“我好像闻到了紫金电鳗的味道。”看着转瞬即到正向着他扑来的紫金电鳗，唐悠悠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口水。这可是美食榜排名前3的妖兽啊！今日算是有口福了。说话间，幼小的身影一跃而起，将疾驰而来的紫金电鳗给重重地砸到了地上，紧接着抓住紫金电鳗不断的挥舞，晕头转向的紫金电鳗被甩得缩小了体型，随即将紫金电鳗给缠成了一团，之后跳到叶苍玄的肩膀上，喜笑颜开的说道：“夫君快看，居然是紫金电鳗耶！这小家伙不但好吃，泡酒也是一绝哦！”看着寿堂中猛地一塌糊涂的二人，叶灵烟大惊，看得目瞪口呆。数千头妖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二人全部干翻。随后叶苍玄开口吩咐叶灵烟，叫人将这些妖兽全都放点血出来，还有妖兽的爪子和脚都取下来给磨成粉末。安排好后，叶苍玄伸出手指将一滴指尖血逼出体外，只见这滴鲜血仿佛受到某种指引一般，向着峡谷中的一角快速的飞去。2000多年前，叶苍玄曾经在这处溪谷中布置了一道阵法，里面封印了4份神兽的精血，而这滴指尖血便是开启阵法的关键所在。既然要为徒弟希儿铸造根基，那么当然要用最好的材料，也能印证出他从炼体中总结开辟出的新道路。随着指尖血快速的融入地下，叶苍玄开启了封印多年的大阵。只见一尊尊古朴的大鼎从地底缓缓升起，看着4尊大鼎中存放的精血存量，唐悠悠有些惊讶地询问道：“夫君，你这是把那4头神兽给全宰了吗？这一鼎的精血少说也有几10斤吧？”听到这话，叶苍玄笑呵呵地说道：“我怎么可能会宰了他们？他们好歹也是守护沧州的4尊神兽，我只是跟他们谈好了1000年不打搅他们，他们才自愿多放点血的。再说了，这4尊神兽是真的怂，作为沧州的4大神兽，实力这么差，如何能保护得了沧州？我便提出要跟他们切磋一番，提升实力，乃至他们宁愿放血也不愿意与我切磋，我也是无奈才收下他们的精血的好吧。”看着叶苍玄臭屁的样子，唐悠悠无语，这不明摆着是在威胁人家吗？为了给徒弟铸造出完美的根基，他一连动用了4种神兽的精血，以最温和的玄武精血为主，中和青龙、白虎、朱雀等一众霸道的妖兽血液，制作出一桶极品的筑基材料。随后将徒弟希儿放进了木桶中，被各种高级妖兽的血液浸泡。希儿只感觉置身在火海当中，浑身滚烫无比。见状，叶苍玄急忙吩咐希儿忍住，心中默念先前他传授的心法口诀。看着希儿进入了入定的状态，叶苍玄转身看向后方的树林，开口道：“观察了这么久，该出来了吧？”圣女叶灵烟这才知晓背后一直有人在偷看。那人闻声语气阴沉地说道：“你究竟是何人？为何对我清玄宗如此了解？”来人正是清玄宗的太上长老太仓。太仓经过多日的观察，发现叶苍玄此人来历不明，深不可测，而且就连他这个太上长老都不知晓。饲养妖兽的兽堂中还藏有4大神兽的精血，但偏偏叶苍玄却是门清。这等隐秘之事，他究竟是如何知晓的？叶苍玄也懒得理会太仓的疑神疑鬼，直接开口询问道：“你作为清玄宗的太上长老，应该知道究竟是哪些宗门在700年前参与了围攻清玄宗吧？而且还夺走了清玄宗11件地级的宝物。”闻言，太仓有些愣神，他不知晓叶苍玄为何会突然问出这种问题，下意识地回了一句：“你问这些要做什么？”听到太仓的询问，叶苍玄语气阴沉地说道：“不做什么，只是想让你将那些宗门全部召集过来，我准备开一次罗天大会。”听到罗天大会4个字，太仓的脸色瞬间大变。罗天大会乃是清玄宗开山祖师叶苍玄定下的，每100年便会召集所有宗门举行一次，一是为了根据各宗门年轻一辈的弟子比武来决定宗门之间的排名，二是为了解决100年一次的受潮问题，商讨沧州各宗门参战强者的分配。但自从老祖叶苍玄离开下界后，清玄宗又遭遇了10大宗门的围攻，落魄的清玄宗已经有700年没有开启过罗天大会了。想到此，太仓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就算召开又能如何？凭现在的清玄宗根本就不会有宗门来参加的。闻言，叶苍玄语气平淡地说道：“你错了，他们不来参加，无非是好处或者利益不够罢了。只需要放出一些让这些宗门动心的好处，他们就一定会来的。”太仓作为太上长老，自然知晓这个道理，但如今的清玄宗哪还有这种东西啊？叶苍玄早有准备，笑呵呵地说道：“清玄宗开山祖师所用的兵器诸神剑，不就是最好的噱头吗？”当听到叶苍玄说出开山祖师的佩剑后，太仓激动地上前一把抓住了叶苍玄，急切地问道：“你知道诸天剑在哪里？”当叶苍玄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后，太仓震惊的连退数步，指着叶苍玄难以置信地说道：“你竟真的知道？难不成你是老祖的后人？”一瞬间，仿佛解开了心中困惑许久的谜团一般，太仓变得兴奋了起来。
怪不得你跟老祖的名字一样，肯定是作为老祖的后人，你也想成为像老祖那般惊天伟地的大人物，便要以此来激励自己不忘初心。听到太仓自我肯定的猜测，唐悠悠瞬间笑喷，捂着肚子开口打趣道：夫君，你就承认了吧，你就是叶苍玄的后人。见状，叶苍玄反手就是一拳，怒声道：你别在这儿给我捣乱，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现在他也懒得去跟太仓解释，直接命令似的让太仓去召集那些宗门，但太仓却突然开始担忧起来。诛天剑可是老祖留下的武器，而且还是九玄大陆唯一一把，超越了地兵的存在，万一被那些宗门真的夺了去，可就真的完了呀。见状，叶苍玄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予信心安慰道：放心，有我在，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我只是觉得一个个找上那些宗门太麻烦，召集起来一起解决掉就好了。太仓之所以担心顾虑，是因为关于诛天剑的那条传言。诛天剑是曾经叶苍玄的第一把灵兵，青红剑重铸而成。当年叶苍玄与魔族大帝帝释天决一死战时，青红剑被帝释天给一拳轰断，最终叶苍玄拼着重伤之躯成功将帝释天斩杀。后来回到宗门后，叶苍玄收集了各种地级材料，耗时789天才终于将青红剑重铸完成。重铸后的青红剑神性远超其他的地兵，再加上沐浴过魔帝的鲜血，导致剑灵异常的嗜血，所以叶苍玄为其改名诛天剑。之后叶苍玄的战斗变得更加的频繁，斩过神士，过仙屠过地，诛天剑也因此脱变成了超越地兵的存在。也是自那时起，诛天剑被无数人畏惧，传闻谁要是能得到诛天剑，便能成为天地间的共主。这也是太仓为何会担心诛天剑被人夺走的原因。届时清玄宗将会不复存在，彻底的消失。对此叶苍玄却不以为然，他的东西又岂是那么好拿的，让太仓不用担心，尽快去散播消息就是。然而叶苍玄并不知晓的是，二人的谈话此刻正被人监听，正是掌控清玄宗阵图的云霞峰峰主梁一笑。梁一笑通过阵法听到了叶苍玄与太仓的全部对话，脸色阴沉的一把捏碎了座椅。他不知晓叶苍玄究竟是什么来头，竟然连诛天剑这种秘闻都悉数知晓。要知道他潜伏在清玄宗上千年，就是为了谋划夺走诛天剑。用他的话说，这世间唯一一把超越地兵的武器，普天之下也只有他才有资格使用，因为那上面沐浴的可是他的鲜血。为了利益他，竟亲手杀了自己的血脉。被关禁闭的梁非凡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最终会死在父亲梁一笑的手中。本以为父亲来是要放自己出去的，没成想却听到梁一笑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梁非凡的出生本就是梁一笑准备的后手。数千年前，魔族大帝帝释天与人族最强之人叶苍玄决一死战，最终惨败，死在了叶苍玄的手中。但帝释天其实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用秘术借尸还魂，混进了清玄宗，隐藏了千年时间，就是为了谋划叶苍玄的佩剑，九玄大陆唯一一把超越地兵的武器。清玄宗有一门秘术可以回溯本源，为了不让自己的计划出现纰漏，帝释天留下后手，与人族女子诞下子嗣，借用亲生儿子梁非凡的心头血来施展魔族秘法血气之术。只有血气之术制造出的分身，才不会被清玄宗的秘术回溯本源所识破，如此便能混淆视听，成功的脱身，全力的去破解封印诛天剑的大阵。直到临死前的那一刻，梁非凡才知晓，母亲也死在了梁一笑的手中，自己一直敬畏的父亲其实是个魔族之人。与此同时，在清玄宗的一处阁楼外，用4大神兽的精血筑基的希儿已经接近尾声。叶苍玄吩咐一旁伺候的圣女叶灵烟去给希儿准备一些清水沐浴更衣，而且衣服一定要去山下的裁缝店定做。清玄宗的服饰实在是太丑了，因为今天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片刻后，当叶灵烟拿着新衣服返回时，木桶中的希儿刚好睁开眼睛，只见4道神兽的幻影出现在希儿的头顶。见此情形，叶苍玄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希儿跳过了炼体通玄灵海3个大境界，竟直接进入了玄魂境，而且还拥有4个神兽的玄魂。普通人能有一个神兽级别的玄魂，便能称之为天骄。看来希儿的体质也在这次筑基中得到了晋升，从双生道体进阶成了4灵圣体。这天赋资质怕不是要逆天啊！叶苍玄露出了兴奋的神色。当初的他把炼体之路走到了极致，发现最终也战胜不了贼老天，无法灭天便无法长生，所以才倾尽所有为希儿铺出了一条超凡之路。随即吩咐一旁的叶灵烟为希儿沐浴更衣。在经过叶灵烟的一番精心打扮后，曾经小乞丐模样的希儿焕然一新。踏入玄魂境的他经历了一次玄气反哺，外形看上去成熟了好几岁。接下来就是郑重的拜师环节了。而此刻叶苍玄已经坐在了大厅中等待，魔女唐悠悠也急忙搬来了一张太师椅。看到这一幕，叶苍玄有些不解，询问他这是在干嘛。闻言，唐悠悠双手掐腰，神气地说道：当然要找好座位啊，一会儿希儿拜师给你敬完茶，还得给我敬茶呢，我可是他未来的师娘。就在二人贫嘴间，客厅的门被人推开，叶灵烟带着焕然一新的小希儿走了进来。在叶灵烟的指导下，希儿来到了叶苍玄的面前，郑重地行了拜师礼，接过叶灵烟准备好的茶水，恭敬地向着叶苍玄说道：师父，请用茶。看着叶苍玄接过了茶杯，一旁的唐悠悠有些迫不及待地摆正了坐姿，已经开始幻想希儿接下来向他敬茶的画面了，整个人都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这还是第一次被人敬茶呢，哪知等了半天，拜完师的希儿却迟迟没有动作。唐悠悠着急地开始不断地咳嗽起来，
试图用咳嗽的声音提醒希儿，还没给我这个师娘敬茶呢。注意到的希儿满脸的诧异，开口询问道：“小姐姐，你怎么了？怎么一直在咳嗽？是生病了吗？”端茶的叶灵烟闻言差点忍不住笑出声，心中想着不能笑，绝对不能笑。太上长老可是说过的，这人可是个超级魔女，危险的很。当听到希儿开口叫自己小姐姐后，唐悠悠瞬间大怒道：“你师父是我夫君，所以你应该称呼我为师娘。给你师父敬完茶，还没给我敬呢。”闻言，希儿满脸问号的看向一旁的叶苍玄：“师父，我真的还要给他敬茶吗？”听到这话，叶苍玄满脸的无语，犹豫半天后开口说道：“去吧，他勉强也算是你师娘。”哪知听到这话，一旁的唐悠悠就有些不乐意了：“什么叫勉强？你给我说清楚！”闻言，叶苍玄语气威胁的说道：“怎么，你不愿意？”这时，一旁等待的希儿主动开口道：“师娘，请用茶。”闻言，唐悠悠立马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接过茶杯一饮而尽，心中想着：勉强就勉强吧，总比没有要强。这家伙好歹算是承认了。随即放下茶杯，指着希儿神气的说道：“我承认了，你以后就是我和夫君的乖徒儿，以后谁敢欺负你，就跟师娘说，师娘保证不打得他满地找牙。”紧接着一脸羞涩地看向一旁的叶苍玄说道：“夫君，现在拜师结束了，我们去拜天地吧。”一瞬间，叶苍玄整个人都不好了。就在他准备推开唐悠悠时，一名弟子慌张地跑了过来：“圣女，不好了，出大事了！云霞峰峰主梁一笑死了，他儿子梁非凡也惨遭毒手被人杀害了。”听到这话，叶苍玄眉头微皱，嘴角上扬，玩味地说道：“有意思，是真死还是假死？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堂堂清玄宗一峰之主突遭暗杀，歹徒还猖狂地留下了字迹威胁，不交出诛天剑必灭你们全宗。但我们的男主叶苍玄却从中嗅出了阴谋的味道。峰主梁一笑的身份本就存在着可疑，他不相信有人能轻易地突破清玄宗的护宗大阵，而且还悄无声息地杀死了一位峰主。但让他意外的是，经过术法神通记忆回溯的探查，梁一笑尸体生前最后的记忆显示，他确实是死在了一位陌生的人手中，这就让叶苍玄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了。于是便动用了清玄宗的秘法本源之术，经过对两具尸体的本源进行比较，发现梁一笑跟梁非凡的尸体确实是父子关系，所以能肯定的是这具尸体确实是梁一笑本人的。看着叶苍玄一连施展了2次清玄宗的不传之秘，一旁围观的各峰主们满脸的疑惑，他们不知晓此人究竟是何来历，哪怕是他们也无法轻易的使用这2门秘法。圣女峰主玄幽看向一旁的太上长老，想从他的口中了解此人到底是何身份，但很显然太仓自己也没弄明白。唯一能肯定的是叶苍玄跟宗门有点关系，至少就目前来看不会损害到清玄宗的利益，而且这次的罗天大会也是此人提出的。听到这话，一众长老们瞬间大惊，罗天大会如此重要之事，怎么会让一个毛头小子参与？重点是太上长老居然还同意了。看着一众长老对自己的身份议论纷纷，叶苍玄有些看不下去，开口说道：“你们此刻更应该考虑如何加强戒备，避免今日之事再度发生。罗天大会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不出意外3天内，收到消息的6大宗门都会齐聚清玄宗。”说话间，带着叶灵烟等人离开了云霞峰，来到一处僻静的山林中，他吩咐众女在此等候，随即一跃而起，快速地向着远处飞去。几个闪身间，叶苍玄来到了此地最高的山峰，紧接着一跺脚，顿时山峰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符文，一柄绝世神兵若隐若现地出现在阵法中。看着曾经陪伴自己多年的诛天剑，叶苍玄心中明了，瞬间计上心来。他不知小梁一笑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此人混进清玄宗很明显是冲着诛天剑来的。因为叶苍玄发现镇压诛天剑的封印已经松动，能解开诛天剑封印的方法只有领悟了铭刻在云霞峰上的阵图才行。可见此人对阵图的领悟至少超过了90%，一个领悟了90%阵图实力的人，又怎么可能是那么容易被人刺杀的？对此叶苍玄也是毫不在乎，他亲手铸造的诛天剑又岂是什么人都能够使用的？只要镇压诛天剑的封印被人破开，背后破解封印之人必然会现身而出，那时便能知晓梁一笑的真实身份是谁了。而且这次罗天大会聚集了个宗的强者，都是为了得到诛天剑而来，也正好借那人之手先帮清玄宗解决点麻烦再说。听到叶苍玄的计划，魔女唐悠悠兴奋道：“夫君，你好坏哦，让别人当苦力帮你解决麻烦，最后不但得不到好处，没准还得把命搭在你的手里。我还以为夫君你去了上界2000年，人都变得善良起来了呢。毕竟以前的你可不会用这种小手段，动不动就浮尸百万，杀得血流成河。”闻言，叶苍玄语气淡然地回应道：“我只是懒得动手对付一只蝼蚁罢了，站在背后看戏岂不是更有乐趣？”与此同时，在一处遍布桃花包围的凉亭中，一名弟子急匆匆地前来禀报：“公主，有消息称清玄宗要召开罗天大会了，将决定诛天剑的最终归属。”只见凉亭中优美的琴声突然戛然而止，一位头戴面纱、气质绝佳的女子抬头望天，缓缓地开口道：“可曾交代罗天大会是何人召开的？”闻言，那名弟子急忙禀报道：“是由清玄宗太上长老太仓召开的。”听到这话，女子有些诧异道：“太仓？这老家伙何时有胆量召开罗天大会了？”
若他真的有胆量，也不至于等到今天才召开。随即托起古筝站起身，口中喃喃道：“苍玄，是你回来了吗？我要好好问问你，为何一走就是2000多年没有踪影？”随后吩咐凉亭外的那名弟子通知下去，所有内门弟子宫门口集合，1个时辰后出发前往清玄宗。700年前清玄宗大乱，我没能赶到，最终只夺回了3件你留下的至宝。这一次不管你有没有回来，我都绝不允许清玄宗再出差错。得到消息的还有6大宗门的赤焰谷。得知这次的罗天大会会决定诸天剑的归属后，赤焰谷谷主赤天罡也急忙召集谷中的弟子，浩浩荡荡地向着清玄宗进发。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6大宗门之一的玄剑门以及其他各大宗门之间。一时间，无数强者纷纷动身向着清玄宗而来。与此同时，在清玄宗一处僻静的地方，叶苍玄闲暇之余开始指导徒弟希儿修炼。希儿拥有的4灵圣体最适合的便是布阵，利用4大神兽的玄魂为阵基，阵法的威能可以提升数倍。按他的话说，女孩子家的就不要打打杀杀了，用阵法兵不血刃便能解决麻烦才是最好的。若是事事都要亲力亲为，岂不是太累了？这一点你可不能跟你师娘学，她就只知道用暴力解决，一点也不斯文。听到这话，远处正在胡吃海喝的唐悠悠身子一僵，瞬间就感觉手中的鸡腿不香了，委屈地说道：“你居然嫌弃我！明明以前这些都是你教我的，说什么一力破万法，还教我打人就要拳拳到肉才爽，现在你居然开始嫌弃我了！”面对魔人小妖精般的唐悠悠，叶苍玄毫不客气的一把抓起，直接给扔回到桌子上，说道：“好好干你的饭，瞎掺和什么？你跟希儿又不一样，4灵圣体本身就是天生的阵法师。”随后又对圣女叶灵烟开始指点，当年他留下的正宗绝学10绝剑气，清玄宗没有一人能领悟其中的精髓，到现在连个真正修炼到大成的人都没有，也难怪清玄宗会落寞到如此地步。在叶苍玄亲自演示手把手的教导下，叶灵烟作为圣女本就天资卓绝，自然进步神速，很快便掌握了10绝剑气的要点，实力的提升可谓是1日千里。在教导众人修炼的过程中，时间飞逝，很快便到了罗天大会举行的日子。下届沧州有名的武者全都汇聚到了清玄宗。也正是在这天，一个神秘人偷偷地破开了诸天剑的封印，曾经威慑天下的绝世神兵诸天剑再度出世。镇压数千年的封印突然被人破开，曾经威慑天下的诸天剑再度出世。此剑跟随主人叶苍玄掌过神世过仙，更是沐浴了魔族大帝第10天的鲜血，一度成为了凌驾于地兵之上的存在。有传言能得诸天剑者乃天下共主也。神秘人潜伏在清玄宗数百年，就是为了钻研破解封印诸天剑的阵法。但若想要彻底唤醒嗜血的诸天剑，还需要收集大量的武者精血供其吞噬。也正巧遇到清玄宗召开罗天大会，无数强者纷纷动身赶往了清玄宗，在途中被神秘人拦截虐杀，为唤醒诸天剑贡献了足够的精血。除了实力强大的6大宗门以外，其余弱小的宗门以及散修全部惨遭毒手。但让神秘人感到意外的是，被唤醒的诸天剑还被人下了禁制。想要破开这道禁制，让诸天剑认主，必须要前往清玄宗一趟。与此同时，在清玄宗举行罗天大会的竞技场中，6大宗门的门主带领着弟子们纷纷赶到。玄剑门门主剑尘自认实力强绝，所以独自一人前来参加，并没有带弟子跟随。用他的话说，这次的罗天大会有他一人足矣，多带一人都是累赘。看着玄剑门门主率先到达太仓过来迎接，剑尘门主您来了，快请进。哪知剑尘闻言一脸傲娇的开口道：“你是太仓，怎么都这么老了？”听到这话，太仓也没有在意，笑呵呵的回应道：“剑尘门主客气了，在下天赋资质一般，能活到现在都算是运气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剑尘顿感无趣，摆了摆手，向着远处走去，开口道：“你先招呼其他人吧，我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就行。”哪知还没走2步，就碰上了一群人。为首之人看到剑尘，笑呵呵的说道：“这不是剑尘兄吗？怎么这次就一个人来了，连弟子都没带？”说话之人乃是6大宗门之一九幽店店主聂九幽。剑尘还没来得及回应，一个柔情似水的女性声音抢先道：“剑尘大哥何须带弟子？就凭剑尘大哥的实力，带弟子只怕会碍手碍脚吧。”来人正是6大宗门之一的合欢宗宗主姬千柔。说话间，姬千柔整个人向着剑尘靠去，媚声道：“剑尘大哥，您说是吧？”哪知肩膀还没挨到剑尘，直接扑了个空。剑尘一个闪身，快速的向后遁去，开口道：“大妹子，别这样，我对你可不感兴趣。”见到这一幕，一旁的九幽店店主不顾满脸铁青的姬千柔取笑道：“我说姬千柔啊，姬千柔，这都多少次了，你还是放弃吧。剑尘兄哪里会看得上你？”就在这时，一道豪迈的声音突然从远处响起：“各位，好久不见了。”说话之人盘坐在一头妖兽的身上，正是来自万兽宗的宗主张狂。还没等张狂与众人寒暄几句，一股恐怖的威压突然笼罩住整个竞技场，众人瞬间满脸的震惊。来人好强的实力！只见一位满头红发、浑身散发着火焰气息的男子，带着一众弟子缓缓地走进了竞技场中。诸天剑我拿定了，谁也别想和我争。然而话音刚落，一道琴声突然响起，瞬间就击溃了红发男子散发出的威压气息。红发男子心中大惊，此人的实力绝不在自己之下。只见一位头戴面纱的女子缓缓走来，开口道：“收敛一下你的气息，大家都是6大宗门，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还有，不要在这里挡路。”说话间，一道琴声呼啸而出，向着红发男子击射而去。
见状，红发男子急忙开启防御术法赤天罡，哪知秦升势如破竹，转瞬间直接破了他的防御。作为6大宗门中实力排行前列的赤焰谷谷主，赤天罡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防御竟然挡不住来人的随手一击。这时又听到那名女子语气冰冷的说道：“做人不要太狂，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说完，带着一众弟子与赤天罡擦肩而过。此女的来历，众人并不清楚，只知晓这女子性情，实力很强，数百年前横空出世，直接灭掉了6大宗门之一的天煞殿，并创办了名扬天下的玉女宫，将6大宗门之一的天煞殿取而代之。就在众人猜测此女的实力时，被唤为秦公主的玉女宫公主开口道：“既然6大宗门已至，太仓罗天大会该开始了。”闻言，太仓点了点头，纵身一跃，来到了竞技场的最中央，宣布道：“罗天大会正式开始。本次罗天大会与以往不同，共分为2个阶段，一是按照惯例由各宗门的弟子进行比试，从而决定各大宗门之间的排名；第二则是要商议出本宗的至宝诸天剑的归属。”听到诸天剑3个字，场中的人群立马热闹了起来。没想到诸天剑的传闻竟然是真的，那可是唯一一把超越了地兵的存在呀！这时剑尘的声音突然响起，盖过了众人的议论声。为啥还要分为2个阶段？直接进入第2个阶段不就好了？而且我也没有带弟子过来，真要比排名我玄剑门岂不是很吃亏？其余势力的领头人闻言也纷纷点头。这次6大宗门能聚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获得诸天剑的归属吗？就在太上长老太仓站在场中不知所措时，玉女宫公主主动开口就场道：“我不同意你们的决策，这里好歹也是清玄宗的地盘，你们既然想要别人的至宝，理当要遵守别人的规矩才是。”听到秦公主为清玄宗发声，众人也没有再多言，直接应了下来，就当是走走过场罢了。看到玉女宫公主突然为自己的宗门发言，太仓也是神情一愣，他没想到如今落寞沦落到3流势力的清玄宗，竟还有6大宗门愿意为其出头。太仓也没有多想，直接宣布了比赛规则。第一阶段，各大宗门选择20名弟子进行混战，1个时辰后，站台上还剩下的20人将进入下一轮的比拼。在各大宗门的弟子走上站台后，太仓点燃了计算时间的香烛，开口宣布道：“罗天大会第1战混战开始。”一时间，各大宗门的弟子们纷纷祭出自己的兵器。这时，有人突然大声地提出：“身为6大宗门的玉女宫，居然投靠清玄宗这种落魄的宗门，简直丢人现眼，羞于他们为伍，不如一起出手，先将他们淘汰出去，如何？”闻言，众人纷纷应和，竟直接联合一致对付起了玉女宫。面对5大宗门弟子的围剿，玉女宫的一众女弟子也是浑然不惧。为首的大师姐走上前大喝道：“想联手淘汰掉我玉女宫，就凭你们也配？”说话间，一众女弟子同时催动了手中的乐器，一时间各种音律富含着恐怖的杀机，向着联合起的众弟子们杀去。作为群攻中无孔不入的音波攻击，这时的优势就显露了出来。只见实力弱一点的弟子们已经开始东倒西歪，瘫倒在地，还能站在场中实力强一些的弟子，在经过这一波群攻的音波后，身体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势。就在竞技场中打得热火朝天之时，清玄宗某处僻静的阁楼内，魔女唐悠悠还在梦中品尝着各种美食。叶苍玄见唐悠悠还在呼呼大睡，直接一个脑瓜崩将唐悠悠唤醒，没好气地说道：“这都啥时候了还在睡？罗天大会都已经开始了。”面对5大宗门众多弟子的围攻，玉女宫的女弟子们也是浑然不惧，手中的乐器不断响起催命的音符。片刻后，战场上除了种子级的选手，普通的弟子没有一人还能在场中站立，也因此玉女宫除了为首的大师姐外，其余的女弟子们玄力也都消耗殆尽。各宗门剩下的大多也都是圣子或者圣子候选人。为了不拖累大师姐后面的排位战，一众女弟子纷纷提出主动弃赛，让场上的人数降低到20人以内。如此一来，第1场混战就能提前结束了。见此情形，负责主持的东道主太仓举手示意众人，第1场混战结束，站台上的人将直接进入下一轮排位赛。就在这时，一群人缓缓地向着竞技场走来，来人正是以叶苍玄为首的清玄宗代表。听见竞技场外传来的脚步声，以及隐约间看到的模糊身影，玄剑门门主剑尘笑呵呵地自语道：“清玄宗落魄数百年，却突然召开罗天大会，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你们的仰仗了。”一旁观众席上的各大宗门的门主见清玄宗的代表即将登场，也开始了议论纷纷。清玄宗这次召开罗天大会，敢把诸天剑作为最终的奖励，我倒要看看究竟会出现什么人物，希望别让我们失望啊！唯独玉女宫秦公主激动地站起了身，想要看看来人是不是她朝思暮想之人。哪知等了半天也没见到来人进入场内，殊不知此刻场外的叶苍玄正在跟唐悠悠互殴，缘由是因为唐悠悠赖床起得晚，错过了罗天大会召开的时间，而唐悠悠也是不愿意背这个锅，将自己起得晚都怪在了叶苍玄的头上。原来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唐悠悠又开始了作妖，偷偷潜入了叶苍玄的房间，嚷嚷着要跟叶苍玄发生点什么，好将2人的夫妻之名给落实下来。但结果可想而知，直接被叶苍玄给提着扔了出去。只不过以唐悠悠小魔女的性子，又哪里是那么容易放弃的？所以一整晚都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导致
致他一整晚都没好好睡觉。用唐悠悠的话说，但凡你昨晚安分点从了我，也不至于今天那么晚没起来。明明都同意了我做希儿的师娘，结果连跟我睡觉都不愿意。于是乎两人在竞技场的门口互殴了起来。见此情形，叶灵烟只好带着希儿先进入了场内。看着叶灵烟只有玄魂境巅峰的修为，连王境都没有到，而希儿还只是个玄魂境初期的菜鸡。玄剑门门主剑尘顿时就没了兴趣。清玄宗连点像样的角色都拿不出来了吗？一旁的九幽殿殿主聂九幽见此也是满脸的轻蔑之色。如今的清玄宗只是个三流的宗门，能拿出玄魂境的弟子参战，倒也算是不错了。至于王境，恐怕都可以在清玄宗当长老了吧。另一边的秦公主见只是2名弟子前来，激动的心情瞬间消失，坐回到了原位。然而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再次传来，只见叶苍玄满脸是伤的走进了竞技场，手中提着的唐悠悠更加凄惨，被揍得鼻青脸肿。见到来人是一位男子的身影，秦公主激动的连手中的琴都掉在了地上，不管不顾的向着下方看去，想要看清来人的模样。一旁的剑尘见到秦公主奇怪的举措，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情。像他们这种级别的强者，不说天崩于身前都能面不改色，最起码心境上能做到心如止水。但此刻秦公主一反常态，究竟是为何呢？随即看向下方的叶苍玄，心中想到，难道是因为此人吗？一介炼体初期的角色，还是说此人肩膀上的小女娃？然而当他仔细的一番查探后，心中大惊，他竟完全看不出那女娃的深浅。一旁的秦公主这时也回过神来，捡起落在地上的古筝，满脸失望的神色。此子并非她朝思暮想之人，虽然身形体态都很相似，但气息和长相都差了一丝。随即心中释然的想着，也是，倘若真的是他回来了，又怎会还召开罗天大会这种小把戏？以他的性格，恐怕6大宗门一日之内全部会被灭门了吧。另一边下方的叶苍玄打着哈欠开口道，这就是6大宗门吗？改变还挺大的呀。紧接着视线突然看到了上方玉女门所在的区域，他也成了6大宗门之一了吗？其手中的大圣遗音本就是我为他打造的，他若想要，根本就不需要抢啊。想到此，急忙向着远处的太仓传音道，可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闻言，太仓也传音向他解释道，6大宗门的势力发生了一些变更，一个宗门被玉女宫取代，而且玉女宫的秦公主对我们清玄宗似乎很有好感，曾多次为我们维护开口，要不是她，恐怕早就打起来了。还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这次的罗天大会除了6大宗门，其余的1流、2流势力也都知晓，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影。闻言，叶苍玄眉头微皱，心中想到了什么，开口说道，有点意思，看来猎物已经上钩，好戏快要开始了呀。这时肩膀上的唐悠悠闻言询问道，6大宗门齐聚在此，你等的重头戏还不知敢不敢来？听到这话，叶苍玄早有准备，笑眯眯地解释道，那人只要想用诛天剑便一定会来，因为我在诛天剑内布置了一个禁制，要么为清玄宗护道100年，要么就帮助清玄宗解决一次灭宗的危机，否则上面的禁制不消，永远无法认主。现在不正好是清玄宗灭宗的大危机吗？你说那人他能不来吗？闻言，唐悠悠笑呵呵地说道，夫君你好坏呀，不过我喜欢。这时太仓上台宣布道，接下来第2场将进行宗门排位战，参赛选手加上清玄宗2位，一共16人，将会按照对战牌上的名字随机挑选对手，2人交战，胜利者将进入下一场排位，以此来比试出最终的赢家。就在竞技场中，宗门排位战即将打响之时，清玄宗50里外的万灵山中，破开诛天剑封印的神秘人此刻还在杀戮。按照诛天剑中的禁制要求，他选择了帮助清玄宗解决这次的危机。除了正在参赛的6大宗门以外，其他的所有势力全部被其屠戮一空。若非诛天剑中还存在着一个禁制，他都想直接回魔族去了。不过虽然麻烦了点，但通过吸收这些武者的精血，也让他的实力重新回到了巅峰时期。再配合手中的诛天剑，即使是面对6大宗门齐聚，他也有信心将其一并铲除。没想到受万众瞩目的宗门排位战中，竟出现了一位只是玄魂境初期的小菜鸡，这让各大宗门的大佬们纷纷嘲笑不已。清玄宗都破罐子破摔到这种地步了，随便选个入门级的菜鸟就来凑人数吗？面对各大宗门的嘲讽，叶苍玄眉头微皱。这时太仓公布了第1局的比试人员，正是清玄宗的叶灵烟对战赤焰谷的宋晓。观众席上的九幽殿殿主聂九幽见此，看向一旁的赤天罡，笑呵呵地说道，天罡兄，若我没有记错，那宋晓应该是你的关门弟子之一吧？有信心赢下清玄宗的弟子吗？闻言，赤天罡伸出了3根手指，自信道：“3招必赢，区区一个玄魂境罢了，而且还是清玄宗的弟子，3招也算是看得起他了。”听到这话，同样在观众席上的唐悠悠忍不住大笑了起来，笑死我了！夫君，你听到了吗？他居然说他的弟子能3招赢灵烟。闻言，叶苍玄摆了摆手，不以为然地说道：“这也很正常，毕竟他们又教不出能够轻松越级挑战的弟子。”听到2人的嗤笑声，赤天罡站起身怒斥道：“小家伙口气倒是不小。”随即哈哈大笑道：“轻松越级战胜我的弟子，这真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大的笑话。”闻言，叶苍玄眉头轻挑，语气平淡地说道：“怎么，你不相信？
那要不给这次的比试添点彩头如何？赤天刚听到这话，满脸不屑地说道：“我倒是无所谓，只不过就你们现在的清玄宗都成了三流宗门了，还能拿得出什么好东西？难不成还能把朱天剑提前给我不成？”听到朱天剑3个字，其余的宗门领头人也都围了过来。见自己的目的达到，叶苍玄笑呵呵地说道：“朱天剑确实不错，但毕竟是罗天大会第2阶段要用到的兵器，不过其他的好东西我倒是不缺。”说话间，一道光芒出现在他的手中，此物乃是地品的玄宝，名为玄天珠，内蕴一个小世界，可以用来困敌，也可以帮助门内的弟子们修炼。只要提供的玄气足够，可以自由控制玄天珠内小世界的时间流速。时间类地品玄宝的价值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用来当做此次对赌的彩头如何？看到清玄宗还能轻易拿出一件地品的玄宝，赤天刚心中有些悔不当初。早知道700年前那次的搜刮，就应该将清玄宗给掘地3尺的。想到此，对自己关门弟子充满信心的他，随即拿出了一柄同样是地级的清风剑当做彩头。见此，叶苍玄毫不在意的开口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同样是3招，不管你那弟子是攻击也好，防御也罢，只要3招后没输，这玄天珠就是你的了。但你的那柄清玄剑就算了，地品玄宝我太多了，拿着也没用。这样吧，若你输了，只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跪下，大声的说一句我错了，不该小觑清玄宗的弟子就行。”听到叶苍玄轻蔑的话语，赤天刚瞬间大怒，脚下的地板顿时出现了一道道裂痕。见状，叶苍玄神色淡然的乐呵道：“怎么，你是不敢吗？”怀中的唐悠悠见此，也是添油加醋的嘲讽道：“胆小鬼，要是不敢就算了。”这让赤天刚哪里能忍，直接开口答应了下来。见计谋得逞，叶苍玄露出了玩味的笑容。而此刻的叶灵烟已经来到了站台上，台下的小希儿手舞足蹈的为其加油助威。同一时间，赤焰谷关门弟子宋晓也来到了站台上，其身后也有无数赤焰谷的弟子为其助威。开战前，叶灵烟双手抱拳，做出了最基本的礼仪：“清玄宗叶灵烟，请指教。”哪知宋晓闻言，一副鄙视的手势轻蔑道：“区区一个玄魂境，你还不配！”随着太仓的一声令下，比斗正式开始。声音落下，宋晓率先发起进攻。砰的一声，宋晓一脚踏出，仿佛地震一般。下一秒，整个人都消失在了原地。一招击出，整个比斗台都被火焰所笼罩，恐怖的威势堪比王境巅峰的全力一击，这让台下的观众不禁为叶灵烟捏了一把汗。这也是他一个玄魂境能抵挡得了的。面对一团急速呼啸而来的恐怖火焰，叶灵烟持剑站在原地，神色淡然。下一秒，挥剑斩出，直接动用了10绝剑气之一的吸金剑诀。吸金剑主杀法，剑气快如闪电，犀利无比。两者碰触间，爆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宋晓的一击直接被叶灵烟给一剑破开。见状，宋晓双眼赤红，捏紧了拳头。动用禁术的他浑身被火焰包裹，怒声道：“你为什么要接住我的第一招？你没接住，我就不用施展禁术了。”他知晓，如果3招内不能击败叶灵烟，让谷主赤天刚输掉比赛的话，那么迎接他的将是比施展禁术损耗根基还要凄惨的下场。施展禁术的宋晓体内的玄气不断涌出，携带着焚尽一切的火焰，向着叶灵烟杀去。看着场内爆发出能比肩黄境的宋晓，赤焰谷的弟子们纷纷激动不已。赢定了，对方不过是一个玄魂境，就算是自爆也抵挡不住这种攻击吧。观众席上的赤天刚见状也是喜笑颜开，看向一旁的叶苍玄得瑟道：“现在你还有信心赢得了比赛吗？”闻言，叶苍玄一副看傻子的表情回应道：“你的目光就只局限于此了，为何不看看上面发生了什么？”顺着叶苍玄手指的方向，赤天刚抬头看去，只见战场的上空一道道雷霆之力凝聚而成，这等不亚于黄境的雷霆之力，又岂是一个玄魂境的小女娃能施展呢？场内的叶灵烟看着上方凝聚出的雷霆之力，露出了自信的笑容。面对呼啸而来的宋晓，直接把剑迎了上去，一剑斩出，天上的雷霆之力仿佛受到了指引，宋晓整个人瞬间淹没在了雷电之中。片刻后，带的雷电之力消散，宋晓的身体坠落，重重的摔在了地上。看着场中持剑而立的叶灵烟，围观的群众忍不住发出了惊呼声，这是玄魂境该有的实力。清玄宗不是沦落到3流宗门了吗？怎么一个玄魂境都能这么强？看着场上的战斗已经结束，叶苍玄来到赤天刚的身后，笑呵呵地说道：“我赢了，是不是该履行赌约了？”闻言，赤天刚瞬间满脸的阴沉，紧接着露出了一副奸诈的表情，说道：“你赢了又如何？似乎当初我们立下赌约时，并没有明确的说出执行时间吧？所以我晚一点执行也不算违约。”听到此人不要脸的话语，叶苍玄也没有动怒，询问道：“敢问你准备晚多久呢？”闻言，赤天刚笑呵呵地说道：“放心，在这一次罗天大会结束，朱天剑的最终归属确定后，我就执行赌约。只不过，若在此之前你不小心死掉，那就很可惜，赌约就自然作废了。”看着赤天刚一副吃定了的模样，唐悠悠捂着肚子笑得合不拢嘴。夫君，你听到了吗？他觉得你会死在罗天大会中呢，你说是不是很好笑？闻言，叶苍玄毫不在意地说道：“也正常，毕竟他又不认识我。”这时，场内的太仓开口打断了众人的议论声。此次比试胜者是清玄宗的圣女叶灵烟，接下来请第2轮对战选手入场。一连比试了多场，3炷香后8强之战进入了尾声。最后一场，清玄宗叶希儿对战合欢宗圣子吴涛。
他本是一名流落街头的小乞丐，巧遇恩师，就此踏上了修仙之途，以4大神兽的精血铸造完美的根基，觉醒了万中无一的4灵圣体，成为了宗门排位战的种子级选手。从未打过架的叶希儿心中忐忑不安，在圣女叶灵烟的安慰鼓励下，希儿鼓起勇气登上了万众瞩目的比斗台。看着这位只有玄魂境初期的小菜鸡，四周观战的群众们一片哗然，嘲笑不已。堂堂清玄宗，曾经9玄大陆的第一宗门，如今却随便拿个弟子是出来凑人数的吗？然而很快，这些出言嘲讽的人就惨遭打脸。只见一道身影一跃而起，登上了比斗台。来人正是希儿的对手和欢宗的大弟子吴涛。看着面前连说话都紧张到结巴的小希儿，吴涛邪魅一笑，开口道：“多可爱的小女孩呀，打打杀杀的有什么意思？不如我们换一种比斗方法如何？而且还能够提升修为哦。”对付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吴涛的经验丰富，可谓是手到擒来。哪知希儿闻言却满脸天真的开口道：“灵烟姐姐跟我说了，让我一开始就全力以赴的出手。”听到这话，吴涛哑然一笑，继续蛊惑道：“既然你想要分出胜负，可以用我们和欢宗的比斗方式和我双修，我们就比比看谁双修后提升的修为多。这样一来，你玄魂境初期的修为也不用担心和我这个玄王比斗中受伤了，岂不是两全其美？”然而希儿接下来的话却让吴涛傻眼了。为什么你会认为我赢不了你呢？明明我已经赢了呀！还没等满头问号的吴涛想明白，一个大阵突然出现在他的脚下，顿时一股恐怖的重力压在了吴涛的身上。直到此刻，吴涛才明白希儿刚才的话中之意。见吴涛趴在大阵中无法动弹后，希儿才开口解释道：“我一开始就布置好了阵法，是你自己连看都没看就走进来了。”紧接着掰起手指头，一脸天真的数着，有朱雀火阵、玄武重阵，还有青龙立阵等等，一共13个阵法呢，你居然连一个都没有发现。听到这话，吴涛整个人都麻了。这时希儿想起叶灵烟登台前的交代，比斗时一定要全力以赴，随即也没有多想，果断双手掐诀，操纵着13个大阵同时运转。在身后4大神兽的玄魂加持下，阵法的威力再次提升。轰的一声巨响，整个比斗台瞬间被烟尘笼罩。片刻后，待得烟尘散去，希儿露出了满脸疑惑的表情：“他人呢？怎么不见了呀？”看着还傻站在比斗台上寻找吴涛的希儿，叶灵烟上前呼喊道：“希儿，可以下来了。”闻言，希儿转过身，有些意外地询问道：“灵烟姐姐，我已经打完了吗？可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我都还没开始呢，还有很多阵法没有使出来。”听到这话，叶灵烟满脸汗颜地解释道：“可不是谁都能像公子一样，能够站在你的大阵里面指点。你的对手吴涛现在都已经没了。”看着下方跟着叶灵烟离开的希儿，观众台上顿时一片哗然，这是什么鬼？吴涛直接被秒了？这小丫头只有玄魂初期而已，怎么可能会这么强？而和欢宗的弟子们更是不敢相信，他们引以为傲的大师兄就这么没了。只有玄剑门的门主剑尘看出了端倪，开口道：“真是一群蠢货，你们就不知道仔细感知下，这丫头是什么体质吗？那可是千年难得一见的4灵圣体，而且还拥有着4大神兽的玄魂，以神兽玄魂为阵基布置出的阵法，想越级挑战还不跟喝水一样简单。”听到这话，其余6大宗门的门主才恍然大悟，清玄宗居然还能培养出这种天骄，这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听到4周的议论声，清玄宗太上长老太仓急忙咳嗽了一声来掩盖住内心的喜悦，随即宣布8强之争结束，接下来将进入4强之争的比拼。与此同时，一名身穿紫袍的神秘人已经来到了清玄宗的山脚下，正是那位潜伏清玄宗数百年，谋划窃取诸天剑之人。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到手的诸天剑中，居然还被人下了禁止，只有守护清玄宗一次才能认主。而眼下正好是清玄宗的危机时刻，只要将来犯的6大宗门全部解决，这柄震慑天下的诸天剑就是他的了。想到此，神秘人拿出了一张面具法宝，此物可以完美的隐藏佩戴之人的本源气息，如此一来，即使是与6大宗门开战，也不会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随着神秘人戴上了面具法宝，一个熟悉的面孔显露了出来，正是清玄宗开山老祖叶苍玄的模样。清玄宗，你们的老祖回来了。同一时间，在竞技场内的观众席上，叶苍玄感受到了什么，转头看向了清玄宗宗门的方向，自语道：“总算是来了吗？好戏终于要开始了。”原本人声鼎沸的宗门排位战，随着一个身影的到来，突然变得寂静无比。因为此人正是消失了数千年，早已飞升仙界的炼体老祖叶苍玄。看到来人，所有宗门的大佬们都难以置信，居然真的有人能从上界成功的返回。在对手中的画像进行比对后，发现此人确实是曾经留下无数传奇的叶苍玄。就连清玄宗的太上长老太仓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是他们的老祖回来了。然而让众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真正的叶苍玄此刻其实就在观众席中。唐悠悠看到这一幕，笑得合不拢嘴。夫君，你看到了吗？这人装你装的还挺像的。被人冒充的叶苍玄听到这话有些恼怒，就你话多，老实点，给我好好看戏。看着来人手持诸天剑，众人全都信以为真。6大宗门齐聚清玄宗，本就是为了诸天剑而来。此刻见正主手持诸天剑出现，宗门排位战也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赤焰谷谷主赤天罡性子急，从观众席上一跃而下，开口道：“就算你叶苍玄亲至又如何？曾经的天下第一，在我等眼中不过是个2000多年的老人罢了，保不准是在上界混不下去才滚下来的。”
交出你手中的诛天剑，否则今日休想完整的离开。”假冒叶苍玄的神秘人闻言乐呵了起来，开口道：“好久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了，区区一个尊者连圣人都没有到，当真是好胆。”说话间，一股恐怖的威压释放而出，赤天罡一时间冷汗直流，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心中想着此人好强的气息。见被自己吓得浑身颤抖的赤天罡，神秘人笑呵呵地说道：“只要你能赢了我，这柄诛天剑就是你的了。”闻言，赤天罡压制住心中的恐惧，直接释放了全身的修为，怒喝道：“一个返回下界之人，就算你是圣人境，现在的实力也是10不存1了吧？我也不见得会输。”说话间，一个巨大的火球凝聚而出，随即呼啸着向着神秘人击射而去。见状，神秘人只是抬手间一掌拍出，恐怖的火球瞬间被拍得4分5裂。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赤天罡的用意，火球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赤天罡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火焰气息笼罩整个比斗台。如此一来，专修火焰功法的赤天罡便能如鱼得水。只见赤天罡的身影被火焰气息笼罩，快速地穿梭在比斗台中。同一时间，还有一道由火焰凝聚的分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神秘的身后。见状，一眼便能看穿的神秘人乐呵道：“佯攻嘛，小孩子玩的把戏而已。”随即单手掐诀，一个法印凝聚而出，向着后方的火焰分身击射而去。砰的一声，火焰分身的身上出现了无数道裂纹，下一秒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同一时间，赤天罡的真身从上方出现，全力的一脚犹如泰山压顶般朝着神秘人攻来。紧接着，一道响彻整个竞技场的碰撞声传出，二者碰撞时产生的余波扩散到观众席，无数宗门弟子被冲击得东倒西歪。待得烟尘散去，两道身影出现在比斗场中。神秘人轻而易举地挡住了赤天罡的全力一击，开口笑呵呵地说道：“这就是你的全力了吗？还真是让人失望啊！”闻言，赤天罡瞬间暴怒一跃而起，直接动用了宗门传承已久的禁术灭仙烈焰。刹那间，恐怖的火焰携带着焚尽一切的威能，向着下方比斗台上的神秘人呼啸而去。见此一幕，观众席上的众人一片哗然，场中的站台竟直接被其给轰没了。看到这一击的效果，赤天罡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居然敢小觑我，你也不过如此。然而话音刚落，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神秘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笑呵呵地说道：“这一招的威力在攻击方面确实不错，只可惜速度实在是太慢了。”随即一指击出，正中赤天罡的面门。赤天罡毫无反抗之力的瞬间倒飞了出去，重重地砸进了竞技场的墙壁中，直接被重创没了再战之力。做完这些，神秘人落到了地面，语气玩味地说道：“这便是现如今沧州6大宗门之一的实力吗？是否有些太弱了？”随即看向观众席上其他宗门的门主，开口道：“别告诉我你们也跟他一样弱。”话音刚落，观众席上无数名弟子纷纷出声，为自己的宗主打抱不平，怒骂声不绝于耳。见此情形，九幽殿殿主聂九幽和欢宗宗主姬千柔以及万寿门门主张狂纷纷跳进了比斗场中，三人成包围之势将神秘人团团包围。即使不为了诛天剑，哪怕是为了6大宗门的面子，三人也都坐不住了。见此情形，神秘人浑然不惧，嘲讽道：“如果你们能逼得我用出诛天剑，那我也可以饶你们一命。”听到如此狂妄的话语，三人哪里能忍？二话不说，直接同时向着神秘人发起了进攻。面对3位尊者级强者的围攻，神秘人只是轻轻地跺了跺脚，一脚之力恐怖如斯，竟直接将3人给震飞了出去。身为下界顶尖势力的一宗之主，3位尊者也都是身经百战之人。九幽殿殿主聂九幽双手旋力环绕，率先打破了神秘人散发出的威势，紧接着快速地向着神秘人杀来。然而面对如此犀利的一击，神秘人却只是抬了抬腿，直接将其给顶飞了出去。飞向空中的聂九幽对着其余2人怒喝道：“还不出手！”随即双手释放出一股诡异的能量，向着神秘人呼啸而去，想要将其束缚。同一时间，和欢宗宗主姬千柔深吸了一口气，紧接着一道道强悍的音波向着神秘人杀去。万寿门门主张狂紧随其后，一拳轰向地面。只见一头半仙境的龙蛟破土而出，巨口中瞬间凝聚出一个恐怖的能量球。然而面对3人即将攻来的杀手锏，神秘人神色淡然地拔出了腰间的诛天剑，一剑斩出，恐怖的剑气势如破竹般，直接将半仙境的龙蛟给劈成了2半，连带着后方的聂九幽也被这一剑斩杀。围观的众人怎么也没想到，6大宗门的3位尊者级强者，竟连神秘人的一剑都难以抵挡。见此情形，观众席上的玄剑门门主剑尘也是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心中想着：这就是诛天剑的威力吗？让一个不过仙人初期的修士，竟能爆发出堪比仙王境的威力。想到此，剑尘露出了兴奋的神色，随即一跃而起，跳进了比斗场中，将腰间的佩剑重重地插在了地上，战意澎湃地看着神秘人开口道：“希望你的剑法不会让我失望。”6大宗门齐聚清玄宗都是为了诛天剑而来，但唯独剑尘是个例外，他来此就是为了跟传说中的清玄老祖交手。剑尘只恨自己没有生在3000年前那个有着无数天骄崛起的年代，没能与他们争一争通往上界的升仙之门。若眼前的神秘人真的是传说中的那位以一己之力力压天下群雄的叶苍玄，也不枉他千里迢迢的来此一趟了。剑尘没有犹豫，直接向着神秘人杀来。2人碰撞的一瞬间，发出了一声巨响，
碰撞时产生的能量波向着四周蔓延。感受到剑尘释放出的境界修为，神秘人终于正视了起来，开口道：“未入上界，你却能踏入仙人之境，万年难得一见的红尘仙吗？”说话间，一击试探后，二人各自分开。看着神秘人手中诸天剑所散发出的威能，剑尘扔掉了手中的佩剑，招了招手，顿时一柄名为紫云的玄冰从剑鞘中飞出，稳稳地落到了剑尘的手中。紧接着，二人同时发起了进攻。可让剑尘没想到的是，只是一次碰撞，手中名为紫云的玄冰瞬间布满了裂纹，与对方的诸天剑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看着碎掉的玄冰，剑尘也是神情一愣，随即释然地想着，不愧是诸天剑，果然厉害。紧接着，重新从剑鞘中召唤出一柄玄冰，再次向着神秘人攻去。见来势汹汹的剑尘，神秘人挥手一剑斩出，一道剑气快速地朝着剑尘击射而来。下一秒，剑尘手中的玄冰再次断裂。见此情形，剑尘急忙后退，拉开了距离。对方手中的诸天剑远远超出了他心里的预期，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玄冰能够比拟的。果断扔掉了手中的剑柄，毫不畏惧地再次朝着神秘人冲去，途中大声吼道：“剑来！”顿时地上的剑鞘闪过两道流光，两柄名为无声和紫天的玄冰激射而出，稳稳地落到了剑尘的手中。一番操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停顿。剑尘双眼通红地朝着神秘人劈来，神秘人见状举起诸天剑格挡，仅仅只是一次碰触，名为无声的玄冰瞬间断裂。剑尘再次挥动另外一柄玄冰斩出，结局也是同样如此。道一永劫，剑来！剑尘怒吼道。一套剑技，剑尘仅仅只是使出了5招，却一连碎掉了5柄玄冰，哪怕是如此，也没能阻挡剑尘进攻的节奏。二人的碰撞声伴随着玄冰断裂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竞技场。随着二人的大战进入到了白热化，围观的群众甚至都看不清双方的身影，速度之快，只能看得清源源不断的玄冰从远处的剑鞘中呼啸而出，漫天的剑影在整个竞技场中飞舞。不知过去了多久，剑尘一连斩出了999击，也意味着他锻造的玄冰已经所剩无几，而接下来的一击也称得上是他最强大的一击，拥有着斩仙之能，被其唤作灭仙。随着剑尘的一声怒吼，恐怖的剑气犹如潮水般向着神秘人激射而来。一直神色淡然的神秘人面对这一剑，也是不得不郑重起来，全力以赴。最终虽然成功的挡了下来，但也因此受了些许的内伤。他没想到一位红尘仙居然能爆发出如此实力，这一击已经堪比仙王的层次了。然而下一秒，神秘人突然色变，只见剑尘漂浮在空中，无数道剑气散布在四周。剑尘使出了从未动用过的禁术斩天，这一击即使能将神秘人斩杀，剑尘也会根基破损，伤及本人，可谓是伤敌1000，自损800。就在这时，围观群众的佩剑突然纷纷出鞘，无法控制地朝着空中的剑尘呼啸而去。漂浮在空中的他周身被剑气环绕，刹那间四周所有修士的佩剑仿佛受到了指引般纷纷出鞘，无数柄玄冰从观众席上冲天而起，漫天的剑影围绕在他的四周翩翩起舞。看到这一幕，观众席上的唐悠悠瞪大了眼睛，这一招的威力都能破戒了吧？叶苍玄闻言审视了一番，开口道：“若是在2000年前，的确能够破戒，甚至能剑开仙门，飞升上界了。此人的确厉害，只可惜错生了时代。”说话间，由无数柄佩剑组成的巨剑出现在空中，随着剑尘一手指出，巨剑携带着恐怖的威能向着神秘人杀去。见此情形，神秘人也不得不动用本源之力，体内的玄力疯狂地涌出，顷刻间诸天剑便散发出滔天的威势。神秘人用力挥动，向着上方的巨剑劈去，两股能量在众人的注视下碰撞在了一起，砰的一声，惊天的巨响传出，能量余波犹如潮水般向着四周蔓延。叶苍玄抬手释放出一个保护屏障，将这股余波给隔绝在外，开口道：“这两人要是能再厉害点，即便是当前属于末法时代，也完全可以强行开启仙门了。”话音刚落，余光突然看到玉女宫所在的方向，没想到秦公主竟也能轻松地抵挡这股余波，而且她周身散发出的修为证明，秦公主已经在末法时代强行开启过仙门了，这让叶苍玄不免有些诧异起来。片刻后，待的烟尘散去，两道身影出现在竞技场中。剑尘拖着断掉的右手已经油尽灯枯，他很遗憾，即使是动用了最后的禁术，也未能击败眼前的神秘人。而且这种程度的战斗，传说中的仙门也没有开启，这辈子注定是去不了上界了。而反观神秘人却是完好无损。对于剑尘这个对手，神秘人还是由衷的感到钦佩。痴迷于战斗的武者总是能让人惺惺相惜。在解决了5位宗门的最强者后，神秘人环顾四周，开口道：“现在应该没有人还想要我手中的诸天剑了吧？”哪知话音刚落，一个女性的声音突然响起：“我对诸天剑本就没有兴趣，只不过你为何要冒充叶苍玄？”说话之人正是玉女宫的秦公主。听到这话，神秘人脸色大变，眉头紧皱。此女难不成认识叶苍玄？怎么可能？下界能与叶苍玄同一时代之人，应该早就死完了才对啊！随即开口，神色淡然地应付道：“秦公主莫要说笑，我本就是叶苍玄，又何来冒充一说？”哪知秦公主闻言直接一声冷哼：“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你忽然出现在清玄宗，还替清玄宗解决了这一次的危机，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你不该冒充叶苍玄，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说明这其中定有我不知晓的阴谋。至于玩笑，我本就是叶苍玄的女人，岂会连我自己的男人都分辨不出？一时间，整个竞技场都变得寂静无比。紧接着，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热潮，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秦公主居然是炼体老祖叶苍玄的女人。同样坐在观众席上的唐悠悠听到这话，立马不爽了起来，晃着叶苍玄的脑袋质问道：“夫君，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跟他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了？”一时间，叶苍玄整个人都麻了，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晓，何时又多出一个女人来了。神秘人听到秦公主的话语，也是神情一愣，心中想着此女究竟是何来历？如果真是叶苍玄那一代的人，怎么可能活到现在？因为就算是他们魔族，都不一定能有这么长的寿命。就在神秘人思索之时，秦公主脚尖轻点，妙曼的身影转瞬间就来到了竞技场中，看着面前的神秘人，继续开口论证道：“手持诸天剑对付区区一个红尘仙，居然都能受伤，我的男人又岂会那么弱？别说只是一个红尘仙，哪怕是仙王，在他的眼中也不过是个垃圾而已。”听到这话，神秘人变得沉默起来，因为此女道出的全是事实。随着秦公主不断说出神秘人的破绽，曾经的往事也被缓缓地揭开。原来早在1000年前，秦公主在下界便已经是红尘仙了，其实力早已能够在这末法时代强行破开仙门，飞升仙界。之所以没有离开，就是为了等叶苍玄归来。可这一等便是1000多年，朝思暮想之人却迟迟未归。于是他便决定突破到仙王境，强开仙门，飞升上界，去寻找叶苍玄的消息。哪知700年前，他好不容易在上界寻到了叶苍玄的消息，却又收到了下界沧州的清玄宗有难。清玄宗乃是叶苍玄一手创办的宗门，所以他不得不救，最终返回到了下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清玄宗被灭了大半。后来他发现这里面是有蹊跷，就凭6大宗门那群连开仙门都做不到的垃圾，又如何能灭得了清玄宗？一番查找后，他找到了一些线索。下界留存的有关叶苍玄的画像全被人调了包，就连清玄宗内的祖师画像也被人换了样子。那时他便知晓这一切的背后，定是有人在谋划着什么，所以他便一直隐藏在下界观望，想看看究竟是何人在操纵这一切。结果这一等便是700年，直到今天他才终于确定，眼前的神秘人就是幕后的凶手。听到秦公主揭露了事实的真相，神秘人也不再隐瞒，发出了邪恶的笑声。没想到千算万算，最终却算漏了上界。说话间，神秘人一把扯掉脸上的面具，顿时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被光芒环绕，一根尖刺从额头上长出，变成了长长的犄角，露出了魔族才有的形态。神秘人直接现出了自己的真身，怒喝道：“吾乃魔族之主，地煞天是也！吾乃魔族之主，地煞天是也！”一声暴喝响彻了整个竞技场。谁能想到，堂堂一位魔族之主，竟潜伏在下界的清玄宗数百年。现出真身的魔主也不再遮掩，解开了体内封印多年的禁制。已经很久没有放开一切的他，只感觉此刻浑身无比的舒畅。以他现在的实力，再配合诸天剑，在这下界又有何人能够抵挡？即使眼前的玉女宫公主秦慕雅是上界的来人，他也浑然不惧。地煞天提着手中的诸天剑，一往无前地朝着秦慕雅杀去。然而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一道身影转瞬间就挡在了他的前方。来人仅仅只是伸出了2根手指，就挡住了他雷霆万钧的一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竟能徒手接下超越地兵的诸天剑？魔主地煞天满脸的震惊之色，无论他如何用力，手中的诸天剑却是纹丝不动。来人正是观众席上看戏许久的叶苍玄，搞不清对方身份的地煞天急忙后退，满脸凶狠地开口询问道：“你究竟是谁？”哪知叶苍玄闻言只是一声冷哼，直接将其无视，转过头看向了身旁的秦慕雅，随即温柔地摸了摸秦慕雅的头，开口道：“这些年麻烦你替我照顾清玄宗了。若非是你，没落的清玄宗恐怕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被其他的小宗门给分食殆尽了。”感受到曾经最为熟悉的举动，秦慕雅满脸急切，语气结巴地询问道：“是你吗？”从叶苍玄口中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秦慕雅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直接扑进了叶苍玄的怀里。1000多年的朝思暮想，苦苦等待，如今终于如愿以偿的再次相见。他不知晓叶苍玄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但模样发生了变化，就连身上的气息也变得和以前不同。看着竞技场内2人卿卿我我的举动，观众席上的唐悠悠忍不住捏爆了座椅，浑身散发着恐怖的煞气，咬牙切齿道：“这个狐狸精，老娘要弄死他！”感受到观众席上唐悠悠的煞气，秦慕雅满脸诧异地询问道：“苍玄，那个小女娃是谁啊？别告诉我你已经成婚还有了孩子。”听到这话，叶苍玄有些无语地解释道：“你连她都认不出了？她是唐悠悠啊！你们斗了那么久，不会还没见过她的真身吧？”闻言，秦慕雅这才反应过来，紧接着一脸醋意的冷哼道：“所以你回来后先找的是她，而且找到后居然都不来找我。”看着2人没完没了，不分场合的叙起了旧，魔主有被冒犯到，咬牙切齿的想着：此番此景是给你们谈情说爱的时候吗？注意到地煞天凶狠的眼神，叶苍玄活动了下筋骨，乐喝道：“在下姓叶，名苍玄，是这清玄宗的开山祖师，也是你一直在冒充的人。没想到吧，魔主大人！”听到叶苍玄3个字，地煞天怒意滔天，就是因为你，
我魔族千年无主，没落至极。说话间，快速的点向自己的穴位，顿时被点的穴位瞬间爆裂。地煞天直接动用了魔族的禁忌暴血术，将一身实力提升了数个档次，可见其对叶苍玄是有多么的忌惮。然而即便如此，一连数次进攻，竟连叶苍玄的衣角都没有碰到，手中的诸天剑每次全力的劈砍，都被叶苍玄轻松的避开。叶苍玄只是伸出手指轻轻一弹，携带雷霆万钧之力的诸天剑瞬间被弹开。感受到叶苍玄轻视的举动，地煞天体内的魔力在疯狂的涌动，攻击速度再次提升了数倍。然而漫天的剑影也没能碰到叶苍玄丝毫，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犹如鸿沟。对于不断疯狂进攻而来的地煞天，叶苍玄只动用了2根手指，打了半天，叶苍玄连1分实力都未动用，顿感无趣。这种攻击程度实在是太差劲了。在叶苍玄一连轻视和贬低下，地煞天仰天长啸一声怒吼，浑身散发出的魔气向着四周蔓延开来。今日他要聚集魔族亿万族人的信仰之力，将叶苍玄斩杀于此。哪怕是因此肉身泯灭，他也在所不惜，只为他魔族能在这沧州没有后顾之忧。与此同时，随着地煞天的魔气不断蔓延，沧州青蓝城中隐藏的魔族同时感应到他们的魔主遭遇了大敌，需要他们的帮助。同一时间，无数魔族之人纷纷现出了真身，将自己的信仰之力贡献给了他们的魔主。顷刻间，无数道信仰之力犹如潮水般快速地向着清玄宗的竞技场中涌来。在这股海量的信仰之力的推动下，地煞天直接突破到了神王境巅峰的境界，紧接着再次破境进入了神尊的范畴。即便是在上界能入神尊者也是寥寥无几。只见突破到神尊境的地煞天形态开始进化，随着一股能量爆炸开来，地煞天散发着强悍的威势，从能量漩涡中缓缓走出。感受到体内磅礴的能量，配合上强化后的肉身，已然拥有了半步神皇的实力。地煞天心中充满了自信，同时心中又有些可惜。若是肉身能再强一些的话，或许能借助这次的脱变，能一举跨入神皇境，甚至有机会触摸到大地的门槛。然而面对此刻不可一世的地煞天，叶苍玄却是神色淡然地开口道：“半步神皇而已，就算你真的是个神皇，那又如何？在我眼中，你依旧弱得可怜。堂堂半步神皇，超越神尊境的强者，哪怕是在上界九州，也是一方顶尖霸主的存在。如今在这下界沧州，却被人说是垃圾，这让魔主地煞天哪里能忍？难不成只有上界主宰一州的大帝才能称之为强者吗？”然而他不知晓的是，在叶苍玄的眼中，即便是大帝也同样没有脱离弱者的范畴。当年他一人顺着通天榜打遍了上界的强者，其中能排在通天榜前列的，无不是大帝级的存在。可在他的面前，大帝也不过是能与其一战的对手罢了。为了阻挡叶苍玄的脚步，九州的大帝联手布置了九州灭神阵，可最终还是被叶苍玄一人给杀得人仰马翻，这才奠定了叶苍玄通天榜榜首的位置。此刻一身实力提升了数倍的地煞天，自信心前所未有的高涨。今日无论如何，他也要手刃叶苍玄，来洗刷2000年前魔族惨败的耻辱。一身魔力疯狂地涌入手中的诸天剑，随着地煞天的一剑斩出，一柄巨大的剑影快速地向着叶苍玄杀来。感受到这一剑已经突破了半步神皇的极限，叶苍玄乐呵了起来，开口道：“哎呦，不错，要是能再加点法则气息，都有大帝招式的味道了呢。”说话间，体内的玄力开始涌动，紧接着一拳轰出，巨大的人形幻影出现在其上方。电光火石间，幻影的拳头与巨剑相撞，一声惊天的巨响传遍了整个清玄宗。两者碰撞间，巨剑瞬间被击碎，拳头势如破竹般向着地煞天杀来。见状，地煞天反应迅速，一个闪身直接消失在了空中，下一秒出现在叶苍玄的背后，手中的诸天剑快速袭来，哪知却被叶苍玄的2根手指稳稳夹住。地煞天震惊无比，此人究竟是什么实力？自己的实力都提升了数倍，但还是被对方轻松的拿捏。然而叶苍玄却不过是一个入门级的炼体境修士而已，严格意义来说还未踏入修仙之途，只不过这个炼体境被他练到了极致罢了。地煞天又哪里会相信这只是炼体境？面对地煞天这种级别的对手，叶苍玄只感觉索然无味，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想到此，一拳快速的向着地煞天轰去，仅仅只是一拳，地煞天连反应的余地都没有，瞬间被当场轰飞了出去，直到撞上了竞技场的墙壁才停了下来。一代魔主半步神皇的存在，就这么败在了叶苍玄的手中。对此，叶苍玄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看着划破皮的食指，心中叹息，没想到这种级别的战斗居然都能破防，这具肉身的防御还是差劲了些，都做不到与诸天剑同程度的质量。虽然之前的肉身练到了极致，到达了滴血重生的地步，但重生一次终究会耗损本源之力。不过万幸的是，还是成功活了下来，长生劫没有被那贼老天给劈死。看着叶苍玄解决了来犯的魔主，唐悠悠与秦木雅急忙呼啸而来。然而当听到对方的称呼后，两人当场互掐了起来。苍玄也是你叫的？夫君也是你能叫的吗？看着面前互掐的二女，叶苍玄整个人都麻了，头大如斗，伸出手将二人纳入怀中，试图蒙混过关。哪知秦木雅突然开口询问道：“苍玄，这妖女居然叫你夫君，你难道真的跟她成亲了？”
看着唐悠悠满脸期许的模样，叶苍玄也不好让其难堪，于是乎36计走为上计，溜了。片刻后，众人齐聚在清玄宗的大殿中，以朱天剑为首的10件地兵摆放在高台上，见曾经的至宝全部回归，叶苍玄做出了安排，吩咐以太上长老为首的一众清玄宗的长老们，要好好利用这些至宝培养出色的弟子。东西是给人用的，而不是当成宝贝藏着捏着。听到开山祖师的训话，一众大佬们不敢有半点的反驳之意。至于朱天剑，对于叶苍玄来说已经无用，今后若有弟子能够将其拔出，朱天剑就归其所有。在安排好清玄宗的事宜后，叶苍玄带着2女准备离开清玄宗。按他的话说，如果利用这些至宝，再加上被灭的5大宗门的资源，还不能重振清玄宗的话，那么清玄宗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趁早解散，各回个家吧。他这次能够返回清玄宗本就是意外，解救清玄宗不过是顺手而已，他还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顾太仓等人的挽留，叶苍玄果断离开。片刻后，一众5人在山林中汇合。叶苍玄这次离开，除了唐悠悠和秦牧雅外，还带上了徒弟叶希儿以及圣女叶灵烟，后者是甘愿追随在叶苍玄的身边聆听教诲的。哪知众人才刚刚上路，秦牧雅的声音突然响起：“苍玄，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真的跟这个妖女成亲了吗？”一瞬间，叶苍玄整个人都不好了，咳嗽了一声，转过身边走边说道：“当务之急还是提升大家的实力最为重要，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心中想着贼老天，我就不信这次还斗不过你。不知过去了多久，在众人不断的赶路下，一行人来到了一处风景优美的山谷中。叶苍玄有2000多年没来这里了，他没想到这里还真是大变样啊！此地便是下界沧州，传说中的神兽谷所在。来到一处空地，叶苍玄停下了脚步，挥手间一道攻击向着空中飞出，顿时一个看不见的屏障瞬间破碎，紧接着一处云雾缥缈的世外桃源显露在众人的眼中，眼前的美景直接让众人看愣了神。见状，叶苍玄率先走了进去，开口道：“走吧，带你们去见见几个老家伙。”他以一己之力镇压蛮州一域，将数亿蛮族之人封印在大阵之中。蛮族生活的环境极为恶劣，食物匮乏，使得蛮族之人好斗嗜血。蛮族崇尚最根本的弱肉强食，在他们的观点中，弱者就应该被奴役，成为强者的附属，受其驱使。这个种族充满了侵略性，喜好烧杀抢掠，所过之处，九玄大陆各州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直到2000年前，炼体老祖叶苍玄出手，用4兽附神阵将整个蛮州全部封印，由4大神兽亲自镇守，这才让九玄大陆安宁了2000年。而且没人知晓，曾经的天下第一霸榜通天榜榜首的叶苍玄就是出生蛮族，魔女唐悠悠也同样是蛮族之人。叶苍玄当年挑战天道惨败，那时他便感觉到自己的炼体之路还未圆满，如今重活一世，他第一时间便想到了被封印的蛮州。蛮族天生拥有强悍的体魄，是个崇尚肉身力量的种族，或许在这里能找到助他突破炼体圆满的方法。在叶苍玄的吩咐下，4大神兽开启了封印法阵，被镇压2000多年的蛮州重新现世，回归到九玄大陆的版图中。与此同时，在封印解除的那一刻，荒州一处偏僻的小部落中，一群蛮族之人抬头望天，露出了震惊之色。为首的乃是蛮州8大力士之一的蛮力。见到被封印多年的蛮州突然解封，蛮力急忙向着蛮族的核心之地跑去，他要将此事汇报给蛮族之皇。当得知封印突然解除，蛮族之皇的心中立马有了猜测，看来是那人又重新回来了。那个以一己之力镇压荒州、封印蛮州2000多年的叶苍玄又回来了。随即下令召集麾下最强的8大力士，一起去会一会那位曾经天下最强之人。对于叶苍玄的归来，蛮族之皇露出了兴奋之色。蛮州被封印的2000年中，他一路崛起，将散沙般的蛮族统一，借助亿万族人的伟力化作业火，无时无刻不在锤炼他的肉身。如今的蛮族之皇正好缺一个足够强的对手，来助他突破肉身的最后一关。与此同时，叶苍玄也带着4女踏进了蛮州。看着四周一片荒芜，唐悠悠有些诧异。他记得曾经的蛮州虽然很是荒凉，但好歹也有2/3的绿洲，如今居然连一棵树都看不到，映入眼帘的全都是沙子和岩石。片刻后，一行人终于找到了有人烟的地方，只不过里面蛮族人的装扮让众人有些愣神，没想到这些人都已经回归到最原始的生活了。随后众人走进了蛮族的集市中，想要打听下有关蛮族的现状。很快叶苍玄就发现，如今的蛮族即使是普通人的肉身都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一些稍微强一些的族人光凭肉身的力量恐怕都能堪比玄王了。可见蛮州在肉身这条路上找到了新的方法，看来这一次是来对了地方，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肉身的问题所在吧，不然即便再度一次长生劫，他也同样干不赢贼老天。吩咐会说蛮族话的唐悠悠前去打探情报，叶苍玄带着其余人在集市中转悠了起来。片刻后，唐悠悠返回，带来了一些消息。当年蛮州的一些宗门已经没了，现在整个蛮州都归王朝部落统治，分别管理着8个大部落以及无数个小型部落。离正中心的王朝部落越近，便代表着这些部落的实力越强。听到唐悠悠打探到的情报后，叶苍玄心中有了计较，看来只有找到王朝部落的统治者蛮皇，才能确定此地是否真的有可以解决他肉身限制的方法。与此同时，在上界的某处山谷中，隐藏着一个装满鲜血的往生池，此刻正有人类修士被无情地丢进血池中，成为了往生池中血液的一部分。
操纵者正是轮回宗的宗主厉血明。厉血明借助往生池能无限吞食肉身，提供气血之力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修为。就在他苦恼去哪里能找到更多的散修时，往生池中突然倒映出一幅画面，下界居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板块，而且那里的族人个个气血旺盛。若是能将这一域的凡人全部炼化，他厉血明又何愁不能够成为通天榜第一呢？与此同时，上界的妖神域中，妖神殿殿主也同时得到手下禀报，下界蛮州的蛮族居然重新现世了。所有种族中，就属蛮族的精血最浓，吞一人能堪比10人，吞100人，他们妖族便能化形。这是属于妖神殿崛起的时代到了呀！同一时间，上界圣域的碧海仙宫中，圣域之主伊清寒也同样得到了消息，蛮州突然现世，下界必然会出现大麻烦。随即吩咐麾下强者前往下界一趟，凡是遇到滥杀无辜者，全部灭之。他绝不允许叶苍玄守护的下界出现半点危机。而此刻还在蛮族中的叶苍玄等人，突然遭遇了一位手拿巨锤之人，此人便是蛮族8大力士之一的蛮涛。蛮涛刚刚从王朝部落返回，他接到蛮皇的命令，寻找外来之人。没想到外来之人竟然就在自己的部落，随即想也没想，直接举起了手中的重锤，向着地面重重的砸去。顿时地面瞬间裂开，一股力量直接延伸到叶苍玄的脚下。蛮涛开口怒喝道：“外来人，出来一战！”听到来人是蛮族8大强者之一，叶苍玄立马就来了兴趣。他想要看看此人的力量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蛮荒现世，无数大妖纷纷出动，只因下界蛮族人的精血最为浓郁，对于大妖们来说，吞1人能堪比10人，吞100人，他们妖族便能化形。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当蛮族部落中的族人见妖族来袭，不但不感到害怕绝望，反而全体露出了兴奋垂涎的神色，手中的长矛疯狂地向着空中投射而去。按照他们的话说，今天居然遇到了兽潮，终于可以好好饱餐一顿了。对于物质匮乏、食物短缺的蛮族来说，只要将这群大妖全部灭了风干，足够他们接下来1年的口粮了，再也不用忍受饥饿带来的痛苦了。这群拥有半步妖王实力的大妖们，看着从下方投掷而来的普通长矛，傻眼了，自己反倒是成为了蛮族的猎物。问题是，这些还是普通的凡人吗？光凭肉身力量投掷的武器，都能将他们轻易灭杀。本以为蛮荒现世是妖族崛起的时候到了，哪知却莫名的被灭了大半。远处一道人影出现在空中，来人正是轮回宗的宗主厉血明。看着下方不断投掷长矛猎杀大妖的蛮族，也是不由得露出了震惊之色。这等气血之力，凡俗都能秒杀圣境，怪不得往生池会显示这里的居民吞噬一个堪比10个甚至100个散修。本想出手炼化蛮族来提升修为的他，见此情形，果断打消了念头。天知道蛮族还有没有更强的存在，万一不慎阴沟里翻船就不好玩了。与此同时，蛮族8大力士之一的蛮涛找上了部落中正在闲逛的叶苍玄等人。蛮族之皇下令要将外来之人擒拿，蛮涛确认了叶苍玄的身份后，也不多说废话，果断出手，手中的巨锤向着叶苍玄呼啸而来，恐怖的力道携带着雷霆万钧之力。然而下一秒，蛮涛整个人都愣住了。叶苍玄只是伸出了2根手指，就轻松地接下了他手中的重锤。见此情形，蛮涛左手握拳，恐怖的力道直接向着巨锤轰去，想要利用巨锤将下方的叶苍玄压扁。砰的一声巨响，余波向着四周蔓延。只见下方的叶苍玄双指改用单手，轻松地接下了巨锤压迫而来的力量。见叶苍玄完好无损，蛮涛傻眼了。刚刚那一拳已经用出了他全部的力量，而且当他想提起手中的巨锤时，发现无论他如何用力，巨锤竟纹丝不动。只见下方的叶苍玄手指直接抓进了巨锤中，将巨锤牢牢地锁住，开口道：“你出手了2次，现在也该我出手了吧？”说话间，抡起巨锤，连带着蛮涛直接重重地砸在了地上。紧接着再次举起不愿松手的蛮涛，来回快速地砸向地面，直到手中的巨锤被他捏爆，叶苍玄才终于停下了手。看着已经毫无战力的蛮涛，叶苍玄感到有些可惜。对方的肉身防御已经能媲美黄金了，可惜空有防御却没有力量，想要作为陪练完全不够资格。就在叶苍玄从蛮涛的口中打听如何前往蛮王朝的王殿时，上方一个人影将这一幕全部看在了眼中。厉血明没想到蛮族之人强悍也就罢了，居然还有一个比蛮族更猛的狠角色，当即便掐指想要算出此人的来历，发现此人身上被迷雾笼罩，无法窥视。不信邪的他直接祭出了至宝轮回镜，他不相信这样还算不出此人。很快在至宝的窥视下，叶苍玄的金声显现了出来，足足耗费了1/3的灵力，厉血明终于看到了叶苍玄的来历。然而下一秒，正宗的至宝瞬间开裂，砰的一声，直接当场破碎开来。遭到反噬的厉血明一口鲜血喷出，来不及疗伤的他心中骇然，此人居然是曾经霸榜通天榜数千年的叶苍玄，他居然还活着。心中骇然的厉血明没做停留，他一定要将此事告诉上界的强者，绝不能让叶苍玄再前往上界继续镇压诸天了，必须要趁对方还没有完全恢复前，
将其扼杀在下界才行，不然上界各州又要回到被叶苍玄统治的时代了。就在厉血明撕开空间离开之时，下方的叶苍玄感应到了什么，抬头望天，心中明了自己的踪迹还是暴露了。不过这对于他来说也无所谓，当年的老对手又有几个敢亲自下界呢？随即也没有多想，带着一行人继续前进。他从蛮涛的口中问出了前往王朝部落的路线。另一边成功返回上界的厉血明还在为能从叶苍玄眼皮子面前逃脱而感到庆幸。不过转念一想，难不成是叶苍玄的实力还未恢复？想到此，他从腰间掏出了传音玉佩，将叶苍玄还活着，而且一身实力百不存一的消息传遍了诸天万界。得知消息的妖神殿殿主激动不已，被镇压多年的他遇到如此良机，又怎能错过？本体呼啸着向着下界飞去。上界的圣域碧海仙宫中，圣域之主伊清寒也同样收到了消息，得知朝思暮想的男人还活着后，伊清寒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就知道他看中的男人又怎能那么轻易死去？想到叶苍玄如今的实力百不存一，上界各域的强者肯定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伊清寒毅然决然地站起了身，哪怕这一去圣域没有他的坐镇，域外的邪魔会趁此机会突破封印，他也在所不惜。当年叶苍玄渡长生劫时他没能在场，这一次哪怕九玄大陆沦陷，也无法阻挡他的脚步。妙曼的身影向着下界蛮州的方向飞去。同一时间，镇压雷域之主雷魔尊的封印突然裂开，这等机会又怎能少得了他雷魔尊呢？一时间，叶苍玄还活着的消息传遍了上界，想要趁此机会对付叶苍玄的强者纷纷出动。而此刻的叶苍玄等人正漫步在蛮州的荒漠中，他们此行是要前往蛮族的王朝寻找蛮皇，借助蛮皇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突破肉身的极限。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龙卷风凭空出现，阻挡了众人的脚步。见此情形，叶苍玄笑呵呵地开口道：“直接出来吧，何必藏头露尾呢？”说话间，一拳轰出，将面前的龙卷风击散。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吾乃蛮族8大力士之一，蛮皇是也。遵蛮皇之令，特地前来取你狗命。作为蛮族排行前几的强者，蛮皇见叶苍玄的实力还不错，开口声称只要叶苍玄做他的小弟，他便向蛮皇求情饶他一命。听到这话，唐悠悠直接当场笑喷，这傻子还真是有意思，连对手是谁都没弄清楚，竟直接开口要对方做他的小弟。叶苍玄听到蛮皇自以为是的话语，也是不由得露出了汗颜的神色。这人怕不是脑袋有包吧？这么狂，不好好揍他一顿，都对不起他蛮族强者的身份。几女听到唐悠悠的话，纷纷点头，表示感同身受。蛮皇虽然有些中二，但又不是真傻，又如何听不出众人话中的轻蔑之意？二话不说，直接挥动手中的双刀，下一秒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紧接着快如闪电般出现在众人的上方，手中的大刀直接朝着叶苍玄劈去。电光火石间，叶苍玄反应迅速，将众女推开，随即一个侧身避开了蛮狂的攻击，紧接着抡起拳头直接砸向了蛮狂的脸，砰的一声，一拳将蛮狂给干飞了出去，直到撞上一处岩石才停了下来。叶苍玄表情玩味地嘲讽道：“连我的一拳都没能接住，就你这点实力还想收我做小弟？还是回家好好练练去吧。”听到这话，蛮狂从废石中站起了身，双眼通红，愤怒至极，随即释放出肉身最强的形态，双脚蹬地，整个人犹如炮弹般呼啸着向着叶苍玄杀来。然而让他引以为傲的速度，在叶苍玄的眼中却如同蜗牛一般。当蛮狂手中的大刀劈中叶苍玄的那一刻，才发现劈中的只是对方的一道幻影，此人的速度竟然快到让他看不清的地步。蛮狂心中骇然，这怎么可能？就在这时，叶苍玄出现在他的身后，拍了拍蛮狂的肩膀，紧接着一指伸出，点向蛮狂的眉心，砰的一声，蛮狂瞬间倒飞了出去。看着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的蛮狂，叶苍玄笑呵呵地走了过去，开口道：“现在还想要我做你的小弟吗？就这点实力还敢口出狂言，是谁给你的胆子？”说话间，叶苍玄单手掐诀，一道攻击直接轰向蛮狂的右腿。敢对他不敬，必须得惩戒一番，让其活着回去给蛮族带一句话，最好是把8大力士剩下的全部叫来，省得他浪费时间一个个的去解决。做完这些，叶苍玄带着众人继续向着蛮族最核心的区域进发。而此刻远处的上方，一只小妖将刚刚发生的一幕尽收眼底，紧接着立马掏出身上的传音符，将叶苍玄当前所处的位置禀报给了妖神殿的殿主长荒。得到叶苍玄的位置后，长荒激动不已。就在他准备动身前去一雪前耻之时，身后的空间突然裂开，一道人影从里面走了出来。来人正是仙魔界的界主萧杰。看到来人，长荒并没有意外，二人当年都被叶苍玄镇压了数百年，如今知晓叶苍玄实力大损，又怎么可能会错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只不过下界的空间太过脆弱，根本就容不下2位大地级的强者，二人只好压制住自己的修为，否则一旦力量超过下界空间的限制，将会引来天道雷劫的灭杀。虽然二人的实力只能动用1成，但联手对付重伤未愈的叶苍玄，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就在2人结伴前去猎杀叶苍玄时，身后一道身影也同时显现了出来。来人正是圣域的域主秦木雅。
他又怎能允许自己朝思暮想的男人被其他人欺负呢？随即也呼啸着向着二人离开的方向追去。而此刻正在向着蛮族王朝赶路的叶苍玄，并不知晓自己已经被上界的大地级强者盯上。此刻众人在经过一处偏僻的戈壁滩时，叶苍玄伸手叫停了众人，开口道：“这群人终于来了，只是对方只来了5个人，瞧不起谁呢？”远处5道身影显露而出，见状，叶苍玄开口询问道：“你们5个是一起上，还是准备一个一个来？”来人正是蛮族8大力士的其余5人，只不过当听到叶苍玄的询问后，实力最弱的蛮武走上前来开口道：“对付你这个外来者，我一人足矣。”5人也都是蛮族有头有脸的强者，又怎么可能做出群殴这种丢人的事情？他们分别是8大力士之一的蛮武、蛮木、蛮魂、蛮影以及蛮苍。只见蛮武浑身散发着强大的力量，双手握拳捏得噼啪作响。5人并不知晓眼前的外来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蛮皇只是下令让几人前来会会对方。如果让他们知晓此人便是2000年前以一己之力封印蛮族的叶苍玄，恐怕5人连对其出手的勇气都没有了。不知者不畏，说的正是发起进攻的蛮武。只见蛮武一跃而起，抬腿向着叶苍玄劈来。见状，叶苍玄只是抬手格挡，轻松地接下了蛮武充满力量的一击，反震之力传来，将蛮武震飞了出去。见此情形，蛮武心中大惊，此人好强的肉身，这一脚的反震之力差点震碎他的腿骨。随即也没有多想，再次抬腿向着叶苍玄攻来。感受到蛮武腿上的力道，叶苍玄开口称赞，只不过光有力量，速度上却是差了许多，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这样的对手也未免太无趣了些。想到此，叶苍玄果断出手，伸手间身影快如闪电，转瞬间就来到了蛮武的面前。还没等对方反应，一巴掌直接扇在了蛮武的脸上，砰的一声，蛮武整个人瞬间倒飞了出去。叶苍玄没有停顿，双腿用力一蹬，追上了蛮武的身影后抬腿劈下，蛮武瞬间喷出了一口鲜血，整个人重重的向着地面砸去。战斗才刚刚开始就这么结束了。远处看着这一幕的蛮木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人也太他娘的强了吧！但碍于蛮皇的命令，蛮木也只好硬着头皮发起了进攻。蛮木挥手间，身旁的巨石瞬间炸裂，紧接着无数石块漂浮而起，快速的向着叶苍玄攻去。见到这一幕，叶苍玄有些惊奇，没想到此人没有灵力，也能施展出这种招式，靠着精准控制肉身之力来驱动物体进行攻击，这倒是和修士的御剑术有些相似。说话间，叶苍玄用力的一跺脚，利用同样的御力方法控制四周的石块，迎着蛮木的攻击呼啸而去。只见漫天的石块在碰触的一瞬间，发出了一阵阵的响声。蛮木见到这一幕，整个人都懵了，他没想到对方只是看了一眼，就学会了他独创的绝学。当叶苍玄感受到这一招的威力后，脸上露出了失望之色，力量太过分散，威力严重不足，花里胡哨的有些鸡肋了。就在这时，一道人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身后，手中的匕首直接朝着叶苍玄的后背捅去。但想象中一刀见血的场景并未发生，反倒是手中的匕首突然裂开。见此情形，来人快速倒退，拉开距离。此人正是5人中最擅长刺杀的蛮影。蛮影看着手中破碎的匕首，心中骇然，这可是蛮皇赐给他的圣兵啊，居然连对方的防御都破不开。远处见到这一幕的唐悠悠乐呵了起来，开口道：“连诛天剑都破不开我夫君的防御，就你这破武器也想偷袭？你是来搞笑的吗？”叶苍玄转过身，看向偷袭失败的蛮影，称赞，就连他也没有发现蛮影的杀意和行踪，可见对方在隐匿方面还是有点东西的，只可惜攻击的能力实在是太弱了些。说话间，抓住蛮影的头，直接将其扔飞了出去，同时一拳轰向了远处还在愣神的蛮木。转瞬间，2位强者就失去了战斗的能力，一连解决了蛮族的3位力士。叶苍玄看向了还未出手的剩余2人，2人中蛮魂嗜酒，对打架完全没有兴趣，排行第3的蛮苍只好走了出来主动迎战。一出手，蛮苍便发挥出了全部的实力，与叶苍玄对碰到了一起。感受到蛮苍攻击中携带的力量，叶苍玄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不愧是8大力士排行第3的强者，战斗力可以说是前面3位的总和了。随即看向远处的空中，心中纳闷，他都已经尽可能的隐藏实力了，2个大地级的强者也太怂了吧，都打了这么久了，对方还不敢露面。原来叶苍玄早就已经发现有上界下来的强者躲在暗处观察，他与8大力士交手时故意示弱，就是为了引出暗中躲藏之人。现在的他实力还未完全恢复，如果不趁机先解决掉1-2个仇敌，等到上界的强者全部聚集起来，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也是场大麻烦。然而蛮苍看着与其交战的叶苍玄，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分心，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在羞辱他，手上的攻击变得更加猛烈起来。此刻上方躲在暗处观察的展荒与萧杰2人看着下面正在与蛮苍交战的叶苍玄，连一位只有神皇境战力的蛮族都解决不了，终于确认叶苍玄的实力是真的百不存一，不然这等货色怎么可能到现在还没结束战斗。2位大地级强者之所以迟迟未动手，是因为他们发现蛮族有些不同寻常，
记忆中曾经的蛮州是一个只修肉身不修灵力的蛮夷之地，在萧杰飞升上界的时代，只有灵修才能依靠自身的修为破界飞升。蛮州因为没有灵力，所以从来都没有蛮族之人能够飞升上界。那时的蛮州就被大部分修士所不齿。没想到如今这个蛮夷之地的蛮族，居然纯靠肉身之力就能拥有此等力量。而且据长荒回忆，2000年前叶苍玄飞升上界时，也是单纯依靠肉身力压整个上界强者的。这说明叶苍玄与蛮州恐怕有着某种关系。二人在没有弄清蛮州的情况前，打算继续观望，想要坐收渔翁之利。而此时下方的蛮苍，在与叶苍玄不断的火拼后，已经落入下风，开始力竭。远处还在大口畅饮的蛮魂见状，将手中的酒葫芦抛向空中，只见葫芦中的酒水漂浮而出，在蛮魂的引导下，酒中的灵力开始凝聚。随着蛮荒一手指出，一道攻击快速的向着正在交战的叶苍玄袭来。叶苍玄身子后仰，避开了这一道攻击。蛮苍见状，抓住时机，迅速一拳轰出，但都被叶苍玄惊而又险的成功躲开。蛮苍的一拳重重的砸向了地面。见此情形，刚刚还被压得喘不过气的蛮苍露出了笑容。论攻击8大力士中，他只能排到前3，但他最擅长的却是牵制合作的能力。刚刚那一拳本就是他故意砸中地面的。叶苍玄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此刻所站的位置身后是一处石山，而且蛮魂的攻击已经出现在了身后。还没等他反应，石山瞬间被蛮魂轰爆，配合上蛮苍刚刚留下的一拳之力，整座石山的重力全部压在了叶苍玄的身上。片刻后，待的烟尘散去，叶苍玄衣衫褴褛的从碎石中走出，同时接下了2人的全力一击，差一点就破开了他肉身的防御。感觉戏演的也差不多了，叶苍玄一把撕掉了破损的上衣，开口道：“也是时候该结束这一场闹剧了。热身结束，现在重新开始吧。”说话间，叶苍玄的身影突然消失在了原地，还没等蛮苍反应，叶苍玄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紧接着一拳正中蛮苍的面门，砰的一声，蛮苍毫无反抗之力的倒飞而出，只是一拳便直接失去了战斗能力。叶苍玄看向远处的蛮魂身影再次消失，下一秒直接出现在蛮魂的身后，还没等蛮魂反应，腰间的酒葫芦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叶苍玄的手中。蛮魂心中骇然，这速度快到连他都毫无察觉的地步。被戏耍的蛮魂愤怒地向着叶苍玄攻来，然而竟连对方的身影都找不到。对于这些蛮族的强者，叶苍玄并没有打算下杀手，他来此本就是为了寻找能切磋的对手。眼前这5位蛮族强者的肉身都极为不错，性子也很对叶苍玄的胃口，于是便开口想要赵安让他们追随自己。就在这时，一个人影从远处缓缓走来。外来人，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居然连吾皇的部众都想挖。来人正是8大力士之首的蛮力，蛮族除了蛮皇以外的最强之人。但让叶苍玄没想到的是，蛮力并未急着与他动手，而是抬头看向远处的天空，开口道：“与你交手前，还是先把其他人给解决掉吧。你好歹也算是我们蛮族之人，自然轮不到有些人想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话间，一块石头被其扔上空中，正是展荒与萧杰潜藏的位置，于是便不再隐藏，直接现出了真身。看着曾经镇压上界数千年的男主，妖神殿店主展荒言语嘲讽道：“曾经的通天榜榜首无人能敌的存在，如今连对付一些土著都这么费力了吗？”仙魔界界主萧杰看着曾经的仇敌，没有废话，直接祭出了手中的地兵。只要能将叶苍玄斩杀于此，他可不在乎什么所谓的趁人之危。他只知晓，如果不趁着叶苍玄实力恢复前，将其扼杀在这下界的蛮荒之地，要不了多久，上界又将被此人统治。面对2位大地级强者的围杀，叶苍玄神色淡然，毫无畏惧。就算他的实力真的百不存一，也不是眼前这2位跳梁小丑能够欺辱的。就在他准备动手会会曾经的手下败将时，一旁看戏的蛮力忍不住开口道：“1对2多不公平，不如加我一个如何？我对上界强者的实力还是很感兴趣的。”叶苍玄接受了蛮力的好意，2人联手一起对付上界的2位强者。展荒见对方结盟，与一旁的萧杰商议，萧杰持有地兵对付肉身强悍的叶苍玄，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蛮族土著交给他来解决。4人的大战一触即发。展荒贵为妖神殿殿主，其本体乃是金翅大鹏一族，速度和肉身也同样是他的强项。大地级强者在下界会被天道压制，实力虽然只能发挥出1成，但也不是蛮力这个只练肉身的蛮族能够比拟的。刚一交手，蛮力就露出了骇然的神色。展荒的速度快到让他难以招架，只能尽量凭借肉身的本能去闪躲。而且展荒的坐骑9头妖蟒也同样具备攻击的能力。另一边对上叶苍玄的萧杰，一出手便直接拿出了全部实力，攻击手段也是极为刁钻。如果叶苍玄不出手，选择躲避，这道攻击就会波及远处观战的唐悠悠等人。叶苍玄只好捏紧拳头，选择硬扛，一拳轰出，恐怖的全力直接迎了上去。砰的一声，2者相撞间，萧杰的一击瞬间被叶苍玄破开，但也同样被萧杰的攻击给破了肉身的防御。上界的强者根本就不是蛮荒8大力士能够比拟的，虽然大部分力量被天道压制，但技巧的运用却是更胜一筹，将力量完美的集中到一点，轻松的就破开了他的防御。为了接下来的战斗不波及身后的重女，叶苍玄一个闪身将速度发挥到了极致，萧杰还未反应过来，直接被其牵制，给带到了另一边区域交战。感受到叶苍玄单靠肉身的蛮力就能破了自己的大地之躯，萧杰释放了隐藏在地兵中的后手，
原来早在下界之前，萧杰就将一大半的灵力全部灌输到了这柄地兵之中，就是想在叶苍玄不备之时使出，做到一击必杀的效果。单论此刻地兵的杀伤力，破碎虚空都不在话下，更别说对付叶苍玄这个重伤之躯了。说话间，手中的地兵瞬间展出，恐怖的威力让叶苍玄不得不暂避锋芒。但对于叶苍玄来说，一生之中什么样的战斗没有经历过？果断变换方位，向着萧杰击射而去。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手段都是虚妄。叶苍玄接连打出了无数拳，强悍的拳力破掉了对方的攻击，顶着萧杰的漫天刀影欺身上前。二者一个赤身肉搏，一个手持地兵还击，两道身影快如闪电般在荒漠中不断交战。片刻后，萧杰心中骇然地发现，即便是在地兵的加持下，自己竟还落入了下风。难以想象叶苍玄在渡劫之前究竟有多强。想到此，萧杰一击将叶苍玄逼退，随即快速地飞向空中。今日哪怕是动用本源之力损耗根基，他也要将叶苍玄灭杀于此。在本源之力的加持下，手中的镰刀地兵散发出恐怖的气息。他们黄泉一族依靠本源而生，一缕本源之力便需要修炼数十年，一旦本源之力耗尽，便意味着生死道消。但此刻的萧杰根本就顾不上那么多，手中的镰刀快速斩出，一道道恐怖的刀影向着叶苍玄杀来。感受到这波攻击的威力，叶苍玄也不敢硬抗，依靠身体的灵活性快速躲闪。可很快，叶苍玄就发现萧杰的攻击虽强，但在天道的压制下能造成的伤害却是百不存一。想到此，叶苍玄也不再躲闪，果断迎击。一连接下数道攻击后，叶苍玄再次欺身上前，找到机会一拳轰向了萧杰的破绽。砰的一声，萧杰瞬间倒飞了出去，接连撞穿了数座山峰，才终于停了下来。见萧杰落败，远处与蛮力对战的长荒大惊，也不再留手，动用底牌瞬间将蛮力击溃，随即看向离他较近的唐悠悠等人，趁着叶苍玄来不及救援，火速向着众女杀去，想要将几女拿下，逼叶苍玄束手就擒。见此情形，叶苍玄一声怒吼，快速的向着众女所在的方向飞去。长荒，你要敢动他们，我必让你妖神殿飞灰烟灭。见状，萧杰露出了邪恶的笑容，对着叶苍玄开口道：你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有了在意的人。随即挥动手中的镰刀快速斩出，将想要前去救援的叶苍玄给拦了下来。叶苍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荒向着众女杀去，眼看长荒的拳头就要轰向唐悠悠时，一只大手突然出现，将长荒给拦了下来。来人一声冷哼，语气不屑地嘲讽道：这就是上界的强者吗？居然会用出如此下作的手段！见来人坏了自己的好事，长荒忍不住怒骂道：该死，又是蛮州的土著，早晚有一天老子要灭掉你们蛮族。听到这话，来人满脸不屑地回应道：就凭你也敢说灭掉我蛮族？先问问我的拳头同不同意吧。来人正是以一己之力一统蛮族数亿族人的蛮族之皇，对于他们蛮族来说，蛮皇最是不耻这种卑鄙的小人。而叶苍玄好歹也算是他们蛮族之人，蛮皇又怎能容忍在自己的地盘上发生这种事情？看着唐悠悠等人被蛮皇出手救下，叶苍玄放下心来，双手抱拳表示感激。不过这些对于蛮皇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他的肉身早已到达了能够突破的极限，一直盼望着能有个同样肉身强悍的对手。而叶苍玄也正好是他的最佳选择，他又怎会放任不管让叶苍玄死掉呢？被蛮皇坏掉好事的长荒愤怒不已，二话不说，直接疯狂地向着蛮皇攻去。明明只差一点就能解决叶苍玄这个强敌，谁知中途却突然杀出一个蛮皇，这让长荒哪里能忍，攻击变得更加的凶猛起来。就在蛮皇与长荒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叶苍玄转身看向了远处的萧杰。萧杰提出让长荒对唐悠悠等一众女眷动手，这已经触碰到了叶苍玄的逆鳞，所以仙魔域主萧杰今日必须得死。看出叶苍玄必杀自己的决心，萧杰并未在意。叶苍玄渡劫失败，一身实力百不存一，想要杀他这位大地级的强者，简直是在痴心妄想，还以为自己是曾经上界的第一人不成。然而很快萧杰就傻眼了，挥出的地兵镰刀连叶苍玄的人影都触碰不到。只见叶苍玄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萧杰的身后，一拳的威力比之先前交战时还要强悍数倍，重重的轰在了萧杰的脑袋上。砰的一声，萧杰整个人瞬间倒飞了出去。原来叶苍玄一直在保留自己的实力，上界的仇敌可远不止眼前的这两位，不说其他，就说通天榜排名第2的雷魔尊到现在都还没有现身，对付这两人他又怎么可能不隐藏实力呢？但此刻的叶苍玄也懒得再有任何保留，他可不想再次陷入之前的被动中。想到此，叶苍玄的拳头疯狂地砸向萧杰，接连不断的打击让萧杰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片刻后，萧杰身受重伤，一口鲜血喷出，被叶苍玄一脚给重重的踩到了地面。让叶苍玄没想到的是，萧杰这身地骨还真是够硬的，接连不断的打击居然还这么坚挺。不过这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眼看叶苍玄双眼通红，全身力量汇聚在了拳头之上，这一拳如果被打中，萧杰不死也要散架。见此情形，萧杰急忙招呼长荒过来搭救，只需要帮他挡住这一击，他便能强行突破天道的压制，来提升修为进行反击。但此刻的长荒正被蛮皇牵制，哪有时间来解救他萧杰？再说了，萧杰要是死了，将来争夺通天榜的位置时，他长荒又将会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岂不是更好？
想到此展荒没有搭理，继续与蛮皇交战。叶苍玄的全力一击重重地轰向了萧杰，砰的一声，恐怖的余波向着四周蔓延。但想象中萧杰皮开肉绽的画面并未出现，关键时刻一个人影出现，挡住了叶苍玄的一击。来人正是上届的雷域之主雷魔尊，通天榜排行第2的强者。看着来人，叶苍玄也并未感到意外，当年只是半招之差，雷魔尊败北，通天榜榜首的位置才落到了叶苍玄的身上。得知叶苍玄并没有死在长生劫下，雷魔尊又怎会不亲自前来呢？但眼下叶苍玄只想将萧杰斩杀于此，雷魔尊想要夺回通天榜榜首之位可以，不过要等他先杀了萧杰再说。得知叶苍玄对萧杰有必杀之心，雷魔尊对此事并不认同。萧杰好歹也是仙魔域的主人，一域之大，若无人管辖会出现大麻烦的。叶苍玄当初打到上界的时间较晚，并没有成为一域之主，所以他对这些域主才有的观念少之又少。在他的眼中，只要实力足够就行，成为一域之主这种自我约束的事情，他叶苍玄才不屑去做。而作为雷域之主的雷魔尊，深知如果仙魔域失去了萧杰的管辖，仙魔域将会变得混乱无比，修士和居民的生活会变得水深火热，所以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萧杰死在这里。见雷魔尊庇护，叶苍玄也是浑然不惧，抡起拳头就朝着雷魔尊攻去。至于仙魔域会不会乱管他鸟事，乱世才会出豪杰，早晚还是能统一，谁也阻挡不了他杀萧杰的决心。对于叶苍玄的进攻，雷魔尊只是不断的闪躲并未反击，他还不屑对一个重伤未愈的叶苍玄出手。就在这时，一根根羽毛从天而降，将交战的二人分离开来。一道妙曼的身影出现在了空中，来人正是圣域之主上界最强的女帝。只见伊清寒脚踩羽毛，身轻如燕，快速地向着叶苍玄的怀中扑去。看到来人，叶苍玄还没来得及说话，远处观战的众女却是立马恼怒了起来。他们不知晓突然冒出的女人是谁，但可以确定的是，此女跟叶苍玄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唐悠悠火冒三丈，咬牙切齿地自语道：“该死的偷腥猫，这个女人肯定是趁我不在上界时勾引的夫君。”随即快速地向着叶苍玄跑去，询问叶苍玄此女到底是谁。哪知叶苍玄竟直接将其无视，看向面前的伊清寒，开口询问道：“怎么连你也来了？圣域没有了你的坐镇，域外的邪魔一旦突破封印就麻烦了。”听到这话，伊清寒并未在意，他才管不了那么多。如果连自己的男人都保护不了，就算护住了天下苍生又如何？紧接着看向了一旁的雷魔尊，开口道：“雷尊，你要想打，我来跟你打就是了。”闻言，雷魔尊语气不屑地回应道：“你一介女流之辈，还不配跟我动手。”听到雷魔尊不屑的话语，伊清寒还没来得及动怒，远处的唐悠悠却急得跳了起来。叶苍玄没有搭理他，唐悠悠只好看向伊清寒，警告道：“苍玄是我夫君，你这个偷腥猫，以后离他远点。”闻言，伊清寒心中的怒火翻涌，叶苍玄是他朝思暮想的男人，他舍不得揍。此女跟叶苍玄关系匪浅，也不能动手，但雷魔尊还是可以的。想到此，伊清寒火速地向着雷魔尊攻去。面对伊清寒飞来的一脚，雷魔尊并未在意，只是轻视地伸出一只手来格挡。哪知下一秒他就立马傻眼了，伊清寒的一脚之力恐怖至极，还没等他反应，一个巴掌又直接呼到了他的脸上。雷魔尊连反应的余地都没有，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轰的一声，地面传来了猛烈的撞击声。做完这些，伊清寒才拍了拍手，冷哼道：“女流之辈怎么了？还不配跟你动手？难道你还不知道，苍玄在上界1000年中唯一输过的人只有我一个吗？”远处刚刚从土坑中爬起的雷魔尊听到这话，心中大惊，叶苍玄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女人？随即看向叶苍玄，露出了询问的眼神。见状，叶苍玄有些尴尬地解释道：“我确实输给过他，而且还是在赢了你之后的事。”听到这话，雷魔尊有些傻眼了，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此女的实力就已经在自己之上了，但他却从未听说过此女的名讳。说起叶苍玄和伊清寒二人，也是有着一段很奇妙的交往过程。当年叶苍玄在上界已经难寻对手，偶然一次游历时与伊清寒相遇，那时的二人正是意气风发之时，相遇后谁也不服谁，直接当场干了一架，结果却是叶苍玄败给了伊清寒。伊清寒也因为这事对叶苍玄有了好感，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跟他说过，只有打败过他的男人才有资格迎娶她。从小到大只有叶苍玄赢过他，所以二人的婚约就是这么来的。只是让雷魔尊震惊的是，一直被他忽略的圣域居然还有此等强者，可见上界还是有不少藏龙卧虎之辈。有了伊清寒的加入，雷魔尊自知今日这场架势打不起来了，他只希望叶苍玄能放过萧杰一次，此人若是死了，仙魔域必会大乱。然而话还没说完，一阵爆炸声传来，正是远处与蛮皇交战的斩荒。斩荒一击将蛮皇给震飞了出去，这才得空看向叶苍玄这边。他与萧杰这次下界击杀叶苍玄的计划算是彻底失败了，但他并不认为叶苍玄有能力将他们二人留下。要知道，他与萧杰虽然被天道压制了修为，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能强行冲破压制，这么做的代价无非就是重新经历一次渡劫罢了。所以他希望叶苍玄能主动放过萧杰，与其鱼死网破，不如各退一步。听到这番话语，叶苍玄没有理会，一旁的雷魔尊却是听不下去了。在他眼中，斩荒简直就是个蠢货，连局势都看不明白，还敢开口威胁。这时叶苍玄突然大笑出声：“上界1000年，我肉身千锤百炼，世人都只知晓我叶苍玄炼体第一，却不知我同样是一个用剑好手。如今我肉身虽然尚未恢复，但我的剑意却是完全没有受损啊！”说完，伸出右手向着天空一抓，怒吼道：“剑来！”
刹那间，相隔不知多远的清玄宗主殿中，被供奉在上方的诸天剑突然冲破房顶，快速的向着远方击射而去，转眼间就落到了叶苍玄的手中。雷魔尊见状，看向长荒，骂了一句蠢货后，直接轰碎空间，一把掐住长荒的脖子，将其给扔进了空间通道中。他知晓萧杰今日必死无疑，为了不再搭上长荒，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留下一句和叶苍玄约战的话后，雷魔尊也离开了这里。这时叶苍玄才转身看向远处的萧杰，也是时候让萧杰知晓龙有逆鳞，触之必死的道理了。敢对自己身边的女眷动手就是死罪。看着叶苍玄满脸的杀意，萧杰浑然不惧，直接释放了体内所有的灵力，将天道的压制给全部解开。恢复实力的他只能在下界待10息时间，但也足够他对付叶苍玄了。然而他并不知晓，手持诸天剑的叶苍玄究竟有多恐怖。只见叶苍玄一跃而起，手中的诸天剑随着灵力的灌入，散发出滔天的威势。对付萧杰这种货色，用叶苍玄的话说，只需一招足矣。一剑斩出，数道剑芒快速地向着萧杰杀去。感受到这股铺天盖地般恐怖的剑气，萧杰只来得及露出震惊的神色，整个人瞬间被这股剑意给消磨殆尽，只留下地上的一条沟渠，证明刚刚这里曾发生过战斗。这时之前被斩荒震飞的蛮皇走了回来，没想到战斗都已经结束了。叶苍玄不愧是他蛮族的前辈，实力果然厉害，现在也该轮到他来切磋了吧。对此叶苍玄也是欣然接受，二人都是将肉身练到极致之人，想要突破只有纯粹的肉身碰撞，才能从中感悟突破最后的限制。在吩咐诸天剑的剑灵自己返回清玄宗后，叶苍玄便打算与蛮皇好好战一场。这时一旁的伊清寒突然收到圣域的传音，圣域的封印出了问题，他得立即返回。临行前他为叶苍玄治疗好了渡劫时留下的创伤，随后快速的返回到了上界。接下来没有了外人的打扰，叶苍玄与蛮皇开始了最纯粹的肉身碰撞。这种最原始的战斗方式，只单纯的使用肉身力量，没有任何技巧，也不屑去闪躲，二人你来我往，拳拳到肉，打得畅快无比。碰撞时发出的轰隆声在这片荒漠中不断响起，直到二人力竭才终于停了下来。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突破肉身极限的方法。就在这时，远处突然发出轰隆声，地面开始塌陷，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见到这一幕，蛮皇突然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他感受到下方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只要下去，他就能寻找到突破的方法。但叶苍玄却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域外邪魔的气息。这里生活着一群奇怪的生物，它们明明没有生命气息，却能够活动，还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在将这些生物击杀后，众人发现这群生物并不属于妖兽的范畴，反倒更像一块千锤百炼的晶铁，躯体坚硬无比。而且这些生物死后会飘散出一股气息，唐悠悠感受到这些气息有些熟悉，下意识地伸出手去触碰，然而意外突然发生，漂浮的气息悉数钻进了他的体内。只是瞬间，唐悠悠便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好似增长了许多，就连肉身已经达到极限的蛮皇，在触碰到这些气息后，肉身的力量也都精进了一丝。见此情形，叶苍玄果断出手，直接捏爆了一具生物的躯体。一番尝试后得出结论，这些生物死后散发出的气息的确能够增加他们蛮族的肉身力量，而且跟他们的肉身是属于同源，可以瞬间被他们吸收，没有任何排斥。这种诡异的生物让众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晓这蛮州的地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想不明白的蛮皇对此也并不在意，只要这些生物能帮他突破肉身的极限就行。想到此，蛮皇主动请缨在前方探路，将途中遭遇的所有生物全部斩杀，依靠这些生物死后散发出的气息来提升实力。片刻后，众人在地下世界中走了许久，除了越往深处去，途中遭遇的生物就会变得更强以外，一行人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直到后来遭遇了更强的地底生物，蛮皇一人难以应付，叶苍玄只好加入战斗。只是让众人不解的是，这次的生物死后并没有散发出特殊的气息，而是掉落了一枚奇特的结晶，这让叶苍玄有些莫名其妙。杀妖兽、爆妖和跟妖丹他见过，但爆出这种结晶的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而且他还感受到这些结晶中蕴含着很强的能量。唐悠悠与叶希儿满脸好奇地打量着叶苍玄手中的结晶，哪知这时结晶突然破碎，两股能量分别进入了唐悠悠以及叶希儿的体内。见状，叶苍玄急忙查看二人的情况，一番检查后发现，二女在吸收了这股能量后，身体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隐患。只是让他有些不解的是，唐悠悠本身就是蛮族之人，能吸收这股能量他能够理解，可叶希儿明明是来自沧州之人才对，居然也能吸收这些能量。一旁的蛮皇见状也捏碎了手中的结晶，磅礴的能量融入进他的肉身。一瞬间，蛮皇只感觉自己的肉身都已经快要趋于大成了，只要再多吸收一些，说不准他都能借此突破肉身的极限。而且唐悠悠在吸收了这些能量后，发现自己的身体竟惊奇的长高了，激动的整个人都直接跳了起来，嚷嚷着要叶苍玄多帮他猎杀一些生物。对于唐悠悠的恳求，叶苍玄并没有拒绝，为了唐悠悠的长高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连不知猎杀了多少头强大的生物后，唐悠悠捂着肚子瘫倒在地，他吸收了太多的能量，感觉都快要撑爆了。好处就是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了叶希儿，
唐悠悠将多余的结晶交给了秦木雅和叶灵烟，想让二女也趁机提升下肉身的力量。然而结果却让二女很是失望，她们跟结晶无缘，完全无法吸收，只有叶希儿来者不拒可以全部容纳。蛮皇在吸收了数块结晶后发现，肉身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圆满，但始终有道限制让他无法突破极限，而且这些结晶的能量对他已经失去了作用。只有叶苍玄没有吸收这些能量，他总感觉这其中定有他不知晓的秘密，在没有弄明白前，还是要保持理智。片刻后，众人继续前进，来到了一座石山前。根据叶苍玄多年游历的经验判断，这里原本有一条可以前行的通道，但却被眼前的石山给挡住了。而且这座石山有些诡异，里面好似有东西存在。就在这时，石山突然开裂，两尊巨大的石像从石山中走出。见到这一幕，叶苍玄和蛮皇同时进入战斗状态，准备应对接下来两尊石像的突袭。哪知这样的一幕并未发生，两尊石像同时转身，用力地推动身后的石门。在众人的注视下，一个通道出现在众人的面前。秉承着来都来了，哪能不进去看看的想法，蛮皇带头率先进入到了通道中，其余人紧随其后也跟了进去。只不过他们不知晓的是，就在众人进入到通道后，两尊巨大的石像突然口吐人言，希望这一次能够彻底解决那些存在吧。言语间透露着某种未知的含义。男主一行人穿过了幽暗的隧道，来到了一个隐藏在地底的世界。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枯骨，四周一片荒凉，没有半点生命的气息。能在地底开辟出如此大的空间，无论是布置的结界还是直接挪动乾坤，很显然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就在一行人仔细地打量四周之时，远处的空地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只见两个人形生物正在交战。当发现有外来者闯入此地后，人形生物突然停止了进攻，紧接着快速地向着叶苍玄等人扑来。见状，叶苍玄果断将唐悠悠等人护在身后，随即一拳轰出，直接迎了上去。砰的一声，一击之间，二者同时被震退。人形生物的肉身也是极为强悍，比之前的蛮皇也是不遑多让了。叶苍玄吩咐众女躲到后方去，将另一个人形生物交给蛮皇解决后，主动向着人形生物击射而去。他要看看这些奇怪的生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一番交战后，叶苍玄占据了上风，乘胜追击，将人形生物给轰进了地面。轰的一声，地面瞬间炸裂，烟尘四起。在叶苍玄的全力一击之下，人形生物彻底没了动静。这时，人形生物的肉身开始出现裂痕，一道道黑烟从肉身中漂浮而起，里面包裹的一具尸体显露了出来。叶苍玄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分析出，这种强度的肉身都能腐蚀成这种程度，少说也至少死去了万年之久。想到此，叶苍玄心中大惊，这处地底的空间竟是在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而另一边的蛮皇与人形生物还在战斗，没想到这个人形生物竟突然口吐人言，让众人快走，离开这里。可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两道身影快如闪电般向着远处观战的唐悠悠和叶希儿扑去。危急关头，叶苍玄怒吼一声，想要阻拦，但却为时已晚。唐悠悠和叶希儿已经落入到对方的手中。见状，叶苍玄急忙追了过去。然而当他来到跟前时，才发现两个人形生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见二人被抓，叶苍玄看向刚刚那个人形生物，一个闪身直接抓住了对方的脖子，想要逼问出二女的下落。这时，一个声音突然从他背后响起，一个年迈的人形生物从地下走出。老者开口安抚叶苍玄不用担心，刚刚被抓走的两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说话间，手中的拐杖压向了叶苍玄的肩膀。叶苍玄只感觉仿佛有一座大山压在他的肩膀一般，这股巨力已经堪比他全盛17、8成的力量了。见老者没有恶意，叶苍玄放开了手中的人形生物，从老者的口中了解到，他们跟刚刚那两个并非一路人，而且3天内二女并不会有生命危险。具体的缘由，只要跟他去一个地方，到了那里，所有的疑惑都会被一一解开。为了唐悠悠和叶希儿的安危，叶苍玄等人没有选择，只好跟随老者来到了一个洞口处。此地的尽头就是老者所说的地方，里面有着众人想要的一切答案。四人没有犹豫，果断走进了洞穴中。可刚一进入，里面的一幕就让众人大惊。只见两边的墙壁上盘坐着大量的枯骨，叶苍玄一眼看出，这些死者生前都非同一般，有修成佛门金身的，还有道门的无上玉骨。这些人能将肉身演化到这种程度，即便是上界的那些大地强者也很难做到。而且据他所知，早在10万年前，佛门和道门的传承就已经断了。如今的天下早已经没有了这两家的道统。越往里走，众人越是感到心中骇然。靠里面盘坐的一些尸骨，哪怕只是靠近一些，以蛮皇目前趋近圆满的肉身，都会感到随时会被撕裂的感觉。这些可都是传说中的玄门琉璃宝体啊！就在这时，一道飘渺的声音从洞穴的深处传来：“终于让我等来了，进来吧，后辈们！”感受到对方散发出的恐怖气息，叶苍玄与蛮皇全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但是已至此，众人也没得选择，沿着通道，一行人来到了尽头。看着面前布满密密麻麻的符文大阵，叶苍玄没有犹豫，率先走了进去，来到了一个独立的山洞中。映入眼帘的是根巨大的石柱，一个老者盘坐在石柱的下方，其身后还有着大量的石头雕像。看着叶苍玄等人的到来，老者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伸手招呼众人走上前来。蛮皇是个急性子，快步上前，直接开口询问这位老者，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还有他如何才能突破肉身的极限。听到这话，老者不急不慢地挥了挥手，
4张石凳从地底冒出。等到众人坐下后，老者这才缓缓开口，为众人讲述了一个距今已有100万年的故事。从这位老者的口中，众人了解到，100万年前，上界分为一州一宫2门4域，其中要数中州最为繁华。那里是九玄大陆的斗争之地，有数百位大地级强者汇聚于此，只为通过斗争来突破地境9重，从而彻底跳脱九玄大陆的天道限制，成为传说中的超脱者，不死不灭。也就是在那时，鬼域中有一群人动了歪心思，试图打破时空，直接超脱前往另一个世界，不料却开启了一场可怕的噩梦。有无数异族突然涌现而出，他们不但实力强大，能侵蚀大地，还有能侵入人思想的能力，让人不知不觉间诞生出邪念，自相残杀。只用了短短数天，鬼域便彻底沦陷，被异族统治。那时的中州强者还在进行斗争，并未发觉。等到他们发觉时，异族已经成了气候，已经大范围的朝着中州侵蚀而来。一场与异族的大战就这么爆发开来。那场战争打了数年，中州的强者众多，虽然占据了上风，但奈何异族即便生死被击成粉末，依旧会散发出诡异的气息，侵蚀大地，让这里的大地再也无法诞生出灵气。也因此，这些异族被他们称之为邪魔。100余位大地级强者商讨后决定，先将异族之王拿下，让这群异族群龙无首，再慢慢消灭。哪知异族之王是一位实力极强的超脱者，100余位地级强者参战，最终只存活下来不到3成。幸运的是，他们将异族之王成功击杀，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异族之王死亡时诞生的恐怖气息，转瞬间便侵蚀掉了整个中州，让中州彻底成为了异族的乐园。无奈之下，剩余的地级强者联手，布下了笼罩整个中州的乾坤炼魔阵，想要将这些异族全部炼死。同时，为了避免影响到其他界域，他们联手将中州和鬼域彻底击沉，坠入到了下界的荒海之中。之后又联手将异族的通道封印，镇压在了上界的无尽海中，成立了一个名为圣域的势力负责镇守。做完这些，几乎所有的地级强者全部因气血耗尽，最终死在了这里。只有眼前这位老者因为实力强绝，用秘法才在这里苟活了万年。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片被异族侵蚀的大地，经历万古岁月后，竟再次孕养出了异族。为了不让这些异族祸害人间，老者以自身为基，施展阵法，将这一切全都埋葬在了地底。但结果还是影响到了整片大陆，后世从这里诞生的人族都会比别的地方要更加的嗜杀。唯一让老者感到庆幸的是，他等来了叶苍玄的到来。据老者所说，叶苍玄是个特殊的存在，他的身体极正邪于一身，可以称之为最完美的肉身。听到这里，众人明白了蛮州的由来，也知晓了为何蛮州之人会喜好嗜杀的原因。而且众人还从老者的口中了解到，整个蛮州的一草一木，其实都是由100万年前中州数百位地境强者的血肉催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蛮族之人从小狩猎所吃下的所有肉食和植物，都等同于在吞噬地境强者的血肉。这也是为什么蛮族之人的肉身要比其他界域的人族要强悍许多。而其中的弊端就是因为天生肉身太强，所以对天地间的灵力排斥，无法吸纳。优势是他们的肉身几乎没有上限。之所以蛮皇与叶苍玄无法突破，是因为他们也同样吸收了异族的能量，两者之间出现了冲突罢了。如果想要打破这个冲突，成功突破，有2种方法可以实现：一是可以击杀一位实力相近的异族，将他们的异族能量全部吸收，借此来强行暴力突破；又或者借助天劫之力，将天劫之力纳入体内作为协调，让体内的3种能量交融，也能顺势突破。第二种是在老者见到叶苍玄后才突然想到的方法。叶苍玄度过天劫，体内有劫力残留，之所以没能突破，是因为他体内的异族力量太少，无法交融。听到老者的解惑，叶苍玄心中明了，将唐悠悠和叶希儿抓走的2个人形生物，应该就是老者口中所说的异族了。而且叶苍玄还从老者这里了解到，蛮族之人从小吸收地境的血肉长大，拥有地境强者血脉的同时，也因为吸收了异族的能量，同样拥有异族的血脉。那些异族之所以抓走唐悠悠和叶希儿，无非是想要开启他们体内的异族血脉罢了。老者对异族的镇压，以及众多地境强者生前留下的执念，他们与异族一直属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但凡一方多一些力量，便能打破这个局面。异族正是想要开启2女体内的异族血脉，来摆脱眼前的困境。如果让他们成功，九玄大陆将会彻底沦陷，因为现在的九玄大陆可比不上100万年前，已经拿不出数百位地级强者了。说话间，老者在地上绘制出一张地图，将2女此刻所在的位置告诉了众人。面对老者的答疑解惑，叶苍玄很是感激。就在他准备告辞前去营救2女时，老者突然开口提出想要与他单独一谈。叶苍玄也没有拒绝，让众人先行出去，在外面等他。待得众人离开后，老者才道出了有关叶苍玄肉身的秘密。用老者的话说，叶苍玄的肉身很强，几乎容纳了数百位地级强者的血肉精华，哪怕是还没有突破地境，也都已经拥有了伪地的实力。若是他能够成功突破，那么他的这具肉身所蕴含的天劫之力，可以说完全是异族的克星。所以关闭异族通道的众人，只能拜托叶苍玄去完成了。对于这些，叶苍玄没有拒绝，只是让他有些不解的是，他全盛时期哪怕是在上界，也找不出几个能与其一战的对手。叶苍玄闻言心中骇然，
如果自己全盛时期都只能称之为伪帝，那真正的地境强者又该有多强呢？见叶苍玄对于地境完全没有概念，老者继续开口向他解释道：这100万年中只出现过一次成帝劫，正是不久前叶苍玄所度的长生劫。想要成帝，则必须要成功度过此劫。听到这话，叶苍玄眉头紧锁，他现在才知晓自己是多么的可笑，连地劫都渡不过，还想着挑战天道。也就是说，现如今上界那些所谓的大帝，其实连伪帝都算不上，不过是些强一点的蝼蚁罢了。而据老者所说，地境共分为9重，每一次要渡的雷劫都要比上一次强10倍。眼前的老者正是人族唯一一个成功度过了9重地劫的顶级强者，人称地9玄。见叶苍玄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老者笑呵呵地安慰道：当年与异族的大战，导致9玄大陆伤了本源，在灵气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叶苍玄还能拥有伪帝的实力，已经算得上是万中无一的天赋了。就在这时，整个山洞突然晃动了起来，老者身后的石柱瞬间出现裂缝，一股邪魔的气息从裂缝中涌出。见状，老者急忙双手掐诀，开启了镇压邪魔的大阵。一道道磅礴的能量从四周的石像中涌出，与老者的能量汇聚到了一起，在上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符文。直到石柱中涌现出的魔气消失，老者才终于长长的松了口气。结界突然动荡，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老者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于是掐指一算，想要找到缘由。哪知下一秒，老者的脸色瞬间大变，是上界镇压异族通道的封印松动了，才导致魔气的外泄，从而影响到了这里。叶苍玄不禁有些担忧起来，不知晓圣域中的伊清寒能不能应付得过来。而且据老者所说，原本异族想要将唐悠悠和叶希儿转换成异族，最少也需要3天时间，但现在封印松动，这些异族肯定会不计代价强行转换，最长2天，最短1天就能完成。听到这话，叶苍玄急忙转身向外走去，远远的听到身后老者的嘱咐声：异族血脉会侵蚀神智，一旦被异族转化，就会彻底失去自我意识，那时的二女将会拥有无限接近地境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到达地境1重2重，切记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感情用事。叶苍玄回应了一声，走出了大阵，在交代秦木雅和叶灵烟再次等待后，和蛮皇一同动身，火速的向着异族所在的方向飞去。与此同时，在异族所在的山谷中，唐悠悠和叶希儿被分别绑在了2根石柱上，下方的异族人正手舞足蹈地跳动着，仿佛在进行着某种未知的仪式。面对唐悠悠的叫骂声，异族不闻不问。石柱下方的池水正热气腾腾地翻滚着，这时一群异族人上前划破掌心，大量的蓝色血液滴落而下，汇聚在一起向着池水中流去，口中还不停念叨着听不懂的语言。这一幕看得上方的唐悠悠很是无语。随着异族的血液流进池水中，池水仿佛沸腾一般冒出了大量的气泡。见此情形，所有的异族人纷纷跪下，不断地向着池水的方向跪拜起来。就在这时，唐悠悠脸色突然大变，池水沸腾的同时，石柱居然开始下沉，眼看二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池水淹没。唐悠悠咬紧牙关，心想大不了拼了，至少也能先把希儿给丢出去。随即扭动身体开始挣扎起来，想要将捆绑自己的绳子弄断。随着唐悠悠一声怒吼，全身的力量全部涌出，啪的一声，石柱瞬间被其震断。唐悠悠也趁机挣脱了捆绑的绳子，随即纵身一跃，向着叶希儿飞去。在将叶希儿的绳子解开后，唐悠悠直接将手抓进了石柱中，紧接着另一只手用力的将叶希儿给扔飞了出去，要其趁着这群异族还在进行仪式时，赶紧逃出去寻找叶苍玄来救援。哪知下一秒，叶希儿仿佛撞上了墙壁，整个人瞬间掉进了下方的水池中。唐悠悠急忙跳了下来，将叶希儿扶起。他没想到这些异族竟还布置了结界，这下想要逃出去恐怕就有些难了。这时他突然发现池子中的水虽然在沸腾，但却一点都感觉不到烫，反而感觉浑身上下仿佛充满了力量，仅仅数息，整个人都长高了一截，心中更是升起了想要跟人打一架的念头。与此同时，在上界圣域的碧海仙宫中，公主伊清寒发现封印出了问题后，急忙召集宫内的所有弟子，吩咐一名弟子去通知各界的大帝，务必让他们在1个时辰内赶到圣域。随后安排宫内的弟子前往地下2层，全力的施展乾坤伏魔阵来镇压魔气，自己则是来到了地下1层查看情况。他没想到只是斩查的功夫，下方的封印居然又破开了那么多。伊清寒打开了外部封印，果断进入到内部的封印界中，挥手间数道符文凝聚而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朝着下方的封印飞去。片刻后，在他全力的修补下，出现裂缝的封印成功被压制。接下来只要等各界的地境强者赶到，共同配合他一起，便能加固封印了。然而伊清寒不知晓的是，他前脚刚走，一个空间裂缝突然出现，一滴液体滴落到地面，将地板腐蚀。很快这滴液体就穿过了层层封印，来到了下方被镇压的地底最深处。片刻后，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地底，正是从域外通道成功突破封印的一族。这位名叫第一的双翼魔族打量了一番四周的封印大阵后，口中发出了一阵猖狂的笑声。接下来他要好好看看这方天地中有没有什么乐子。说话间快速地向着外面的世界飞去。另一边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叶苍玄，此刻正与蛮皇商讨着如何进去救人。二人按照老者提供的地图方位，成功地找到了地底世界中异族的老巢。但面对对方30多位异族的强者，叶苍玄和蛮皇也不敢轻举妄动。按照之前老者提供的突破方法，
蛮皇只需要吞噬一位异族便能突破肉身的极限，而叶苍玄则是至少需要4个。眼下只需要先引出几位异族将其猎杀，二人的实力就能恢复巅峰，同时也能一举突破到更高的境界。如此一来，想要救人便能轻而易举。很快，叶苍玄便想出了一个法子，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将自己的血液滴落在石头上作为引子，再让蛮皇携带这些石头吸引异族的注意，而他则是在暗处寻找一击毙命的机会。很快，叶苍玄的方法就看到了成效，一位肉身堪比地级的异族死在了他的手中。按照老者给他传授的方法，叶苍玄将这位异族的所有能量全部吞噬。只是盏茶的功夫，他不但实力恢复到了巅峰时期，而且至少还增加了2成的力量。随即一跃而起，向着蛮皇所在的方向冲去。实力恢复的他不再需要任何手段，直接上前开干就是，一拳轰出，恐怖的力量向着异族呼啸而去。砰的一声，直接将数十位异族强者全部解决。随后二人开始尽情地吞噬异族的能量。不知过去了多久，蛮皇率先突破，他终于冲破了肉身的限制，肉身的力量比之先前要强上数十倍，而叶苍玄还在继续吸收能量。见到这一幕，蛮皇有些难以想象，等叶苍玄成功突破后会变得有多强。数个时辰后，叶苍玄猛地睁开了眼睛，体内的能量已经饱和，但雷劫之力还有欠缺。想到此，叶苍玄没有犹豫，直接释放出全身的能量来引渡天劫。他打算再渡一次长生劫来获取更多的雷劫之力。顷刻间，天空乌云密布，10万天劫从天而降。这一次的长生劫对于叶苍玄来说轻而易举。在蛮皇震惊的目光中，叶苍玄直接捏爆了天道降下的10万天劫，同时将磅礴的雷劫之力全部吸纳进体内。但这些雷劫之力还远远不够。叶苍玄一手指天，怒吼一声：“敢不敢再多来一些？这点雷劫之力还不够我挠痒痒的！”如此狂徒，天道哪里能忍？比之先前更恐怖的天雷瞬间倾泻而下，一时间天昏地暗，仿佛世界末日般。在这股磅礴的雷劫之力的充斥下，叶苍玄终于突破到了地境，成为了真正的大地级强者。感受到体内的能量，叶苍玄才明白，为何先前老者说他全盛时期不过是个实力强一些的伪币罢了。与之相比，两者间的差距犹如鸿沟。突破地境的叶苍玄拥有了地念，一念之间，整个异族的老巢在他地念的扫描下一览无余。很快便找到了关押唐悠悠和叶希儿的地方，随即二人火速地向着祭坛所在的方向飞去。而此刻看着结界外虎视眈眈的异族，唐悠悠面色凝重，心情跌入到了谷底。就在他心生绝望之时，一道撞击声突然在结界外响起，正是叶苍玄和蛮皇及时赶到。见到来人，二女露出了兴奋的神色。叶苍玄查看一番困住二女的结界后，吩咐二女向后躲远一些，紧接着一拳直接轰向了眼前的结界。乃至下一秒他就傻眼了，自己的全力一击居然无法撼动异族布置的结界。想要破开结界，看来只有将这群异族全部解决才行。想到此，叶苍玄果断向着领头的异族冲去，然而一脚飞出正中异族的面门，但想象中的一击必杀却没有发生。领头的异族用九玄大陆的语言开口道：“我还以为你有多强，原来只有地境一重的修为啊！”见状，叶苍玄急忙后退，拉开距离。他能感受到这名异族的肉身极为强悍，远不是那些普通的异族能够比拟的。异族也是没想到，这方天地在本源受损的情况下，人族居然还能诞生出地境的强者。可惜只是一位地境一重的强者罢了，而他可是地境4重的存在。虽然曾经死过一次，刚刚复苏，但也不是区区地境一重能够抗衡的。说话间，异族身影快如闪电，向着叶苍玄杀来，只是一击便将叶苍玄给击退了数米开外。感受到异族的力量和速度，叶苍玄面色凝重。面对异族的不断进攻，他也只能不停地躲闪。一连大战了数个回合后，叶苍玄终于想到了破解的方法，主动露出破绽，结实地承受了异族的一拳，但也让他趁机抓住了异族的手臂。紧接着，一团恐怖的雷劫之力出现在掌心，下一秒快速地轰向了异族的面门，只是一击直接破了异族的防御，将其击毙。老者之前说的果然不假，叶苍玄的血液中掺杂着雷劫之力，简直就是异族的克星。为了谨慎起见，叶苍玄再次补了一拳，他不敢保证地境4重的强者有没有死透，当下的局势还是稳妥一些好。随即看向剩下的一群异族，对付这些没有神智的异族，叶苍玄毫无压力，犹如砍瓜切菜般将这些异族全部屠戮一空。做完这些，叶苍玄再次来到结界前，一拳轰出，结界瞬间破碎。被救的二女兴奋地向着叶苍玄扑去，忍不住诉说着被异族抓走的经历。就在三人寒暄之时，四周死去的异族身体中突然冒出了大量的魔气，紧接着快速地向着唐悠悠和叶希儿冲去。三人还没来得及反应，魔气便已经钻进了二女的身体中，眼看就要被四周的魔气包围，叶苍玄急忙拉着二女向着外围冲去。然而就在这时，唐悠悠的身体突然出现异样，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唐悠悠的体内爆发开来，直接将叶苍玄给震飞了出去。只见唐悠悠的身高已经到达了成人的地步，浑身散发着一股磅礴的能量，下一秒直接快速地向着叶苍玄杀来。
镇压域外邪魔通道的封印突然破损，圣域之主召集上界的所有强者，合力催动诛邪阵法来修补封印大阵。在众强者的全力配合之下，圣域之主伊清寒终于启动了大阵。可眼看就要将破损的封印修补之时，妖神殿殿主长荒突然发难，将全神贯注的伊清寒打成了重伤。同时遭受其偷袭的还有雷域之主雷魔尊。在长荒的眼中，只要将最强的2人废掉，那么这九玄大陆将会成为他一人的天下，全天下的资源都将成为他个人的独享。如此一来，又何愁不能够天下无敌呢？至于所谓的域外邪魔，对于他来说又有何惧？可他根本就不知晓域外邪魔的可怕之处。100万年前，为了将域外邪魔击退，彻底封印异族的通道，中州的大地级强者几乎全部牺牲，只存活下来一位地级9重的老者，以自身为基施展阵法，才将这些异族全都埋葬在了地底。九玄大陆这才终于得以安宁。如今斩荒却以一己私欲和无知，打断了伊清寒修补异族通道的封印。随着封印被毁，天空中突然出现一轮血日，只见血日裂开，恐怖的邪魔气息蔓延开来。看到这番场景，伊清寒心中悲凉。先辈们牺牲无数用血肉堆积出的堡垒，就因为斩荒一人的无知给彻底毁了。只可惜在临死前没能再看一眼自己的爱人。而此刻上方的空间裂缝中，一只体型巨大的妖兽从里面走出。见到这一幕，斩荒满脸的不屑之色。就这种级别的邪魔也能让你们害怕成这样，真是可笑至极啊！说话间，斩荒直接朝着那头妖兽飞去。今天他要让众人看看，他斩荒仅只需要一招，就能宰了这头让圣域感到绝望的邪魔。正如斩荒所说，他确实只用了一击就将那头妖兽给成功斩杀。做完这些，斩荒看着下方的伊清寒和雷魔尊，言语间透露着轻蔑与不屑。对于斩荒的愚蠢，雷魔尊并没有理会，而是看向一旁的伊清寒，开口询问道：“这邪魔通道开启后，真的就没办法再次关闭了吗？”闻言，伊清寒有些无力地解释道：“100万年前那个天骄齐聚的时代，数百位地级强者联手都没能做到，最终只是用阵法将邪魔通道封印。如今连一位真正的地级强者都没有，想要将邪魔通道彻底关闭，希望渺茫。”而此刻上空的斩荒刚刚才杀死了一头妖兽，没想到通道中又走出了一头。对此斩荒也是毫不在乎，不过是多出手一次罢了，正好可以让下面的一群胆小鬼知道，所谓的域外邪魔不过是个笑话而已。然而当他再次将这头新的妖兽斩杀之时，一个双眼通红、背后长有双翅的异族从通道中走出。这一刻，斩荒才知晓是自己弄错了对象，新出现的这位才是真正的域外邪魔。不过虽然比之前面2头看上去强悍一些，但真正交手之后，斩荒才发现这个邪魔也不过如此，仅用了数个回合便将其轻松斩杀，这样的异族又有何惧呢？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下一秒斩荒就立马傻眼了。只见一个个密密麻麻的身影快速的从通道中飞出，放眼望去，天空中出现了上百位异族。这一刻，斩荒才慌了神，心生惧意。看着源源不断从通道中走出的异族，斩荒二话不说，直接转身就要开溜。这时通道中又走出了一尊强大的异族，他在通道中就听到了斩荒狂妄的话语：“羞辱了他们种族还想走，哪有这种好事？”说话间，一柄血红色的长矛出现在他的手中，紧接着快速的向着斩荒逃走的方向投掷而出。感受到身后长矛携带的恐怖威力，斩荒急忙转身进行抵挡，但异族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还没等他反应，异族的一拳已经轰来，砰的一声，斩荒瞬间被砸进了地面。紧接着，异族从天而降的一脚重重的踩在了斩荒的胸前，斩荒连反应的余地都没有，直接当场毙命。见到这一幕，远处的雷魔尊大惊，哪怕斩荒是他们当中最弱的一个，也不该死得这么简单才对。闻言，伊清寒露出一副意料之中的神色，这些异族远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可怕。随即看向身后的一众强者们，留在这里也是等死，不如都赶紧离开，有多远逃多远，也不至于让九玄大陆断了传承。听到这话，余下的强者们没有任何意见，快速的向着四周遁去，只留下雷魔尊和伊清寒2人应对。与此同时，在蛮州地底的世界中，从异族手中救出的唐悠悠和叶希儿，不幸被异族的魔气所侵蚀。唐悠悠神智被困，向着叶苍玄杀来，一脚之力直接将叶苍玄给踢到了地面。叶苍玄感受到此刻唐悠悠的力量，比之突破到地级的他都要强横。就在叶苍玄面色两难，不知该如何是好之时，唐悠悠再次向他发动了进攻。然而途中，唐悠悠的身体突然出现状况，整个人直接跌落到了地面。属于唐悠悠自己的意识占据了上风，重新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唐悠悠急忙开口让叶苍玄将自己打晕，再想办法解放他的意识，驱除体内的魔气。闻言，叶苍玄果断出手，一掌击出，唐悠悠瞬间失去了意识，晕厥了过去。这时蛮皇刚刚解决完，剩下的异族赶来，得知二女的神智被异族压制，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但突然想到叶苍玄血液中的雷霆之力，说不定能克制这些异族的意志。闻言，叶苍玄果断划破手腕，将血液滴落进唐悠悠的口中，顿时唐悠悠的体内散发出电光和噼啪声。没过多久，唐悠悠就恢复了神智，苏醒了过来。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叶苍玄将徒弟叶希儿也成功唤醒。
就在这时，地底世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裂缝，大阵中的老者心有所感，掐指一算找到了缘由，通过传音告诉叶苍玄等人，上界镇压的邪魔通道出现变故，速去支援。想到伊清寒的处境，叶苍玄吩咐众人在此等候，急忙动身，向着上界圣域所在的方向飞去。域外邪魔冲破封印降临世间，圣域之主与雷域之主留下断后，其余强者全部遁走，为人族留下传承。随着异族头目的大手一挥，无数异族犹如潮水般向着二人冲去。见此情形，雷魔尊释放出纯阳雷体，伊清寒动用圣域秘术为他加持，暂时提升了雷魔尊的力量和防御。面对蜂拥而至的异族大军，雷魔尊开启了狂暴模式，全身被雷电环绕，犹如一个杀戮机器，所过之处异族的肢体横飞，失手一出。伊清寒凝聚出2柄长枪，开始了大杀特杀，普通的异族短时间也无法撼动二人。见状，异族头目从上空飞跃而下，突然出现在伊清寒的背后，想要偷袭。对此，伊清寒早有防备，用力的一跺脚，一个巨大的法阵突然凭空出现，将四周的异族全部笼罩在内。圣域的存在本就是为了镇压异族通道，又怎么可能不留后手应对异族的入侵呢？刹那间，一股重力从阵法中涌现，直接将偷袭的异族头目压制得无法动弹。紧接着，一道攻击瞬间凝聚在伊清寒的手中，没有丝毫的停顿，向着异族头目杀来。无法动弹的异族头目大惊，怒吼一声：“尔等还在等什么？还不快出来！”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道攻击凭空出现，将伊清寒阻拦。只见上方的空间裂缝中再次走出了4尊强大的异族。看到这一幕，伊清寒心中大惊，通道封印才刚刚破开，按理说应该出现不了地境才对，此刻竟一连出现了5尊异族强者。看着同伴被伊清寒压制，一位异族缓缓开口道：“没想到这方天地竟也破败到如此地步，只剩下2个能看的小娃娃了吗？犹记得100万年前，就连双翼王亲临也没能攻下呀。如此一来也好，我们也能早点拿下这方天地的本源。速战速决吧，各位，不然耽误了吴王的大计，下场可是会很惨的。”说话间，女性异族直接朝着下方的雷魔尊杀去。在雷魔尊的眼中，女性一直都是弱者的存在，但没想到无论他如何攻击，竟连对方的衣角都碰触不到。连番被对方戏耍的雷魔尊愤怒不已，瞅准机会一拳轰向异族的面门，哪知竟被对方一根手指给轻松的接下。雷魔尊露出了震惊的神色，这个女性异族究竟有多强？与此同时，另外一名异族从天而降，直接朝着正在催动大阵的伊清寒杀去。只是一击，伊清寒瞬间口吐鲜血，跪地不起。本就重伤的他伤势愈发严重，彻底失去了战斗的能力。眼看异族的魔爪向他抓来，下一秒就要生死道消之时，一道人影快如闪电般疾驰而来，一连3拳轰出，围攻的3位异族瞬间倒飞了出去。来人正是从下界蛮州火速赶来的叶苍玄，一同追来的还有唐悠悠和叶希儿2女。叶苍玄原本想要2女留在下界安全一些，但最后还是拗不过2女的性子，只好同意一起跟了过来。看着此刻已经难以招架的雷魔尊，叶苍玄吩咐唐悠悠过去帮忙。闻言，唐悠悠一个闪身激射而出，转瞬间便将正准备给予雷魔尊致命一击的异族给撞飞了出去。随即拍了拍雷魔尊，笑呵呵地说道：“小伙子，你这实力不太行啊，居然连个小喽啰都打不过。”被异族献祭过的唐悠悠不但没有被魔气侵蚀意志，而且还因祸得福，肉身的力量大幅提升。看着唐悠悠挑衅的手势，异族瞬间大怒，一个闪身火速地向着唐悠悠杀去。2人没有任何花式的战斗技巧，纯粹的拳头力道直接撞到了一起。数个回合后，异族没有占到半分便宜，身后的尾巴犹如长矛向着唐悠悠刺来，哪知直接被唐悠悠给抓在了手中。用唐悠悠的话说，居然还想要用尾巴偷袭，这不纯粹是在找揍吗？说话间，手中的力道不断加大，被抓住尾巴的异族好似命脉被掌控，浑身无法动弹，没了反抗的能力。唐悠悠用力扯了半天也没能扯断，随即露出了邪恶的笑容，直接甩动异族的尾巴向下砸去，紧接着不停地向着地面来回撞击。看着唐悠悠狂暴的模样，雷魔尊流着冷汗感慨道：“叶苍玄的女人都是什么怪物啊？怎么一个比一个变态？”一连不知来回砸了多少次，唐悠悠终于扯断了异族的尾巴，而异族也是一命呜呼，当场断气。与此同时，叶苍玄也已经将其余的异族全部干翻。在叶苍玄的威逼下，这些异族道出了他们入侵九玄大陆的目的。他们双翼魔族是来自一个名为圣界的地方，因为族人众多，修炼资源最终枯竭，所以都是依靠掠夺其他世界的本源来进行修炼的。所谓的世界本源就是天地间的能量来源，一旦被夺走，这方天地就会逐渐变成荒芜之地。而且叶苍玄还从这些异族的口中摸清了双翼魔族的实力层次，双翼族上面还有4翼魔族以及6翼魔族，而眼前这些双翼族不过是垫底的存在，一般都是当做入侵其他世界的炮灰。上面还有魔族统领、将领以及双翼侯和双翼王，越往上实力就会越强。按照叶苍玄的估算，眼前这些双翼族的炮灰只有伪帝的实力，而4翼魔族和6翼魔族就是地境。
统领、将领这些则是拥有地境3、4重的实力，而双翼族的王则是拥有地境7重的实力。在网上，4翼王和6翼王都是地级8重、9重的存在。说话间，一双大手突然从空间裂缝中探出，想要将2名异族救回。见此情形，叶苍玄露出了玩味的笑容，逼出一滴指尖血，紧接着快速地向着通道中弹射而去。携带着雷霆之力的血液只是一个触碰，上方的手臂瞬间断裂开来。刚刚还庆幸获救的2名异族跌落到了地面。异族通道中的存在没有摸清这方天地前，也不敢直接现身，选择了沉默。见此情形，叶苍玄直接张口一吸，将刚刚斩杀的异族能量全部吸纳进了体内，随即吩咐伊清寒召集上界的所有强者，他要选一处安全的地方有钥匙宣布。不知过去了多久，所有上界的强者全部聚集在了妖神域，大敌将至，此战关乎整个大陆的生死存亡，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所以接下来只有尽可能的提升整体的实力。整个妖神域的妖兽都可以猎杀，夺妖丹、食妖肉，只要能提升实力，哪怕是曾经被禁的禁术秘法，在不伤及同胞的情况下，都可以拿出来使用。只希望所有强者1个月内都尽数到达伪地境，届时叶苍玄会出手帮助所有人渡成地劫。域外邪魔的大军将至，上界所有强者全部进入到疯狂提升修为的状态。夺妖丹、食妖肉，只要能提升人族的整体实力，无所不用其极。但半个月过去，即便是用尽了所有的手段，能踏入伪地境的强者也未能过百。帮助雷魔尊和伊清寒成功度过地境的天劫后，叶苍玄安排2人前去指导那些还未踏入伪地境的修士。10天之后，集结所有达到伪地境的修士渡劫突破，来共同抵御邪魔的入侵。看着刚刚2人渡劫时留下的雷劫余韵，叶苍玄招来了远处的徒弟叶希儿。叶希儿拥有4灵圣体，阵法天赋最强，如果能用阵法将这些残存的雷劫保存下来，对于接下来与异族的大战来说，也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杀手锏。吩咐雷魔尊和伊清寒收集上界所有的阵法秘籍供叶希儿参悟，并且将唐悠悠留下为叶希儿护法。随后，叶苍玄返回到了下界蛮州的地底世界。此时，镇压异族通道的封印石柱已经布满裂痕，盘坐在下方以自身为基催动大阵的第9玄，整个人都已经变成了石像的状态。从叶苍玄的口中了解到上界的危机后，第9玄苏醒了过来。他没想到情况已经严峻到这种地步，不过有他和身旁这些老伙伴的一股全力镇压，可以向叶苍玄保证的是，异族地境8重及以上的强者在半年内无法踏入这方天地，至于更多的他就无能为力了。而且第9玄给出了一个延缓的方法，只要叶苍玄能在半年内将异族通道再次封印，那么就可以让这方天地得到喘息，这样就有充足的时间来培养出更多的强者，来应对未来与异族的最终之战。说话间，第9玄抬手指向叶苍玄的眉心，将当年集数百位地级强者共同创造出的封印之法传给了叶苍玄，前提是必须要在上界没有异族气息残存的情况下，封印异族的通道才能成功。所以当下要做的是，必须要将上界的邪魔全部伏诛。随后，叶苍玄找到了在下界的秦木雅和叶灵烟2女的实力低微，留在下界会更加安全。了却了下界的所有事宜后，叶苍玄动身向着上界飞去，来到了妖神域一处名为神断谷的地方。时间所剩不多，能够突破地境的人族强者，短时间内也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实力。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依靠外物来提升战力了。此时，一位轮着铁锤正在热火朝天锻造武器的男人，正是叶苍玄此次要找的对象。此人名为铁云，被誉为上界第1锻造师。叶苍玄直接开门见山说出了此次的来意，他要铁云在20天内帮他锻造出100把兵器。脾气火爆的铁云闻言，立马破口大骂了起来。这是要将他当成牲口不成？20天哪里能锻造得出来这么多兵器？可当叶苍玄拿出堆积如山的珍稀材料后，铁云立马就换了一副面孔。叶苍玄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兵器足够结实和锋利就行。只不过用这些珍稀材料去锻造那么多普通的兵器，对于铁云来说简直是在暴殄天物。见铁云答应叶苍玄划破手掌，将自己携带雷劫之力的血液滴进到大缸中，让铁云切记锻造兵器时必须要用这些血水来淬炼。一晃眼20天过去，叶苍玄开始陆续帮助诸多的伪地境修士渡劫。在连续10天10夜的渡劫下，一共有123人成功突破到了地境。叶苍玄也在吸收了大量的雷劫之力后，修为突破到了地境3重的境界。叶苍玄所做的一切获得了所有强者的认同，成为了上界名副其实的第1人，被众强者共尊，人送外号叶天帝。就在这时，空中的异族通道突然传出轰隆声，大量的异族之人从通道中涌出。这一次带队的是双翼魔族的统领地狱，一位堪比人族地境5重的存在。见此情形，叶苍玄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他没想到，只是过去了1个半月的时间，异族居然这么快就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随即也没有多想，直接大手一挥，身后刚刚突破到地境的所有强者全部拿出了武器。这一战，他不求这些地境强者能杀多少异族，只要能完整的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就行。一时间，人族与异族的首战彻底爆发开来。叶苍玄
远也打出了一击，吸引了异族统领的注意。这位地境5重实力的异族只能靠他来对付了，一路将其带到了战场的边缘之处，避免接下来的战斗波及身边的人族。叶苍玄刚刚的挑衅让帝允暴怒，区区一位地境2重的人族，居然也敢不将他这位统领放在眼里，手中的巨斧携带着恐怖的巨力向着叶苍玄劈来。见此情形，叶苍玄直接轰出一拳迎了上去，然而只是接触的刹那，一股巨力传来，叶苍玄整个人瞬间倒飞了出去。他没想到实力只是相差2重境界而已，刚一交手就让他受了不轻的伤。想到此，叶苍玄果断变换攻击的手段，将克制异族的血液滴落到石头之上，紧接着催动地上的石块，呼啸着向着帝允攻去。见到这一幕，占据上风的帝允满脸的不屑，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对于他来说，连他的肉身防御都难以破开。然而下一秒，帝允就傻眼了，普普通通的石块竟势如破竹般，直接击碎了他引以为傲的防御屏障，连带着身后的翅膀都被瞬间击穿。见一击得手，叶苍玄没有任何停顿，再次抓起一块沾染其血液的石块，携带着雷霆之力，快速的向着帝允冲去。砰的一声，帝允手中用来格挡的巨斧破裂开来，直接遭受重创，被撞飞了出去。想到自己的防御在对方的攻击面前就宛如纸糊的一般，帝允这才发现石头上的异样，对方的血液竟能克制他们魔族的血脉。想到此，帝允直接放弃了一部分肉身，施展逃遁之法，化作一道影子向着远处逃去。他一定要将这件事告诉自己的族王，否则他们双翼魔族一定会吃大亏的。在后方紧追不舍的叶苍玄通过观察发现，帝允的逃遁之法虽然速度提升了许多，但修为境界也从地境5重掉到了4重，这或许就是帝允逃遁之法的代价了吧。血液中带有克制异族的雷霆之力，可以说是叶苍玄对付异族的杀手锏，他又怎会允许帝允逃回去禀报呢？想到此，叶苍玄逼出掌心的血液，在身后不断的轰向前方逃遁的帝允，一路你追我赶，步步紧逼。帝允不知承受了叶苍玄多少拳，终于来到了主战场上方的异族通道。眼看就要进入通道逃离这方世界时，一道巨大的法阵突然凭空出现，直接将帝允给拦了下来。叶希儿操纵着圣域封魔阵现身而出，见到这一幕，叶苍玄终于放下心来。之前吩咐徒弟叶希儿布阵隐于暗处，没想到关键时刻还真的起到了作用。见自己竟被一个小女娃给拦住了去路，帝允释放出所有的力量，直接轰向了叶希儿。但很显然，他低估了叶希儿布置的大阵。只见叶希儿双手掐诀，快速变换，一连不知多少个大阵同时被激活。砰的一声，数道大阵直接轰向了攻来的帝允。同一时间，叶苍玄的身影如同鬼魅般也出现在了帝允的身后，一把抓住了帝允的脑袋。叶苍玄聚集全身的力量，直接轰向了帝允。恐怖的撞击声传出，竟让下方交战的战场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异族这位地境5重的异族统领竟直接当场毙命。见状，叶苍玄急忙一指点向帝允的眉心，趁其魂力还未散尽，使出了搜魂术，想要窥视了解异族的整体实力。通过帝允的记忆，叶苍玄看到一个未知的血红世界中，有着密密麻麻数不尽的异族正在聚集，正是帝允带军入侵十方天地的前夕。然而还没等他多了解一些异族的讯息，坐在王座之上的异族王突然散发出恐怖的威势，他竟直接隔着时空察觉到了有人正在窥视。一对血红的双眸散发出恐怖的杀机，隔着遥远的时空直接将叶苍玄重创。感受到对方的气息，叶苍玄瞬间汗如雨下。按照他的推算，此人最少都是地境9重，甚至有可能是个已经超越了地境的存在。想到此，叶苍玄也不敢再大意，急忙下令全军将剩下的异族全部歼灭，好将多余的时间用来准备接下来异族的再次入侵。只是不知晓下一次异族又会派遣什么级别的强者过来。如果是刚刚那位异族王亲自降临，以现在的人族实力来说毫无胜算。就在他思考该如何应对之时，恐怖的气息突然出现在上方的异族通道中，异族王的声音犹如雷霆般从通道中传来。原来只是一个地境3重的小家伙呀，没想到竟能杀死帝允，这方天地还真是有意思啊，希望能多给我一些乐子吧，可不要早早就破灭了。随着话音落下，恐怖的气息消失在了通道中，叶苍玄这才终于松了口气，看来对方也是心存忌惮，没有直接降临，否则人族这边可就真的没有任何希望了。随着双翼魔族统领帝允的陨落，魔族虽然人数众多，但群龙无首，没有了帝允的指挥，开始乱作一团。人族100余位地境1重的强者，手持专门为了克制魔族所锻造的兵器，开始了疯狂的杀戮。不知过去了多久，直到最后一位魔族倒地身亡，人族对抗异族入侵的首战终于大获全胜。在雷魔尊的统计下，共歼灭双翼魔族军11万人，其中还有18位地境2重以及78位地境1重的邪魔强者，而人族这边则是牺牲了3名地境1重，可以说是一场完胜了。这也要多亏了叶苍玄特意准备的兵器，这些兵器能够无视邪魔的防御，否则人族想要获胜也绝不会达到这种战绩。对此，叶苍玄却没有半点的开心之色。人族这边的地境强者本就有限，在他对帝允的记忆探查后发现，魔族的人数多到根本就看不到边际，这么下去，人族早晚有一天会被对方给耗尽的。想到此，叶苍玄吩咐一旁的雷魔尊，让圣域之主伊清寒将圣域的诸魔阵法交给所有的人族强者，
只有多一些强力的手段，才能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提高胜率。庆幸的是，由于叶苍玄的体质特殊，拥有邪魔以及人族血脉的他，可以吞噬邪魔死后留下的黑雾气息，用来提升自己的修为。在吞噬了数十万异族死后留下的气息后，叶苍玄的修为境界成功突破。他释放出全身的修为，引出了雷劫。前不久，他替百位人族强者度过地境的雷劫，血脉中早已富含了大量的雷劫之力。地境5重的雷劫对于他来说轻而易举。在成功度过雷劫后，他将剩余的雷劫之力汇聚到了一起，吩咐徒弟叶希儿打开阵法，将这些雷劫之力全部储存起来。等遇到真正难以匹敌的异族强者时，这些雷劫之力或许能起到大用。与此同时，在十方天地外邪魔界的异人域中，无数双翼魔族的大军早已集结完毕。上方的王位上坐着的正是双翼魔族的王。六翼王在感受到统领地云陨落后，嘴角露出了邪恶的笑容。他没想到十方天地在本源受损后，居然还能诞生出地境的强者，而且还是一位能够越级挑战、轻易斩杀地陨的存在。这种能够自我修复本源的世界，最低也都是属于高等世界的范畴了。这个发现让他感到兴奋不已。双翼魔族人数众多，资源早已枯竭，想要继续生存，只能依靠掠夺其他世界的本源，而高等世界的本源正是他这种强者最为喜好的资源。随即下令让同样是地境5重的统领帝君带领麾下数十万大军进攻十方天地。一旁听到命令的四翼王有些不解，既然是一个高等世界，为何不直接全军出动将其拿下呢？听到这话，六翼王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神色。100万年前，异人族上一任的王，也就是他的兄长，便是因为亲自率领全军进攻十方世界，最终才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也因此，他们异人族的实力衰退，不知有多少的地盘都被其他的族群吞噬。如今他作为异人族的王，又怎会做出此等愚蠢的决策呢？按照他的想法，高等世界就应该慢慢攻坚，让他们低等族人的血液洒遍那方天地。等到他们的血脉侵蚀完那方天地后，那方天地便能成为他们异人族的主场。如此一来，想要吃下那方天地才能顺利无碍。而此刻，在十方天地的上界，圣域之主伊清寒经过20天的努力，终于将诛魔阵交给了100余位地境强者。诛魔阵是由无数人族先辈的智慧创造而出，对于这些邪魔拥有着极大的杀伤力。看着阵法已经被人族的强者掌握，远处观看的魔女唐悠悠有些手痒难耐，飞身上前想要试试诛魔阵的威力，一拳直接轰向了布阵的一名强者，哪知连对方的身体都触碰不到，直接被大阵给震飞了出去。唐悠悠只感觉自己一拳打在了铁板上，而且强大的反震之力让他的手都止不住的颤抖。见到这一幕，伊清寒走了过来解释道：诛魔阵10人为一体，想要破开其中1人的防御，则必须要做到同时击溃10人的防御才行。而且在唐悠悠接下来的战力测试中，诛魔阵中任何1人在阵法的加持下，其攻击和防御都不弱于地境3重的强者，并且大阵还有封锁邪魔的能力，在诛魔阵内的一切魔气都会遭到镇压。但唯一不足的是，10人布阵只有1人能够出战，其余9人必须要全力以赴地催动阵法才行。而且这还不是诛魔阵的最强之处，诛魔阵最强的是10人为一组，布置的只是小封魔阵，10组人同时施展小封魔阵，便能组成一个大的封魔阵。在10人小阵100人大阵的双重压制下，能够大范围的镇压邪魔的大军，使得邪魔大军的整体实力降至最低。如此一来，人族这边的强者便能在战场中如鱼得水，轻松的击溃邪魔的大军。而诛魔阵能够拥有诸多变化的改进，还得多亏了被称之为阵法天才的叶希儿，这些正是出自叶希儿之手。就在众人为人族的整体实力得到提升而感到庆幸之时，一声声巨响突然从异族的通道中传来。见此情形，叶苍玄暗叫一声不好，这是异族第2波入侵的人马即将降临的动静。有了上一次对付邪魔首战的经验，这一次人族这边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叶希儿的帮助下，诛魔阵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虽然这次来的统领乃是4翼魔族的帝君，但对于准备充分的人族来说毫无威胁可言。在叶苍玄的一声令下，一个由100位地境1重的人族强者组成的大封魔阵突然从天而降，直接将异族统领帝君给笼罩在了其中。叶苍玄更是试图激怒这位地境5重的异族统领，只是随便挑选了一位列阵的人族修士，要其1人出列去会会这位异族的统领。见此情形，帝君的暴脾气哪里能忍，浑身的力量瞬间爆发，挥动手中的兵器直接向着这位人族杀来。他没想到人族竟只派了一位地境1重的小喽啰，这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然而很快帝君就傻眼了，自己的攻击居然连区地境1重的人族都能轻易抵挡，人族的地境1重何时变得如此强大了？感受到帝君的攻击对自己造成不了伤害，出战的人族修士终于放下心来，按照叶苍玄的吩咐开始了言语嘲讽：就你这点攻击力都能做统领，还想要入侵我们这方天地？你们这些渣渣还是赶紧回去吃奶去吧！在人族修士不断的言语嘲讽下，帝君爆发出全部实力，开始了疯狂进攻，但短时间内竟完全无法攻破对方的防御。帝君很快便失去了理智，陷入了癫狂，只知道无脑的发泄心中的怒火。
远处观战的叶苍玄看到这一幕，眼睛瞬间一亮，等待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抬手间一滴指尖血凝聚而出，紧接着携带着体内的雷霆之力，犹如炮弹般快速地向着帝军击射而去。失去理智的异族与野兽无疑根本就来不及躲避这一击，脑袋瞬间被洞穿，直接当场一命呜呼。下方还在等待统领命令的异族大军看到这一幕，直接愣在了原地，还没开打，统领就直接领了盒饭，这仗还怎么打？人族这边可管不了那么多，在圣域之主伊清寒的指挥下，百位地境一重的强者将诛魔阵发挥到了极致，一道道身影呼啸而出，直接冲进了异族大军中，开始了疯狂的收割。只用了数个时辰的功夫，数十万邪魔大军全部伏诛。看着人族轻而易举赢下了这场战争，叶苍玄不喜反忧，脸上露出了思索的神色。他不知晓异族的王究竟是怎么想的。第一场入侵异族就派遣了地境五重的统领，而这一次同样是地境五重的统领带队。他在异族的记忆中所看到的情报，异族的强者没有这么少才对，感觉就好像专门让这些异族来送死一样。与此同时，在邪魔界的异人域中，六翼王也感受到帝军带领的异族大军全军覆没，不但不恼，反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按照他的想法，只要族人的鲜血能洒遍那方天地，那么不管那方天地中还有何后手，对于他们异人族来说，都将会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轻易的将其拿下。想到此，他决定对那方天地多一些了解，随即吩咐一旁的二翼将军地境七重的地战集结大军，在1个月后再次进攻那方天地。紧接着伸手抓向自己的右眼，将右眼直接放进了地战的眉心之中，他要亲眼看看那方天地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另一边，叶苍玄在将战场中的所有异族气息吞噬后，也没能再次突破自己的境界。按照之前老者第九玄告诉他的方法，必须在半年之内突破地境七重，施展封印符箓将异族通道封印，才能为人族争取100万年的发展时间。可如今仅剩下3个月的时间，很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了。想到此，叶苍玄动身前往下界的沧州，他要问问第九玄还有没有别的应对之策。很快，他孤身一人来到了沧州的地底世界。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曾经的人族先辈留下的尸骨，头顶上居然重新长出了几根毛发，难道这些前辈的骸骨还能重新恢复不成？然而就在他好奇的用手触摸之时，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从深处响起：“后辈，你就不要打我那同道为数不多头发的主意了，他醒来后会生气的。”说话之人正是镇守在此的第九玄。从第九玄的口中，叶苍玄了解到，当年这些同道以自身修为催动大阵，将异族的通道全部封印，并不代表这些强者就已经身死道消。这里的每一位曾经都是实力强绝之人，只要尸骨还在，总有一天会恢复，重新醒来。了解到这些后，叶苍玄说出了来此的主要目的。他搞不明白异族王为何会派人过来送死，而且就这种情况下，他想要在剩下的3个月内将境界突破至地境7重，完全没有希望。听到叶苍玄的疑惑，第九玄笑呵呵地安慰道：“那异族上一任的王100年前陨落在此，所以这一任的王小心谨慎一些，倒也正常。前2次派遣过来的大军，无非都是试探而已，而这对于人族来说也算是好事。不然若一开始异族王便亲自降临，就以现在的人族实力来说，想要获胜只能说是痴人说梦了。”按照第九玄的说法，叶苍玄可以先静下心来，慢慢等待。如果3个月后还是无法突破，异族王降临这个世界时，也就到了这个世界的生死存亡之际了。等到那时，这个封印大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这把老骨头便舍弃这座封印大阵，亲自出使，去会一会这一任的异族王就是了。随后，在第九玄的亲自教导演示下，叶苍玄经过数日的潜心研究，终于将这个可以克制异族的封印符箓给练习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凭借他现在地境5重的修为，便已经能发挥出封印符箓1/12的能力了。再配合上他本身就能克制异族的血脉，哪怕是对上异族地境7重的强者，叶苍玄也完全能有一战之力。就在这时，上方的封印石柱突然出现裂痕，大量的魔气从裂缝中涌出，可见异族的新一轮入侵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让第九玄脸色巨变的是，这一次的异族气息有些非比寻常，但同时又让他感到有些疑惑。如果是异族的王亲自降临，这些气息不应该这么弱才对。于是急忙吩咐叶苍玄赶紧回归上界。这一次来的对手有些特殊，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应对。听到这话，叶苍玄脸色凝重的急忙动身，身影快如闪电般向着上界飞去。天空突然出现一道空间裂缝，恐怖的气息从中蔓延而出，还伴随着不断响起的轰隆声，将整片天地都染成了血红之色。人族的强者早已严阵以待，看着上方的异族通道，知晓这是异族大军即将入侵的前奏。炼体老祖叶苍玄一路紧赶慢赶，终于在异族大军入侵前及时赶到。看着从异族通道中不断涌出的恐怖气息，叶苍玄脸色凝重的同时，心中又有些不解。这股气息确实超过以往他所见过的所有异族，只是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这些异族为何却迟迟没有出现呢？想不明白的他也没有再多想，双手掐诀，一个巨大的封印符箓凝聚而成。即使他现在还不能完全发挥出封印符箓的全部威力，但至少可以在异族降临后压制对方的一部分实力。就在叶苍玄将封印符箓布置完成之时，一道道天雷竟突然凭空出现，直接向着异族通道中劈去。见此情形，叶苍玄的心中有了一些猜测：100万年前这个世界遭受过异族的进攻，导致这个世界的本源受损。
按照老者第9玄的提醒，这次入侵的异族气息有些不对劲，难不成通道中的异族是百万年前上一任的异族王留下的血脉？只有这样才会被这个世界的天道认出，所以主动降下了天劫，想要将其毁灭。就在叶苍玄猜测这次入侵的异族身份时，一个大手突然从通道中伸出，紧接着一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来人看着这方天地，语气低沉的自语道：“不愧是高等世界，天道都已经成型了。”随即面露狰狞的低吼道：“地战不过是带了本王的一只眼睛而已，却遭受了天道的压制，差点死在了空间乱流中。不过可惜的是，天道有损，否则本王想要降临还真是有些困难啊。”来人正是此次带军的异族战将地境7重的地战，感受到来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明明只有地境7重的实力，但却给叶苍玄一种本能的畏惧感。想到此，叶苍玄急忙吩咐伊清寒等人，让人族这边布阵的强者全部撤离。这次来的对手已经不是普通的地境能够对付得了的。话音刚落，地战突然一步踏出，恐怖的威势直接将人族这边的强者给震飞了出去。属于地战自己的意识主导了肉身，异族王让其带领大军入侵这方天地，没想到刚踏入通道就遭受了天道的袭击。除了他以外，其余所有的异族全部死在了空间乱流中。要不是这一次异族王将自己的右眼赐给了他，危急时刻异族王的意识主导了肉身，他地战也会步入同伴的后尘，死在空间乱流中。唯一让他感到庆幸的是，这方天地的人族最强之人也不过是个地境5重的强者罢了。他一人便能完成异族王交代的任务。想到此，地战召唤出一柄大刀，看着下方的叶苍玄开口道：“地境5重道也有资格死在我的刀下。”说话间，一刀快速地向着叶苍玄劈来。感受到地战惊人的攻击速度，叶苍玄还没来得及抵挡，整个人瞬间被这一刀给轰飞了出去。地战没有再看叶苍玄一眼，而是自信地转身看向了其余的人族强者。只要解决了剩下的这群人，这方天地将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从他的身后传来：“你就这么自信已经解决掉我了？”只见叶苍玄浑身散发着雷霆之力，从烟尘中走出，见对方居然没死，地战二话不说，直接提刀快速的杀来。叶苍玄这时却露出了玩味的笑容，抬手间一道道符文之力涌现而出，幻化成锁链，瞬间将地战捆绑。紧接着向着一旁的人族修士招了招手，那名修士腰间的佩剑激射而出，稳稳地落入叶苍玄的手中。看着被封印符箓封禁的地战，叶苍玄走上前去开口道：“记住，下辈子杀人可一定要确认对方有没有彻底断气哦。”说话间，手中的佩剑瞬间斩出，咔嚓一声，直接将地战给一剑封喉。看着已经失去了生命气息的地战，叶苍玄露出了疑惑的神色，这死的怕不是有些草率了吧？明明一开始他感受到此人的身上有一种让他感到本能畏惧的气息，不应该死得这么简单才对。然而就在这时，本已死去的地战眉心处突然睁开了第3只眼，血红色的眼睛透露着诡异与杀戮，充满磁性的声音从地战的口中发出：“本王倒是没想到，这本源受损的世界居然还能诞生出你这种角色，不如就让本王来陪你玩玩如何？”速度快如闪电般，一拳向着叶苍玄轰来。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经验，叶苍玄显而又显地避开了这一击，但下一秒一道身影闪过，叶苍玄瞬间倒飞了出去，稳住了身形后，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他没想到这个异族被抹了脖子居然还没死，重点是对方的攻击速度比之前还要快上许多。这时天空上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漩涡，天雷携带着恐怖的威压向着异族冲去。这是天道在感受到异族王的气息后主动降下的天罚，想要将异族王从这个世界抹除。但很显然，本源受损的天道所降下的天罚对于异族王来说毫无压力可言。抬手间一刀斩出，瞬间将这股威压击散。好在异族王不是本体降临这个世界，否则天道的压制绝不会破解的这般轻松。随即转头看向了叶苍玄，邪魅一笑道：“你很不错，地境5重就能轻松击败我地境7重的将领。上次我发现你时还只是地境3重的小不点，在世界危机之下诞生出的天命之子吗？让我看看你这天命之子究竟有多强！”说话间，被异族王主导肉身的地战速度快如闪电般向着叶苍玄攻来，二人触碰间撞击的余波向着四周蔓延。只是一个回合，叶苍玄格挡的手臂便受了不轻的伤，可见异族王主导的肉身对力量的运用和之前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连几个回合，叶苍玄只能被动的防御，对方的速度和力量完全不是他能够抗衡的。但让他意外的是，异族王并没有急着下杀手，而是将速度与力量都控制在叶苍玄能够抵挡的范围。不知晓对方是有意的戏弄自己，还是说存在着其他的心思。对此，叶苍玄也懒得多想，抬手间早先准备的封印符箓出现在空中，紧接着一道道符文之力化作绳索，从四面八方向着异族王呼啸而去。对此，异族王却没有闪躲，而是任由符文之力束缚自己的肉身。感受到封印符箓对肉身的压制，异族王毫不在意地评价道：“这手段倒是不错，还能克制我这一脉的气息，同境界根本就无法挣脱，怪不得地战能轻易被你斩杀。只不过这点手段对于我来说还是差点意思。”
说话间，恐怖的威压从身体中散发而出，符文之力化作的绳索瞬间断裂开来。随即笑呵呵地对着叶苍玄开口道：“你的这点小把戏也没了作用，还有什么招式都一同施展出来吧。”看着异族王完全不受封印符箓的压制，叶苍玄眉头紧皱，露出了思索的神色。对方这段时间明明有机会将自己重创，却迟迟没有动手，这异族王究竟在打着什么主意？看着叶苍玄迟迟没有动作，异族王有些不耐烦地开口道：“既然没有其他的手段了，那就赶紧叫你背后之人现身吧。”原来异族王之所以这么做，是误以为叶苍玄背后还有其他强者，否则绝不可能凭借着地境五重的修为，就将他前3波人马给消灭得干净。重点是他在这个世界感受不到半点族人死后留下的气息，能将他们种族的气息抹除得干干净净，说明人族的背后一定还有着更强的存在没有现身。听到这里，叶苍玄终于明白了异族的用意，原来是在试探这个世界的深浅啊。有了上一任异族王的前车之鉴，这一任的异族王还真是够谨慎小心的。想到此，叶苍玄心中突然有了应对之策，挥手间之前布置的封印符箓再次涌现。这一次叶苍玄用出了所有的符文之力，对此异族王同样没有任何的闪躲，任由这些符文之力将自己完全包裹。异族王的自信和大意正是叶苍玄想要的，直接开口大喝道：“希儿，给我往死里轰！”只见上方叶希儿从阵法中现身而出，双手不断变换，一道道法阵瞬间被激活，在叶苍玄的注视下，直接向着下方的异族王轰去。一声巨响响彻了整片天地，只见磅礴的雷劫之力从阵法中倾泻而出，瞬间将无法动弹的异族王淹没。片刻后，被雷劫之力给轰得不成人形的异族王显现而出。让叶苍玄感到诧异的是，对方都这样了，居然还没有死。叶苍玄急忙将自己的血液抹在了剑尖之上，随后催动手中的佩剑激射而出，准确无误地刺进了异族王的眉心之眼。随着异族王眼睛的破裂，属于异族王的意志终于消失在了这方天地。感受到异族王的气息消失，叶苍玄才终于松了口气，来不及跟赶来的二女寒暄，急忙向着下方掉落的尸体冲去。地境7重的异族死后留下的气息，吞噬后足够让他的境界再次突破了。只有早点突破地境7重，使用封印符箓将异族的通道封印，人族这边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壮大。血红色的气息笼罩的宫殿中，六翼王愤怒的一掌拍在了扶手上。他没想到自己的意志亲自降临，却被一个地境5重的人族给轻易斩杀。重点是连他亲自动手都没能引出人族背后真正的强者。就在这时，一人族王族血脉排行老3的二翼王正好来到宫殿中，看着上方王位上的六翼王居然失去了一只眼睛，露出了震惊之色。他不知晓以六翼王的实力，这天下还有谁能伤害得了他？看到二翼王的疑惑，六翼王开口解释道：“刚刚分神查看一个小世界时，不小心受了点小伤。不过老三你来的正好，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去做。”很快从六翼王的口中，二翼王得知有一个本源受损的高等世界需要他走一趟，如果能拿下对方的世界最好，若不能拿下，就要想办法引出对方的最强者。听到六翼王的命令，二翼王急忙恭敬地接下。然而刚走出大殿，二翼王的表情就变得阴沉起来，心中想着连自己亲自出手都没能拿下的高等世界，现在让我去，这不是在让我去送死吗？既然你先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想到此，二翼王飞身来到了异人族的本源阁。异人族的生命体比较特殊，只要本源还在，即便肉身死亡也能借助本源复活，所以异人族的强者在出去执行任务前，都会将自己的一部分本源储存在本源阁中。看着二翼王降临本源阁的守卫急忙行礼，乃至下一秒二翼王竟突然暴起，直接掐住了2名守卫的脖子，紧接着一指点向守卫的眉心，用意识夺取了守卫的肉身控制权。做完这些，二翼王控制1名守卫，将自己已经离开本源阁的消息传讯给了六翼王，并且告知自己在离开时修为只有地境8重巅峰。同一时间得到消息的六翼王眉头微皱，他没想到自己这个3弟倒是有点小聪明，不过毕竟他有王族的血脉，地境8重道也勉强能够试探出那个世界的深浅了。与此同时，在九玄大陆的上界中，叶苍玄在将地境7重的异族气息吞噬后，修为终于突破到了地境6重的中期。庆幸的是，哪怕异族王亲自出手，也没能调查到有关九玄大陆的情报。就在这时，上方的异族通道中突然出现轰隆声，见此情形，叶苍玄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这一次的异族为何会来得这么快？按照前2次异族的入侵规律，应该会相隔1个月的时间才对。只见一个人影从异族通道中冲出，来人正是异人族地境8重的二翼王。二翼王扫视了一圈四周的环境，也没能看出这个世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下方的叶苍玄也在静静地观察着来人。对方虽然只有地境8重的气息，但与之前被他斩杀的地境7重相比，压迫感完全是天壤之别。看来接下来将会是一场硬战了。这时上界的强者们闻声也纷纷赶来，但很显然，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已经不是这些地境1重的人族能够参与得了了。在叶苍玄的吩咐下，其余人全部退到了远处观战。看着叶苍玄只有地境6重的实力，二翼王勾了勾手指，示意可以开始了。见状，叶苍玄也不多废话，直接一拳攻来，但却被二翼王轻易地抓住了手臂。
叶苍玄抬腿进攻，开始了近身肉搏，二人的对撞声响彻了整片天地。但很快叶苍玄就发现了有些不对劲，这个异族并未动用真正的实力，否则就以对方的速度和力量来说，根本就不是他现在的修为境界能够抵挡的。眼看叶苍玄就要开启拼命的架势，二翼王突然向后退去，开口叫停，紧接着摆了摆手，对着叶苍玄说道：“我认输行不行？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并不一定非得分个生死才能解决，又何必再打打杀杀呢？”听到二翼王的话语，叶苍玄满头的雾水，不知晓这个异族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后从二翼王的解释中，叶苍玄得知，二翼王虽然是个异族，但他与其他的异族观念不同，他并未想过要夺取这方天地，而且这一次他不过是个被拉出来的炮灰而已。按照二翼王的话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永远的敌人，只存在永远的利益。他这次来就是为了跟这个世界谈合作的，只要这方世界愿意合作，他愿意帮着一起对付异族的王。听到二翼王的话，叶苍玄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这家伙不会是脑袋被门夹了吧？哪有人会跑到敌人的世界声称要帮助敌人来对付自己人的？可当得知二翼王的想法后，叶苍玄才终于明白了过来。这个二翼王对异人族的王位垂涎已久，但只要六翼王在位一天，凭他的实力很难夺得这个王位。如今六翼王对付这个高等世界失去了一只右眼，让二翼王看到了希望，这才生出要跟这个世界合作的想法。只要叶苍玄这边能帮他除掉六翼王，他愿意提供六翼王的弱点以及异人族的所有情报，并且在事后他成功的登上了王位，绝对不会再让族人入侵这方世界。确定了二翼王说的全是真的后，叶苍玄当然乐意与对方合作，对于他来说反正又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操作得当，说不定真的能一举除掉六翼王。见叶苍玄答应了此事，二翼王主动说出了六翼王的弱点。根据他曾经与六翼王切磋时得出的结论，六翼王的弱点在头上的双脚，还有身后的尾巴以及眉心之处。而且为了表示自己言语的真实性，二翼王直截了当的一掌拍向了自己的胸口，当着叶苍玄的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来之前，他将大半的本源全部留在了本源阁，所以这具肉身的死亡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些本源的亏损罢了。临死前，二翼王交代道：“你们这个世界可要做好准备了，我死在了这个世界后不出3天，六翼王必定会带领大军亲自降临。”看着死在自己面前的二翼王，叶苍玄伸手开始吞噬对方的气息。既然知晓了对方的进攻时间，也得到了六翼王的弱点，时间紧迫，他必须要尽快突破地境7重才行。只要拥有地境7重的修为，他完全可以动用封印符箓，将异族的通道彻底封印。这样一来，人族就有了100万年的喘息时间。待到100万年后，人族或许根本就不再畏惧异族的入侵。至于二翼王所说的合作，他才懒得去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他叶苍玄还是懂得。就在二翼王自裁死亡的那一刻，远在邪魔界异人域的宫殿中，六翼王愤怒的一把拍在了王座的扶手上。他没想到双翼王刚去那个世界，只有1炷香不到的时间，竟也死在了那个世界中。就算双翼王留下的本源过多，但也有着地境8重的实力，而且作为王族，血脉实力还要更强才对。六翼王猜测对方能在1炷香之内将二翼王斩杀，说明那个高等世界中真正的强者，其实力并不比他弱多少。想到此，六翼王换来了4翼王，下令召集大军2日内进攻那方天地。凭借着异人族强者数量占据的优势，就算是耗，他也要将对方给耗死。另一边，二翼王亦是占据的本源阁守卫，看着上方正在集结的异人族大军，露出了一副果然不出他所料的神情。与此同时，在九玄大陆的上界中，叶苍玄在吞噬了二翼王死后留下的气息后，修为顺利的突破到地境7重的境界。叶苍玄清晰的感受到，到达地境7重后，肉身与天道产生了一丝微弱的联系，这让他进一步的加深了对大道的感悟，也明白了为何前辈第9玄会说，只有地境7重施展的封印符箓，才能将异族的通道封印。原来有了天道的加持，封印符箓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想到此，叶苍玄果断催动灵力，开始凭空刻画一幅巨大的封印符箓。随着封印符箓的完成，叶苍玄抬头望天，借助与天道的联系，引来了天雷的加持，这才算完全发挥出了符箓的威力。紧接着挥手间，封印符箓激射而出，直接飞向了天空上方的异族通道。顿时金黄色的符文之力爆发开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将空间裂缝封印。随着上方异族的空间裂缝渐渐消失，天空终于恢复了清明。与此同时，在邪魔界的异人域中，除了一些远在边界之地的异人族外，其余的所有族人全部集结完毕。然而就在六翼王准备带领大军入侵九玄大陆之时，前往九玄大陆的空间裂缝突然发生变故，在六翼王的注视下直接关闭消失了。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六翼王感到愤怒至极，通道关闭意味着无法锁定对方的世界坐标，即使六翼王实力滔天也无法直接降临。而本体死亡意志占领侍卫的二翼王见到这一幕也是同样暴怒不已，说好的合作一起对付六翼王，可自己的本体刚死，那小子居然就把通道给关闭了，这不是要玩死他吗？六翼王不走，他如何夺取异人族的王位？此刻站在通道前的六翼王
动用异人族特有的传讯方式，以王族的血脉为引，向着远在九玄大陆的世界传递了一条讯息。九玄大陆中只要还存活着的异人族，在接收到这条讯息后，都会第一时间尝试从内部破坏通道的封印。与此同时，在九玄大陆圣域的无尽海中，一名异人族被这条讯息唤醒，此人正是最早期从圣域的封印石柱中钻出的双翼魔族首席第一。第一从封印石柱中钻出，耗费了大量的本源，至今还未恢复，一直沉寂在无尽海的海底。在接收到六翼王的命令后，第一果断现出了自己的本体，紧接着快速地向着封印所在的方向飞去。而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叶苍玄，此刻还在布置封印符箓。为了保险起见，他一连布置了2层封印，如此才能确保异族的通道不会再出意外。看着叶苍玄亡活伊清寒还有雷魔尊飞升上前，从叶苍玄的口中得知了人族危机终于解除的事实。同时，隐藏在上方的叶希儿也现身而出。没有了异族的入侵，他也不用再继续隐藏在大阵中。叶苍玄吩咐了众人一声后，便开始动身向着下界的蛮州飞去。他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镇压在蛮州地底世界的第9玄。然而叶苍玄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第一，便从下方的河道中露出了头。片刻后，在下界蛮州的地底世界中，以自身为阵眼维持大阵运转的第9玄，在得知了这个好消息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短短半年的时间，叶苍玄便成功的将异族的通道再次封印。一老一少放下心来，开始商讨今后人族的发展。然而还没过去多久，第9玄身后的封印石柱上突然冒出了魔气，急忙询问叶苍玄，难道上界的异族还没有杀干净不成？对此叶苍玄也是满脸的疑惑。从异族通道中出来的异人族，他很确定自己已经清理干净了才对。第9玄吩咐叶苍玄赶紧回上界查看情况。这个封印外部虽然坚硬无比，但若是从内部破坏却并不难。听到这话，刚来下界不久的叶苍玄又马不停蹄的急忙动身向着上界赶去。正当人族所有的强者松一口气时，一个隐藏在无尽海海底的异族，在接到异族6翼王的命令后，悄悄地潜入到封印大阵的下方，趁着人族强者撤离了此地后，果断对着上方的封印发动了进攻，想要从内部打开异族通道的封印。第一也没想到，仅仅只是用了一拳，这个看似坚硬无比的封印就出现了裂痕。没想到这个封印竟然这么脆弱，抡起拳头疯狂地向着封印轰去。只要毁掉封印，第一便能成为异族的功臣，回去后定然少不了加官进爵的好处。就在这时，远处一道人影急速而来，正是从下界蛮州赶回的叶苍玄。见此情形，第一吓得冷汗直冒，加大拳头的力度，疯狂地向着封印轰去。如果在对方赶来之前不能打破封印，成功进入异族的通道，他会死得很惨。一连不知轰出了多少拳，终于在叶苍玄赶到之前，第一成功地轰碎了通道的封印。劫后逢生的感觉让第一畅快无比。然而下一秒，整个人却傻愣在了原地，因为叶苍玄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重点是他轰碎的不过是第1层的封印罢了，而第2层才是解开通道封印的关键。被叶苍玄捏住脖子的第一无法动弹，对方的实力让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就在叶苍玄一把掐断了第一的脖子时，一道神识传音突然从叶苍玄的耳边响起：等一下，先别杀他，现在通道成功关闭，如果现在击杀这个异族，很可能让异族亡。根据异族死亡时产生的本源气息，找到我们这方世界的坐标。听到这话，叶苍玄有些汗颜。前辈第9玄的传音晚了一步，第一已经死在了他的手中。与此同时，在邪魔界的异人域中，异人族的大军早已集结完毕。就在第一死亡的那一刻，6翼王准确地捕捉到第一死后逸散的本源气息所在的方位。6翼王恐怖的实力爆发而出，直接徒手撕裂了空间，打通了前往9玄大陆的通道。同一时间，9玄大陆的上界，叶苍玄看着上空被撕裂的空间，虽然心中早有准备，但这6翼王的速度也太快了吧！只用了一息的时间就找到了位置，感受到邪魔的气息出现在这方天地。伊清寒等一众强者也纷纷赶到，叶苍玄急忙下令召集上界的所有地境强者，火速来此布置诸魔阵法。最终的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紧接着安排徒弟叶希儿融入天地，隐匿身形，将所有能布置的大阵全部布置出来。随即转头看向一旁的唐悠悠，犹豫了一番，开口道：至于悠悠你，还是自由作战吧，主要负责保护希儿的安全就行。做完所有的安排，叶苍玄抬头望天，眉头紧锁，心中想着之前2翼王所说的合作之事，不知晓那2翼王说的是不是真的。6翼王的虚弱期何时才能出现？就在这时，恐怖的魔气从上方的通道中涌出，紧接着大量的邪魔从通道中现身。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邪魔大军，叶苍玄脸色凝重的低语道：这数量还怎么打？这时一道充满磁性的声音从大军中响起：小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说话之人正是被无数邪魔拱卫在中间的6翼王。见人族这边的头领只有地境7重的实力，4翼王主动请缨要出手将其拿下，但被6翼王开口否决。紧接着6翼王直接下令道：一二军阵出列，给我碾碎他们。随着6翼王的一声令下，异族大军出动了2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着人族修士冲去。见到这一幕，叶苍玄不由反省，6翼王没有直接出动异族的强者，反倒是给了他提升实力的机会。人族这边的强者陆续集结完毕，在叶苍玄的带领下，向着异族大军所在的方向也发起了冲锋，如狼入羊群般疯狂的大杀特杀。普通的异族大军只有被屠戮的份。同时由伊清寒指挥的诛魔阵，在100位地境强者的布置下开始了运转。
每一个地境一重的修士在阵法的加持下，杀伤力和防御皆提升了数倍。异族大军的数量虽多，但都是普通的异族。这种情况下，想要用人海战术碾碎人族，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对方还有着其他不为人知的手段。刚想到这里，叶苍玄就敏锐地发现，异族的大军中掺杂着一些鬼魅的身影。看到这一幕，叶苍玄心中大惊，这是军阵中的刺客。只见一个刺客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一位人族修士的身后，手中的匕首直接向着人族修士的脖子捅去。危机之时，叶苍玄及时赶到将其击毙。看着身旁死去的刺客，修士心中大惊，只差一点就被对方抹了脖子。而此刻在远处观战的六翼王看着自己的大军死伤惨重，却并未在意，而是饶有兴趣地分析着人族布置的诛魔阵，随即吩咐一旁4翼魔族的将领地煞，让其出战去试试诛魔阵的威力。接到命令的地煞兴奋不已，赚取军功的机会来了，身影快速地朝着一位布阵的人族呼啸而去。地境7重的地煞一拳轰向了一位人族修士，让他诧异的是，这位只有地境2重的人族，在承受了自己的全力一击后，居然没死。六翼王看到这一幕也是来了兴趣。人族的整体实力虽然落后他们一人族，但攻击的手段却是非常的丰富。而此刻上方的地煞再次发起了进攻，他不相信区区阵法真的能让地境2重的人族拥有与其一战的实力。然而途中却突然被人拦下，出手之人正是主持大局的叶苍玄。他不可能让这位修士出现意外，否则一人的伤亡便会影响到整个诛魔阵的运转。同境界中，叶苍玄堪称无敌的存在，直接一脚将地煞给踹飞了出去。有他的存在，其余的异族连上前进攻的勇气都没有。看到这一幕，六翼王直接下令，让身旁的强者纷纷出动，打算先将叶苍玄这个领头之人抹杀。面对众多强者的围攻，叶苍玄地境7重的修为还是难敌4手，被一位地境8重的异族给踩到了地面。见此情形，叶苍玄也不再藏着掖着，双手抱拳，开始疯狂地吞噬四周的异族气息。只有实力提升，才能应对眼前的困境。远处的六翼王看到叶苍玄的举动，露出了震惊之色。这种吸收族人死亡时逸散的生命之力来提升修为，只有一人族的王族血脉才能做到，就连他都无法做到无限制的吸收，更何况对方还只是一个人族。此人究竟是何身份？男人身处困境，被众多强者围攻，竟选择当场突破，引来了漫天的雷劫。下方的异族大军还没来得及反应，恐怖的天雷从天而降，开始了无差别的攻击。叶苍玄顶着天雷在异族大军中穿梭，所过之处，四周的异族强者全部遭殃，成为了叶苍玄渡劫时分担雷劫的对象。一时间，天雷反倒是成为了叶苍玄的杀手锏。被天雷击中全身麻痹的异族行动缓慢，被叶苍玄无情的收割，成为了他提升修为的养分。一连吸收了数位异族强者的生命气息后，叶苍玄终于扛过了雷劫，成功的迈入了地境8重的门槛。只不过被异族围攻的困境虽然解除，但叶苍玄能够吞噬魔气提升修为的底牌也完全暴露。远处观战的六翼王见到这一幕，直接命一旁的4翼王出战，不能再让这个人族继续成长了，否则对于异族来说将会是个可怕的威胁。看着来人散发出的气息极为强大，叶苍玄急忙摆好了防御的架势，然而只是应接了4翼王的一脚，叶苍玄整个人瞬间倒飞了出去，直到撞上了远处的山峰才停了下来。地境9重的恐怖远不是地境8重的他能够抵挡的，力量与速度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看着眼前的人族居然没死，4翼王抡起拳头再次向着叶苍玄攻来。砰的一声，高大的山峰瞬间被轰爆，要不是叶苍玄战斗经验丰富，反应及时，这一击之下恐怕就直接凉了。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叶苍玄只好改变了作战方式，选择了以伤换伤的打法，一拳击中了4翼王的脑袋，同时自己也结实的挨了一击。只不过相比较叶苍玄的受伤，4翼王只是被轰碎了头盔而已。就在4翼王轻敌得意自己毫无损伤之时，叶苍玄突然喷出一口鲜血，正中4翼王的眼睛。血液中的雷霆之力可谓是异族的克星。看着没了视野如同无头苍蝇的4翼王，叶苍玄一个闪身来到了4翼王的身后，直接用力一把扯断了4翼王的双翼，连同剩下的一对双翼也一并给扯断，紧接着一脚将4翼王给踹到了地面。4翼王不知晓叶苍玄的血液中究竟有什么，直到现在他的双眼也没能恢复，但作为地境9重的强者，又岂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直接一跃而起，靠着听声辨位朝着叶苍玄攻来。只不过没了视野的4翼王哪怕实力再强，却是连叶苍玄的衣角都摸不着，只能被动的接受叶苍玄的疯狂打击。叶苍玄使出了所有力量，一连不知打出了多少拳，遭受了叶苍玄疯狂输出的4翼王居然都没死，可见地境9重的肉身是多么的强悍。而此时战场上方的6翼王还在环顾四周，他迟迟没有亲自出手，就是在等待人族背后真正的强者出现。只不过等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对方的踪迹。然而当他将目光放在下方的战场上时，却看到地境8重的叶苍玄此刻正骑着地境9重的4翼王暴锤。这一幕差点没让6翼王瞬间暴走，简直把他们一人族王族的脸面都给丢光了。随即立马纵身一跃，向着下方的战场飞去。察觉到异族王亲自出手，叶苍玄心中大惊，地境9重他都难以应付，更何况是一人族的王亲自出手。想到此，叶苍玄立马一声暴喝：“希儿，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话音刚落，叶希儿隐秘的身形现身而出，双手快速掐诀，一道道大阵瞬间遍布整个上空。随着这些大阵的运转，
乾坤开始颠倒，一股重力涌现而出，将攻来的六翼王给束缚了身形，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变换了方位。原本承受攻击的叶苍玄变成了四翼王，悲催的四翼王没有死在叶苍玄的手中，反倒是死在了六翼王的攻击之下。感觉被戏耍的六翼王瞬间暴怒，磅礴的魔气凝聚而出，向着叶苍玄攻来。危机之时，叶希儿再次出手催动大阵，乾坤颠倒将叶苍玄给移出了攻击的范围。一连2次全力的催动大阵，叶希儿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量。六翼王这种级别的强者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畴。接连被戏耍的六翼王转过身，将目光看向了上方控制大阵的叶希儿，二话不说直接向着叶希儿杀来。解决了此女这些阵法，便能不攻自破。眼看叶希儿就要死在六翼王的魔爪之下时，叶苍玄一个闪身冲来，将六翼王推开，同时引来了天雷，想要将六翼王击退。见到这一幕，六翼王露出了满脸的戏谑之色，连这个世界的天道都怕我，你还想用天雷将我重创，真是可笑至极啊！说话间，身影如同鬼魅般，速度快如闪电，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了叶苍玄的面前。在六翼王的面前，叶苍玄毫无反抗之力，直接被六翼王洞穿了胸膛。看到这一幕，叶希儿伸手想要阻拦，但却无能为力。战场中同样看到这一幕的伊清寒和唐悠悠扔下了对手，急速赶来，接住了跌落而下的叶苍玄。看着人族最强的几人聚在了一起，六翼王的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神色，正好可以将这群人一网打尽，也省得他再一个个解决了。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叹息声突然响起，紧接着一根巨大的封印石柱从下方的无尽海中快速升起，直接撞上了正准备对几女下杀手的六翼王。感受到这道攻击的力度，六翼王知晓，他要等的人族真正的强者终于出现了。来人正是从下界蛮州地底世界赶来的第九玄，虽然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一步，但在他看来，叶苍玄或许还有救。看着第九玄准备动用本源之力来救垂死的叶苍玄，六翼王并未阻止，他要看看损耗了本源的第九玄之后还有多少余力能对付得了他。第九玄也没有过多的废话，直接催动法诀，用本源之力为叶苍玄疗伤。一旁见到这一幕的伊清寒露出震惊之色，他一眼便看出第九玄使用的正是他们圣域的秘法圣域诀，而且这种级别的圣域诀连他都施展不出。想到此，伊清寒突然猜到了什么，开口道：“前辈，您是玄天宫的太上老祖吧？”听到这话，第九玄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伊清寒猜测的没错，他的真实身份正是玄天宫的太上老祖，一个存在于100万年前九玄大陆最强的势力。第九玄的真实身份也因此终于被揭露。100万年前，异族大军入侵九玄大陆，以人族最强的势力玄天宫为首，带领着九玄大陆所有强者联合抵抗。作为玄天宫的太上老祖第九玄，与人族100位地级强者一起围攻异族之王，最终将异族之王斩杀于中州之地。但人族的强者也因此消耗殆尽，只有实力最强的第九玄存活了下来。第九玄也因此身负重伤，本源有损，无奈之下只好以自身为阵，将异族的余孽全部镇压在了地底，这才给了九玄大陆无数生灵喘息的时间。只不过经历了这场旷世之战后，九玄大陆的世界本源至今也未能恢复，导致九玄大陆的修士无法触摸地境的门槛。时隔100万年，新一任的异族王再次入侵，当今天下再也拿不出能与其一战之人了。第九玄虽然本源受损，至今未能恢复，但巅峰时期属于过了9道天关，只差一步就能彻底超脱的地境9重的强者。同境界之下，倒也勉强能与六翼王一战。而且第九玄之所以支援时来迟了一步，其实是在暗中布置大阵，将人族曾经战死的所有强者的一缕执念唤醒。这些强者一共98位，其中修为境界最低的都是过了5道天关的地境9重，更有2位是跟第九玄一样过了9道天关的强者。哪怕他们只剩下一缕执念，但同时布阵所爆发出的威力，也足以弥补第九玄本源受损所存在的实力不足了。对此，六翼王也是浑然不惧，一声令下，异族大军纷纷出动，向着第九玄杀去。见状，人族100位强者的执念运转大阵，恐怖的能量从大阵中席卷而出，所过之处，异族大军顿时人仰马翻。一番观察后，六翼王看出了端倪，这些强者留下的执念毕竟是死物，哪怕是能分别出敌对的气息，但也仅仅只会攻击移动的活物罢了，这对他来说完全够不上威胁。见六翼王看出了其中的破绽，第九玄伸手凝聚出一柄能量剑，直接朝着六翼王杀来。他要做的就是逼迫六翼王移动身形，这样才能让大阵锁定对方攻击。一剑劈来，六翼王本能的闪躲。这时后方的大阵爆发，恐怖的能量如同潮水般疯狂地轰向六翼王。六翼王展开翅膀，轻松地应接下了这波攻击。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阵法的攻击就好像克制他一般，即使他成功地挡下了阵法的攻击，但还是会伤到他的肉身，而且造成的伤势短时间内竟无法恢复。第九玄早已料到是这样的结果，完全不给六翼王思考的机会，攻势变得愈发的猛烈起来。配合上身后大阵的不断攻击，六翼王连反攻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被动的防御，不停的闪躲。第九玄一连不知进攻了多久，直到身后大阵的能量几乎耗尽才停了下来。刚刚的进攻连带着下方的异族大军也被阵法的力量给屠戮一空。见此情形，六翼王知晓反攻的机会来了，接下来终于该轮到他来表演了。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九玄居然还留有后手。只见第九玄抬手间，名为群仙诛魔阵的大阵瞬间被激活，比之先前更加恐怖的攻击，在六翼王毫无准备之下直接轰来。砰的一声巨响，六翼王直接被轰进了地底。片刻后，带的烟尘散尽，六翼王拖着重伤之躯从地底飞出。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受过这么严重的伤了，随即动用了异人族只有达到地境9重才有一定几率开启的本命神通。只见一股奇特的能量从六翼王的身体中爆发而出，在这股能量的修复下，六翼王的伤势转瞬间便恢复得完好如初。而且在动用了本命神通后，六翼王的外表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密密麻麻比之钢铁还要坚硬的毛发长在了身体的各个部位。六翼王的肉身防御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只不过与异族打交道多年的第九玄又怎会没有提前预料到这些呢？六翼王顺着第九玄剑指的方向，才发现手臂上刚刚修复的伤势竟再次爆发。原来第九玄对异族的本命神通早有防备，提前在大阵中投放了剧毒。用第九玄的话说，对付六翼王这种强大的侵略者，只要能赢，完全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说话间，第九玄提剑再次杀来，六翼王刚要反攻，却发现身体有些不对劲，只感觉身体变得很重，体内力量的运转也变得越来越迟钝。很显然，毒素已经蔓延到了五脏六腑。想到此，六翼王没有任何迟疑，利爪直接刺破了自己的胸膛。只要将毒气感染的五脏六腑排出体外，以他的本命神通的修复能力，转瞬间便能恢复的完好如初。见六翼王对自己都能这么狠，第九玄脸色大变，急忙再次发起了进攻。如果让对方恢复，恐怕这一战他再也没有任何的机会了。第九玄想也没想，直接朝着六翼王杀来。然而面对将毒气排出体外的六翼王，消耗过大的第九玄有些力不从心。二人大战的局势开始出现了反转。与此同时，在邪魔界的异人域中，异人族的二翼王趁着大军出征之际，偷偷来到了异族的空间通道处，施法将异人族前往九玄大陆的通道关闭，开始了谋划异人族王位的大计。之后再将六翼王储存在本源阁的本源吞噬。按照二翼王的推测，六翼王在与对方大战之时本就消耗过大，如果本源在被吞噬后遭到反噬，会直接进入绝对的虚弱期，到时六翼王将永远的留在对方的世界，异人族的王位他便能唾手可得了。同一时间，九玄大陆上界的战场中，天空上方的空间通道突然消失，六翼王露出了大惊之色，就连他留在族内的本源也与他断了联系，猜测难不成有敌对势力进攻了异人族。听到这话，远处的叶苍玄有些兴奋，将自己与异人族二翼王的合作告诉了六翼王。看来二翼王当初所说，六翼王在进攻这方世界时会出现一个虚弱期，就是现在了。想到此，叶苍玄开口嘲讽道：“你这王当的也不咋地嘛，连自己的族人都想要干掉你。”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六翼王一时间有些难以置信，他完全没想到自己的三弟居然会联合外人来对付自己。看着六翼王陷入了自己的情绪无法自拔，第九玄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玉瓶，将里面的血液倒在了剑刃之上，紧接着趁着六翼王毫无防备，直接一剑刺进了六翼王的胸膛。愤怒至极的六翼王没有反应，拔出了刺进胸膛的佩剑，然后整理好情绪，准备先将眼前的几人解决后，再回去好好收拾那个叛徒。然而下一秒，六翼王就有些傻眼了，胸口的伤势居然无法自愈。他不知晓佩剑之上染有特殊的血液，正是不久前第九玄为叶苍玄疗伤之时，从叶苍玄身上留下的血液。叶苍玄的血液天生克制异族，对异族有着无与伦比的杀伤力，即使是六翼王的本命神通也无法恢复。六翼王感受到伤口处有股特殊的能量，正在侵蚀他的五脏六腑，明白自己的大势已去，于是不再与第九玄周旋，将目光看向了叶苍玄以及吉女所在的方向。他在试图找到上一任的异人王留在这个世界的血脉，很快便从叶希儿的身上感受到了熟悉的血脉气息，随即直接快速地向着叶希儿冲去。既然二翼王想要杀他，他又怎会让二翼王好过呢？见到这一幕，叶苍玄急忙摆开了防御的架势，但重伤之躯还未痊愈，他又怎么可能挡得住一往无前的六翼王呢？只是眨眼的功夫，六翼王便越过了叶苍玄，直接一把掐住了叶希儿的脖子，随即动用异人族的秘术，一直点向叶希儿的眉心。反应过来的叶苍玄急忙攻来，一拳轰向了六翼王的后背，但六翼王对此却不管不顾，直接划开了一道空间裂缝，将叶希儿给丢进了空间通道中，嘱咐道：“去帮我好好教训一下我异人族的叛徒。”看着叶希儿消失在了空间裂缝中，叶苍玄整个人都懵了，不知晓六翼王究竟在干什么。这时六翼王才转过身，笑呵呵的解释，原来六翼王刚刚动用秘术，将叶希儿体内有关上一任异人王的血脉给成功激活，而且还将体内仅剩的力量全部送给了叶希儿。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叶希儿帮他报仇，解决异人族的叛徒。对于他来说，入侵掠夺这个世界的本源不过是他们异人族为了生存罢了，死在这里也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下场。但他唯独不能接受自己的族内出现叛徒，而且这个人还是他的三弟，就算是死也要拉着对方一起陪葬。对于这些，叶苍玄根本就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六翼王究竟将叶希儿给送到了哪里。然而回答叶苍玄的却是六翼王疯狂的大笑，紧接着直接自尽在了叶苍玄的面前。老者第九玄也在与六翼王的大战中，本源之力几乎消耗殆尽，所剩时日不多。用他的话说，能凭借着一口气熬过了100万年，亲眼见证了异族的覆灭，他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随后叶苍玄来到了战场的上空，动用血脉之力将异族死后留下的生命气息全部吞噬。数日后，修为境界顺利的突破至地境九重。但让叶苍玄感到奇怪的是，同样是地境九重的境界，肉身的力量却比六翼王要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于是来到地九玄的面前，问出了自己的疑惑。对此，地九玄并未着急回答，而是站起身，带着众人一跃而起，来到了下界蛮州地底的死灵王界。在巨大的封印石柱下，地九玄讲述了有关地境九重的奥秘。所谓的地境九重，并非修行者的极限，上面还有着被称之为超脱者的存在，而地境九重便是所有修行者迈入超脱的开始。因为只有境界达到了地境九重，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本源之力。所谓的本源，其实就是将自身的精气神提炼到极致，从而进化出来的产物。拥有本源的修行者，只要有一缕本源尚存，便可轻易重生。而本源之力的修炼与吸纳灵气不同，只有完整的天地法则才会诞生出本源之力。所以地境九重的修行者所吸收的本源，其实就是吸纳天地的本源为己所用。这种行为本就是天地所不容的。所以每当修行者提升自己的本源之力达到一定程度，天道就会降下天劫将其毁灭。而且这种天劫与修士经历的雷劫不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一线生机。唯有将本源之力修炼得足够强大，才能在天地的全力磨灭下存活下来。所以这种天劫又被称之为天关，真正的与天地争命。这也是为什么异族会入侵其他的世界，目的便是为了夺取其他世界的本源之力。而且地九玄还提醒叶苍玄等人，依靠吸收掠夺其他世界而来的本源，在突破10天关会简单很多。只不过这样突破的修士实力也相对会弱得多。若不然，当年度过了9重天关的地九玄，又如何能带领着人族的强者，成功的将上一任已经超脱的异族王斩杀呢？在为众人讲完了地境9重的奥秘后，地九玄又先后指出了众人修行上的问题。叶苍玄因为血脉之力特殊，一直靠吞噬异族的生命气息来快速突破。由于突破的速度太快，导致根基不稳，若不是他的肉身足够强悍，这一次很难成功突破到地境9重。但眼下时间紧迫，还有徒弟叶希儿需要去救，也没有过多的时间来打磨自己的修为境界了。之后地九玄起身来到一处石墙前，一掌拍出，石墙瞬间炸裂。经历了100万年的岁月，曾经的书库已经被泥土沙石掩埋，成为了一面厚厚的石墙。100万年前，当时的邪教便是靠着一本禁书上记载的阵图，打开了异族的通道，导致异族降临入侵了九玄大陆。地九玄将这本禁书交给了叶苍玄，只要布置出禁书中的阵法，再加上叶苍玄体内异族血脉的感应，便能成功的找到异族所在的邪魔界。如今邪魔界异人族仅存的强者已经不多，想要救出叶希儿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交代完这些后，叶苍玄走出了洞穴，开始稳固刚刚突破的境界。而地九玄则是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伊清寒。让他感到欣慰的是，100万年过去，他这一脉居然还有弟子尚存。当年因为与异族的大战过于仓促，他们这一脉并未留下过多的传承，但伊清寒却能凭借自己的天赋修炼到如今的境界，足以说明伊清寒的天赋资质不凡。地九玄时日不多，唯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九玄大陆的安危。如果叶苍玄离开前往异人族救援，便意味着九玄大陆没有强者镇守，一旦有其他异族入侵，将会不堪设想。所以地九玄要做的，就是在短时间内造就出一位能够担起重任的强者。而伊清寒所修炼的功法与地九玄出自一脉，是唯一一个能够接受他的传承衣钵，并且短时间内便能炼化提升境界之人。说话间，地九玄一指点向伊清寒的眉心，将毕生的所学所悟以灌顶传功的方式强行传授给了伊清寒。数个时辰后，地九玄的传功结束，整个人的气息直接跌入了谷底，就犹如一个即将老死的凡人一般。一时间，众人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对此，地九玄却反而露出了笑容。临死前能看到这片天地，能够走出几位极具潜力的小辈，他也算是死而无憾了。开口吩咐叶苍玄就在此地布置阵法。100万年来，封魔之力早已融入地九玄的骨子里，所以即便他身死，他的尸骨也能镇压异族的通道，防止通道发生异变走出异族。听到这话，叶苍玄果断开始布阵，按照书中记载的方式将阵法成功布置。顿时一道光芒从阵法中散发而出，一个前往异族的通道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在唐悠悠一再的坚持下，叶苍玄只好带着唐悠悠一同跳进了面前的空间通道中，前往异人族解救徒弟叶希儿。在叶苍玄二人的身影消失后，地九玄双手掐诀，动用封印之力，直接将这处通道镇压。在吩咐了伊清寒守好这方天地后，闭上了眼睛，彻底没有了生命的气息。曾经的人族修为境界最高之人，为了世界的安危苟活了100万余年，如今终于放下心来，离开了人世间。被异族之王放逐的叶希儿睁开眼时，身处在一片虚无的空间，四周不断有异族气息涌入体内，属于异人族的传承记忆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异人族在出现超脱者前并不强大，直到上一任的异族王成功超脱，才诞生出了异人族特有的神通天沁。天沁不但可以让异人族的身体散发出侵蚀一切事物的气息，还能将被侵蚀的食物化为力量，成为他们变强的养分，这才是异人族变强的根本。除此之外，异人族
还有一门神通，名为神域，只要修为达到一定境界，便会自动掌握。叶希儿不知晓这些记忆代表着什么，但他能感受到，只要将这些传承掌握，便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强者。于是按照记忆中的方法放开心神，以意念操控血气附体，顿时体内的气息向着四周蔓延，将这片空间中的能量化为己有。感受到体内的力量逐渐变强，叶希儿盘膝而坐，开始了专心修炼。与此同时，在异人族所在的邪魔界中，叶苍玄与唐悠悠从空间通道中走出，看着四周茂密的森林以及大好河山，叶苍玄怀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跟想象中邪魔散发出的黑暗气息完全不符。想到此，叶苍玄一点没心，动用了血脉牵引之术，查看这个世界有没有叶希儿的气息。片刻后，终于在距离此地遥远的地方感受到了叶希儿的气息。作为弱小的人族初来乍到，还是谨慎小心点为妙。叶苍玄决定先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后，再去寻找叶希儿的下落。很快，二人来到了一座名为星云城的地方，换成了当地的服饰，一番乔装打扮后，混进了人群之中，想在陌生的地方快速打探到有用的情报。没有比酒楼更好的地方了。在酒楼靠窗的位置，二人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听着四周人群的交流。来来往往的异族中，却没有看见一个人族的身影，可见人族在没有出现超脱者前，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到这个上等世界。就在这时，两个异族谈论异人族的声音引起了叶苍玄的注意。通过那二人的交谈，叶苍玄了解到，异人族王脉出现了大的变故。自从100万年前异人族的超脱者王突然消失，新一任的王依靠特殊的神通天清，也能抵挡其他超脱者的入侵。但就在最近，他们的王却突然换了人，而且这一任的新王不但不是6翼，据说还是一位最低级的2翼王。听到这话，其中一人顿时来了兴趣。在这竞争激烈的邪魔界，一个种族失去了最强者，便意味着随时都会被其他势力吞噬。异人族这块蛋糕不知会被多少人盯上，但此人却没有被眼前的利益冲昏头脑。据他所知，异人族依靠天清这门神通，哪怕是在没有超脱者的情况下，也能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可见异人族还是有着不可小觑的底蕴。一些大族或许看不上这块蛋糕，但一些小族恐怕绝不会放过。届时不知晓会出现多少势力抢夺，所以此人并不打算去趟这趟浑水。说话间，突然将目光转向身后的叶苍玄。很显然，叶苍玄的偷听他早已发现。看着对方向着自己走来，叶苍玄心中大惊，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的敏锐。只不过让叶苍玄没想到的是，对方并未发现自己人族的身份，而是将自己与唐悠悠当成了灵族之人。唐悠悠见状，开口试探对方所提的灵族：“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灵族，而不是人族呢？”闻言，那人瞬间大笑了起来。这位灵族的千金还真是会说笑，人族自古都没有诞生超脱者，不过是各族的血食罢了，又哪里会有资格来到这圣界？就算是来到了圣界，也不过是作为高质量的血食而已。说话之人有些自来熟地坐了下来。从此人的口中，叶苍玄了解到了有关灵族的讯息。据此人所说，灵族之人虽然长得与人族相似，但作为修炼者来说却是天壤之别。人族的经脉天生拥堵，能成为修炼者的千不存一，但与其相比，灵族却是天地的宠，他们生来便可修炼，而且修炼突破的速度极快，没有任何的瓶颈。这也是为什么对方会误认为叶苍玄和唐悠悠一定是灵族之人的原因。只不过灵族深不可测，少有族人会出现在大事之中，所以这人说了这么多，也有着想要交好的目的。但很显然，他认错了人。叶苍玄担心久了之后会暴露身份，于是便开口客套一番，选择了告辞，没有久留，带着唐悠悠果断离开了酒楼。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被误认为是灵族之人的身份，却引起了对方的重视。叶苍玄前脚刚走，那人便急忙离开，要将此事上报给自己的种族。对于他们来说，灵族突然出世，便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格局将会出现重大的变故。